王川州这一年有过3次最强烈的心跳，分别发生在上课被老师点名、高考结束的那个午后，和半天前脑海中响起的那道机械提示声。叮！狗托系统已激活，请宿主自行查看相关介绍。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1， 升级经验0-100，任意玩家对你的游戏行为产生情绪波动，便可获得1点经验，可重复获取。每日狗托金1000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0。早夏6月，云安市的天气刚刚回暖。作为高考月，6月是一个特殊的季节，它是莘莘学子的狂欢之月，无数青涩回忆在此诞生，亦是一年盛夏的开端。但对王川州来说，这是他新生的起点。关掉浮现在眼前的系统光幕，回躺在藤椅上，视线穿过透明的玻璃，落在了对面楼层上的反射出的缕缕阳光。王川州脑海中开始思索起系统的用途。激活狗托系统后，他的记忆里也莫名多出了许多系统相关的介绍，事无巨细，就算是傻瓜也能大致了解。系统升级所需经验，主要来源于他人对他的游戏行为所产生的情绪，赞扬、吹捧、贬低、辱骂，任何情绪都可以，没有具体限制，且没有游戏种类的限制，这很强大，也很系统。游戏本就是一个虚拟社会，除了单机游戏外，任何游戏都有一个基本的功能，那就是社交，所以系统的经验来源几乎不用担心。而狗托币与经验的获取来源一样，但有一个前提，强烈的情绪波动。作为一个刚刚高考结束的毕业生、准大学生，王川州正值知识巅峰期，阅读理解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系统也有笨蛋式的图文介绍，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当看到狗托币可以1:1兑换现实货币时，王川州兴致大增。钱这东西可是个稀缺物，可惜只能兑换宿主的母币，想兑换其他现实货币可以，但要宿主转换国籍，那还是算了。生是种花家的人，死是种花家的魂。为了一点小钱转换国籍，王川州怕他祖宗从土里爬出来打死他。了解完系统，接下来就是使用。狗托，狗托，听名字就知道要玩游戏。王川州不是什么游戏小白，虽然高中因为学业停了几年，但也算一个资深游戏玩家。Q 赛车类游戏 QQ 飞车201级满级，虽然是花钱找人刷的。射击类游戏 CF 运输船小王子，虽然经常被人爆头。公平竞技类游戏英雄联盟，还有4399传奇一刀99 QQ 游戏大厅。涉猎之广，类型之多，他说一句资深游戏玩家，应该没人反对吧？那1000狗托金如何使用利益最大化？王川州第一时间排除了大型端游，1000很多，但放在大型端游中就有点不起眼。别的不说 ，QQ 飞车一辆 A 车就不止这么点钱，那真是一点水花也溅不起来。端游玩家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小小的1000克佬就想引起他们产生情绪波动，而系统的经验主要来源于情绪。游戏什么最能引起玩家产生情绪？欧皇、克佬还是托？欧皇排除，那东西看命且不可控，但后两者就有操作性了。系统升级简单，主要是狗托币的获取，想要两者兼得。综合考虑后，王川州将目标放在了游戏圈的屌丝夜游，是兄弟就来砍我，一刀99。得益于这些洗脑的宣传，王川州也玩过几款夜游，对此有一定的了解。有了目标，当即开干。王川州一跃而起，起身打开游戏大厅，开始在游戏库寻找。作为企鹅一系的游戏产品，游戏大厅可谓是华夏夜游界当之无愧的大哥。点开游戏库，引入眼帘的就是几个分频道：抢先试玩、最新上架，可以理解为端游的封测和公测。一个宣传力度小，屈服位列前端，甚至是第一。不过因为宣传力度的原因，玩的人也少。一个宣传力度大，玩的人多，屈服居后，游戏进度也要落后于试玩期就入坑的老玩家。选什么？肯定最新上架。王川州也玩过几款夜游，深知一个道理，游戏玩的就是氪金，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钱。再者，布鲁斯都知道玩游戏要选人多的玩。你问布鲁斯是谁？他是一条拉布拉多猎犬。最新上架频道：九梦仙域，推荐。上架时间6月10日，唯美玄幻的仙侠世界。6月10日10点，新服开启。王川州瞄了眼电脑屏幕右下方的时间10点09分，又看了看最新上架的其他游戏，发现今天上架的游戏就2款，还有一款传奇类的夜游。对于传奇类的夜游，他很无感，可能是有年代差吧。登录九梦仙域，
最新新服九梦90服。一阵游戏 CG 后，进入创建角色界面。夜游的职业一般都不多，也没什么好选择的，选帅的就完了。九梦仙域的游戏职业倒是挺多，一个神族刀，一个人族枪，一个天族剑，一个妖族琴 ，M 花里胡哨的，不过建模不错。王传洲大致浏览了一下，最后选择了人族这个职业，天策枪，角色天策枪，游戏 ID 白衣亚，游戏 ID 没什么特殊的含义。一切确定后，正式登录游戏。出生点稀稀疏疏的刷新出新玩家的身影，然后就是一堆剧情对联。王传洲对剧情什么的无感，再说一个夜游能有什么好的剧情？直接跳过。打怪、交任务、升级，您已升级到 LV60级。夜游的升级就是快，一顿点点点就莫名其妙的来到了60级，先后解锁羽翼、坐骑、法宝、神兵等级功能，然后屏幕就不断弹出充值活动。首充福利，充值6元领取价值980、价值98元仙域的新福利包，让你升级快人一步，还额外赠送极品坐骑狂怒雄狮。该说不愧是夜游吗？一个首充就分为几个档次，分别是最低档的6元首充30元、68元、98元和最高档的128元，奖励也各有不同。6元送极品坐骑，30元送极品羽翼，68元送极品法宝，98元送极品神兵。最高档的128元首充送极品称号天皇贵胄，极品专属时装，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游戏奖励。王传洲将首充界面插掉，开始留意系统频道的刷屏率，人多就充，人少就换一个人多的。他的观点很简单朴实，虽然九梦仙域这款游戏的画面不错，但他可没忘记自己是来实验系统，人多才是王道。看了一会儿，世界频道没什么人说话，新服刚开，可能都在做主线、打 BOSS、充钱，忙得很。九梦仙域刚刚上架，正是曝光最高的时候，加之游戏画面、人物建模也不错，在夜游中算是精品，所以系统频道的刷屏率还是挺高的，基本都是一些某某玩家激活首充的那个档次，领取了什么极品奖励。夜游的活跃度主要看的就是这些，一款夜游好不好玩，看氪金玩家的多寡就行。这里的6元首充玩家也算氪金玩家，小氪那也是氪。王传洲没急着氪，继续做主线升级，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大氪的玩家。夜游也是游，他没有小瞧任何人的想法。夜游能在游戏圈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其游戏特点外，自然也有不少氪金玩家能为他们带来丰富利益。第002章，祝您游戏愉快。10分钟后，在王传洲击败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神魔 BOSS 后，主线任务暂时告一段落。角色天策枪，游戏 ID 白衣亚，等级 LV100，仙盟帮派无，伴侣无，战力209721。游戏功能也解锁的差不多，仙盟、伴侣、作战宝宝、经验宝宝、首领大厅、竞技场、境界，那叫一个百花齐放，看得人眼花缭乱。王传洲点进首领大厅挂机打 BOSS， 然后点开充值界面，充值额度和首充档次差不多，6元、30元、68元、98元，最高档的充值额度更是达到了5000元。系统充值98元，谢谢。王传洲没直接氪完。夜游虽然没什么技术水准，但也不是单纯的充就行。当然，如果你充的够多，当他没说，钱可通神，这个道理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充值成功，当前苟托金902元，你已获得980仙玉。你已激活首充福利，再充值30元即可领取价值1280仙玉的最高档首充福利。直接插掉充值提示，开始领取充值赠送的礼包。首先是首充福利，第一档的6元，第二档的30元，第三档的68元和第四档的98元。你已获得极品坐骑狂怒雄狮，你已获得极品羽翼天神之气，你已获得极品法宝如意法宝，你已获得极品神兵嗜血神枪。然后是累充福利，第一档6元，第二档30元，第三档68元，第四档98元。王传洲领取的时候看了一下，第五档的128元后，第六档开始直接就开始翻倍，需要累充额度达到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最高档2万元。摇了摇头，王传洲继续领取充值的礼包。夜游的充值快感是任何游戏都无法比拟的，明明才充值了100不到，但他硬是感觉自己好像花了几大千，领完首充，领累充，7日充值，一个字，爽。这待遇你放端游，狗都不带搭理你。充值1秒钟，
领取5分钟。王川州也没细看，太多了。将所有充值奖励全部领取后，账号也迎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仿佛丑小子变成了富二代。游戏 ID 白衣亚 VIP 4，等级 LV 100，仙盟帮派无，伴侣无，战力1209721，战力更是飙升了100万，恐怖如斯。打开仙盟界面，已经有玩家创建了仙盟。仙盟序列1，仙盟名称紫菱花，仙盟等级1，仙盟人数50%，盟主紫菱花。序列2，仙盟名称第一仙盟，仙盟等级1，仙盟人数49%，盟主 D。序列3，仙盟名称纸短情长，仙盟等级1，仙盟人数40%，盟主惠离1。夜游的帮派没什么讲究，主打的就是一个先来后到，谁先创建玩家就多，玩家多在夜游就意味着氪金玩家多也更强，最后还会形成虹吸效应，将其他仙盟的氪老都吸引过来，形成 buff。 可王川州看着第一仙盟那名字，着实有点难以加入。你这仙盟名字取得也太随意了吧。他对这些还挺在意的，在夜游可没什么和平发育的说法，不论是打 BOSS 还是诸如帮派联赛等游戏玩法，那都是相当激烈。新区争霸，争完跨区接着争，玩的就是一个刺激消费。想有个好的体验，加入一个强力的仙盟就非常有必要。正犹豫间，王川州忽然回过神，我好像不需要考虑这些，日氪1000在端游是没什么，但在夜游那妥妥的降维打击，这不就是他不去玩端游，转头玩夜游的初衷吗？还考虑个什么劲？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有钱任性。你已经加入仙盟，纸短情长。加入后，仙盟频道刷出一堆系统自动的欢迎语。王川州继续打 BOSS， 新的主线需要凑齐一套4阶的红色装备才能解锁。不过现在的他，战力不可同日而语，120万的战力，打这些新手 BOSS 就如砍瓜切菜。顺便研究一下如何充值最大化。新区福利，累计充值2000元即可获得专属游戏美女客服，7天内累计充值2万元即可获得区服冠名。王川州随意扫了一眼，便没再关注。夜游一个深得他喜欢的点就在于，不管任何一款夜游，只要你充钱，那就完全不担心玩不懂，哪里亮点哪里就行。没充但要花钱的地方他也亮，生怕你不知道怎么充。主打一个懂事，每日礼包，祝你幸福冲榜快人一步。6元，200%奖励，仙域120，元宝888，抽奖券 X1，强化时 X10，做齐单 X10，可领取 X3。30元，200%奖励，仙域600玉，元宝1288，抽奖券 X5，强化时 X50，做齐单 X50，可领取 X1。98元，100%奖励，仙域980玉，元宝4888，抽奖券 X40，强化时 X200，做齐单 X200。活动须知，一键购买享折扣，仅需128元即可领取所有奖励。买！王川州点击一键购买，在游戏弹出充值界面的瞬间，心中呼唤系统，狗托金当即减去128元。游戏系统，一念充值，解放双手。新区专享福利，98元即可获得2级恶魔之心 PVP 战斗加2级天使之泪 PV 经验。使用后可在合成界面合成专属附属宝宝，享强力属性加成，让你战斗副本无忧愁。没得说，前面有的你也有。雨露均沾，买！不知不觉间，王川州便将1000的狗托金全都氪了进去。系统提示：当前狗托金额度不足，请于明日再进行充值或升级系统，获取更多额度。祝您游戏愉快。第003章。卧槽，我们区有大哥！看着系统提示额度不足，王川州终于从无情的氪金机器中回过神来，有点上头啊！这才过去多久，1000大洋就氪进游戏了。不过转念一想，钱嘛，花什么不是花？再说狗托金他也不能在现实花，王川州也没那么心疼。天策，游戏 ID 白衣亚 VIP 6，等级 LV 100，仙盟帮派纸短情长，伴侣无，战力4209721，战力猛增300万， VIP 等级更是连升2级，来到了 VIP 6。 VIP 再充值1万仙玉可成为 VIP 7。 VIP 6特权，立领永久专属神级宠物蝉冰龙女，立长战力200000+，立领传奇项链图纸，合成后可得红品项链，立领贵族专属聊天标识，
巢穴首领体力恢复效率正 50%， 贵族 BOSS 次数加2，经验副本购买次数加2，1.10分的充值比例。也就是说，再充值1000就能到 VIP 7，1000吗？王川州晃动着鼠标沉思，随后关掉 VIP 界面，将后续的充值奖励一一领取，又领取了不少极品道具，战力又迎来一波小增长，逼近500万的门槛。招财猫，充值达到相应额度，投入对应仙玉即可抽取海量仙玉，最低获得 1.5 倍，最高获得6倍仙玉奖励。您当前充值额度1000元，可抽取10次。王川州打开背包，看了一下账上的仙玉。仙玉充值获得，可在商场购买海量道具。当前仙玉24000，这么多吗？王川州有些惊讶。按照 1.10 分的充值比例，即使加上每日礼包的双倍仙玉奖励，也应该没那么多啊。想不明白。不过他这个人有一点好，想不明白那就不想，玩得快乐就行。抽取 1.5 倍、2倍、1.5倍、3倍，10次招财猫抽完，王川州的仙玉数量来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数量。仙玉41000，相当于充值4100才能获得。只能说夜游还是夜游，你总会感觉玩夜游很赚，多少是有点心理学在里面，让人忍不住上头。就在这时，系统弹出一道提示：盟主惠梨一已将您提升为副盟主。打开仙盟界面，仙盟职位展示界面就2个孤零零的人影，一个女性角色惠梨一，职位是盟主；一个男性角色白衣亚，职位副盟主。王川州笑了笑，继续去做主线。快500百万的战力，打这些新手 BOSS 说秒杀有点夸张，但绝对不费事，嘎嘎几刀就将其斩于马下，再加上 VIP 的爆率加成，很快便凑齐了一套任务要求的4阶装备。您已升级到 LV 200级，等级来到200后，主线任务算是断了，想升级只能去经验副本。还新解锁一个功能，排行榜，战力排行榜，序列1，玩家 ID 白衣亚 VIP 6，职业天策人族男，等级 LV 200，战力4985427，仙盟纸短情长副盟主。序列2，玩家 ID D VIP 4，职业霸刀神族男，等级 LV 210，战力2541000，仙盟第一仙盟盟主。序列3，玩家 ID 小小 VIP 4，职业萧晴妖族女，等级 LV 208，战力2104780，仙盟紫菱花成员，断崖式领先。王川州有些小高兴，这种感觉你别说，还挺有成就感的，因为这还是他在某一方面第一次达到第一这种荣誉。忽的一个好友申请弹了过来，玩家紫菱花申请添加您为好友，同意。紧接着一条消息便发了过来，要来我们这吗？来人很明显是拉拢他的。谢了，我在这玩就行，后面再慢慢合吧。王川州客套的应付，加入没必要。九梦仙域这种游戏要不了几天，还玩的玩家基本都会合流到一个仙盟。也行。紫菱花见拉拢没成，也没多说什么。夜游充满了不确定性，谁知道现在课的飞起的大佬是不是拖，会不会玩了几天就消失。半个小时后，王川州终于将当前能做的任务全部做完，该领取的奖励也全部领取，该消费的如零元购、特惠礼包这种消费也全部拉满。打开排行榜，战力还是第一，高达500多百万的战力，显得是那么遥不可及。等级、法宝、坐骑、神兵也全是第一，极其夸张。而在新服冲榜页面，第一天的冲榜活动是等级，他以230级位居榜首。任务结束后，世界频道也渐渐热闹了起来。世界频道，苏小苏，卧槽，我们区有大哥。脆皮，你才发现，我还做任务就看见大哥猛猛冲，世界一直都是大哥在刷屏，真尼玛有钱人。话说大哥这是氪了多少？离哥 V6 应该差不多1000吧。D 全服第2，最少1000。离哥，这下后面跨区应该稳了。脆皮，我们这个老不少，应该是稳了，不过也要看其他区有没有大哥。王89没大哥，我们就是从89来的。王川州没在世界发言，倒不是他高冷，而是经验加1，经验加1，经验加1。系统提示：系统已升级，当前狗托等级 LV 2，每日刷新狗托金2000元。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 2，升级经验12-500，每日狗托金0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0，还是0吗？王川州沉吟道：狗托币这么难获得的吗？狗托金是0还好，夜游在氪金，
第一天也有一个上线，他所在的90服也算火爆，但普通氪金也就在几百不等。目前氪了上千的也就他这么一个奇葩。倒是狗托币经验都升级了，还是0，难崩。不过无所谓了，面包有了，牛奶还会缺吗？王川洲看了下时间，不知不觉已经临近中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让人猝不及防。看着号上剩的3万多仙玉，阳光照拂下，他的脸被照得灿灿生辉。要不要给他们来点小小的震撼？思维像一条小狗，不断地挑拨着王川洲的心弦。已知经验和狗托币的获取方式，那如何做就成了名牌的答案。做题他一向很在行。至尊套装、地狱行者套装、战力飞升。活动期间累计充值和消费12500-30000仙玉即可领取。本档奖励赤炎红莲时装。本档结束时间5天21点09分08秒，倒计时结束将情况积分。第004章，你玉怎么花完的？一共5档奖励，奖励分别是时装、武器、羽翼、坐骑以及法宝。正常来说，这种活动只要在活动期间达到相应要求就行。3万仙玉看着多，但真实充值1000基本就可以完成一档奖励。活动6天更新一次，对于真正的氪老来说，也就是1天100多一点，那不正常呢？王川洲现在就在示范具体操作。他正常该购买的礼包都买完了，现在想继续花，只有2个途径，一是抽奖，二是拉商城，但抽奖功能现在还没解锁，要等到第2天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商城一个选项，没得说，上才艺。打开商城，找到仙域商城，先把超值限购界面的道具不管用不用得上，直接拉满，然后将剩下的仙域全部梭哈稀有道具中的抽奖券。天神魔锤，开启天神宝藏所需的魔锤，传闻是从众神废墟中流传出来的。售价20仙玉，购买数量999，已达到最大值。花费19980仙玉，拥有25500仙玉。购买，说梭哈那就是梭哈。再次购买，将剩下的仙玉全部用于购买抽奖券，又买了276个天神魔锤，终于将仙玉全部清空。背包，天神魔锤1500，坐骑单3000，羽翼单3200，法宝单1200。金闪闪的光芒充斥着背包的格子，流露出金钱的迷人气息。您获得时装赤炎红莲。赤炎红莲，使用等级1级，类型时装、套装、地狱行者。物品描述：激活时装获得以下属性：常规战力加36000，防御加960，五行护甲加960，生命加64000，反伤加460。特殊属性：技能减伤正 2%， 魅力值加3600。获得途径：运营活动。使用赤炎红莲时装，战力加1200000，120万的战力，属实有点牛逼。不过想来应该是那个特殊属性的功劳，百分比的加成，谁来了不得迷糊一下。这还是前期，要是到了后面，估计一个时装能加几个亿的战力。夜游真好玩。而系统频道也刷出了一条新的提示：系统，恭喜白衣亚获得时装赤炎红莲，从此一飞冲天，仙途有望。世界频道，脆皮离哥，苏小小，勇敢牛牛，刘碧，这尼玛就出 buff 套了。这么花，大哥你的仙玉是真不要钱呗？白衣亚，全服第一，这叫 buff 套。离哥，大哥你再不说话，我都要怀疑你是脱了。勇敢牛牛，地狱行者，一件最少要充1000，还是有充值活动期间，一套搞下来最少5000，新服充这么多，外加套装的属性加成，buff 基本是稳了，所以也被戏称为 buff 套装。白衣亚，全服第一，梭嘎，谢了。弟，全服第二，你这是充了多少？白衣亚，全服第一，1000。弟，全服第二，刘碧，我就干了400，要来我这一起玩吗？白衣亚，全服第一，谢邀。不过我挺喜欢纸短情长这个名字的，抱歉了。弟，全服第二也行，那结婚吗？虽然知道夜游结婚没什么讲究，但这属实还是让王川洲有点难崩。不说真找一个女玩家结婚，夜游男玩女耗的很多，但真没必要搞基。没玉了。弟，全服第二，你玉怎么花完的？白衣亚，全服第一，商城买天神魔锤。苏小小，离哥，这就是大佬的操作吗？学到了。弟，全服第二，刘碧，无话可说。接下来世界冒出一堆复制怪，王川洲瞅了一眼系统，狗托币52，花1000只能用于游戏的狗托金，不但享受了游戏氪金的酣畅体验，还额外赚了52个狗托币，
这波属实是秦始皇摸电线赢妈了。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狗托币还在缓慢的跳动。王川州脸上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玩家 ID 白衣啊 VIP6， 职业天策人族男，等级 LV230， 战力7000427，仙盟直短情长副盟主。第二名的 D 现在还是200多万的战力，悬殊差不多500万，相当于2个他还多一点。夜游真的太懂照顾氪金玩家的体验了。忽的，仙盟频道传来密集的刷屏声。仙盟频道，系统欢迎离哥加入，系统欢迎脆皮加入，系统欢迎苏小小加入。王川州当即一愣，旋即打字问道：你们不是加了仙盟吗？反正早晚都要合并，还不如趁现在有位置就加入。是这个道理。离哥笑嘻嘻道：大老板，以后我们就和你混了，求照。好说。王川州没矫情。惠离一也终于露面在仙盟频道，和众人拉起了关系。王川州没掺和，继续做任务。夜游上头归上头，但终究是个夜游，玩法有限，且为了照顾挂机玩家，很多活动都不需要动手。活动时间一到，系统会自动安排玩家去参加。如果你没太多时间投入游戏，再有一点点小钱，那夜游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很适合上班族打发时间。但对于王川州来说，这种设定就有些无聊了。玩了没多久，他就找不到事做。世界频道、仙盟频道此时也弥漫了喧嚣，有人砍天砍地，有人述说往昔在其他游戏的辉煌，有人分享生活的乐趣，氛围很是友好。最后，众人更是讨论起了游戏界的毒瘤托。游戏中托的起源于那已不可考究，但在夜游中不用怀疑，基本都有这种内部人员的痕迹，其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玩家消费或激化矛盾。目前9师傅的前3，白衣啊、D、小小、王川州嫌疑最大。没办法，开区第一天就直接氪了1000，战力更是跨时代领先。但前番在世界频道和仙盟频道的闲聊，直接让他的嫌疑掉到了最低。托是游戏官方内部人员玩的好，他们的任务是刺激消费，不是来当大哥装逼，所以基本都沉默寡言。D 也是同理。至于小小，有嫌疑，但不大，战力还没D高。说他是托，那着实有些跌价。王川州乐滋滋的窥屏，托不托的，现在能看出个什么？那不得到后面才能窥见一点踪迹。潜水几分钟后，王川州看了下时间，在仙盟频道打字道：下了，我号挂着，你们要打什么直接组我，等系统自动同意就行。起身离开藤椅，他趴在阳台的围栏上看向远方，心中轻呼：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2， 升级经验50500，每日狗托金0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78，经验增长了1点。狗托金来到78后，也渐渐没了动静。夜游的局限性就在这了。王川州心中明白，却没什么沮丧。选择夜游的一大初衷，本就是利益最大化。在端游，他这点钱没什么用，也就一个小氪玩家，毫不起眼，更引不起什么风云。再者，端游玩家虽多，但他根本薅不到一点羊毛。夜游则不同，夜游这一亩3分地，第一不敢说，但每天日氪1000余的消费，那最少也是第一线的氪金大佬。望着头顶阳光明媚的万里晴空，王川州心中充满了豪情。第005章，大学生能用手机。在他的视线不远处坐落了几栋宿舍楼，那是他的高中母校贵范中学，一所在云安周边很出名的私人投资并管理的学校，由云安当地的一个地产老板投资建造，每学期高达1万多的学费，导致其有了云安贵族学校的虚名。其实也不算虚名，就拿王川州他们班来说，一个班60多人，一半以上的家庭都算得上小康以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同学家庭可能不是太好。王川州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王爸是做小生意的，家里有一辆小面包车，也算有车一族。老家在云安郊区有一栋等着拆迁的房子，市区买了一间90多平方的房子，有车有房，一家4口人，可以说生活已经很滋润。虽然就读于贵范，但他的高中生活却很平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校园爱情，也没什么暗恋对象，更没有逃课斗殴。学校管得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知道王爸为了让他进这所学校的不容易。2016年的1万，在云安这种小城市可不容易赚。加之王母是个家庭主妇，全家人的担子都在王爸身上。他家还有个妹妹刚上初中，自从初中那次打架被请家长后，王川州就懂事了。不懂事不行，谁知道和你同在一个学校的孩子家里是干什么的？安分是平凡家庭孩子最大的底薪。我们没有犯错的资本，不论是上学还是未来进入社会，老老实实的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
上学时就认真读书，工作就认真工作，因为一旦犯错会让父母失望伤心，严重点可能还会影响到家庭。无关风雪，我提续等你回。电脑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王川洲接通。喂，川儿，干嘛呢？王川洲靠在阳台上，语气慵懒道：玩游戏，晒太阳。电话那头传来了同班同学兼好友吕少林略显兴奋的声音。班长他们商量过几天组团去大理玩，就当毕业旅行了，你去不去？不去。吕少林有些懵，为什么不去？这都毕业了，马上就各奔东西，谁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而且一直在家玩游戏不无聊吗？没钱，也花不了多少钱，大家一人带个千把就够了。吕少林想了想，咬牙道：不行，我给你凑，行了吧？马德，去不去？一句话的事。王川洲可以想象电话那头好友吕少林那咬牙切齿的模样，但他是真不想去，原因很多。同班毕业旅行听着就很美好，仿佛他们都是电影中的主角，会有一段青涩且难忘的青春回忆。如果再发生点其他微妙的剧情，那就更精彩了。但那只是电影，也仅限于想象。他们更不是电影中的主角团，没那么多精彩的故事等待你去降临。首先一个问题，钱，1000把块。王川洲没有，向王爸要肯定没问题，王妈也会很支持。但说实话，1000把块真不够，来回的路费就要去掉一半，剩一半去大理，是去蹭吃还是蹭喝？电影中的主角不需要为钱操心，他需要。再者，一帮同学去玩，想想王川洲就脑瓜子疼。一群为了毕业穿什么都能炒成一锅粥的人，出去玩就能和谐了。你要去大理看海，他要去大理古城拍照，谁先谁后？是妥协还是个玩个的？与其到时候闹心，还不如安心在家玩游戏，顺便刷刷系统等级。真不去？不想去。王川洲将藤椅搬到阳台，靠在椅子上，闭眸享受阳光的照拂，嘴里轻声说道：再说班长组织的，我想想都觉得蛋疼，到时候又惹哭了，我看你们谁哄。别忘了，人家老爹上次可刚来过学校。他们班的班长南于安，一个瘦小的女孩子，个子不高，脾气不硬，却偏要装作一个女汉子的模样。毕业前为了穿什么的事，暴露的那叫一个彻底。一个人埋头在桌上，哭得稀里哗啦，看得全班人那是目瞪口呆。这是我班长？不应该吧？玩那是高兴的事。再说于姐吕少林也有些词穷，主要是滤镜碎了，那可是他逃课上网的恩主啊，竟如此哭哭啼啼。没事就挂了。挂断电话，刚躺了几分钟。无关风雪，我提续等你回。王川洲拿起手机一看，挑了挑眉，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去不去？熟悉的女汉子语气。对此王川洲不意外，没哭之前的南于安是这样的，大大咧咧，毫不做作，上能辅导老师，下能安抚同学，上网没钱我借，有事逃课我来担。暗恋谁？我给你出谋划策，那叫一个得人心。不过家里安排了相亲，大学生能用手机，人马上放假回家，真去不了啊！南于安满腹草稿直接化作一团烂泥，语气更是惊讶。没骗我？骗你有米吗？王川洲继续胡咧咧道：没事挂了，我妈正带我逛商城买衣服呢。不一会儿，一条消息发了过来：吕狗，吕少林，你是真他妈畜生！我问于姐你来不来，她支支吾吾不说话，还旁敲侧击问我，你家里是不是很着急？你他妈真是个狗！你家里真给你安排相亲了？他还真信。王川洲发完消息后，随即愣了下。他原来没这么皮，人说不上沉默，但也谈不上活泼，就一平平凡凡的小帅哥。除了在熟悉的那几个人面前，他话都不多。狗子你变了。吕少林又发道。王川洲没再回复，放下手机沉吟。是啊，我变了，变得自信，变得开朗了。他的未来已经变了，不再是按部就班的读书、上班、结婚、生子、老去。压抑多年的内心，在得到系统的那一刻，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复苏。他可以去做很多他想做的事，去看海，去看山，去看人，去体验生活的精彩，而不是那个不想让父母失望，尽量不给父母增加负担的封闭少年。第006章，我成马甲公狮了。躺在藤椅上，王川洲莫名想到了今天在游戏中大手大脚的花销，南于安组织的大理之行，也是1800的花销，差不多的价格，但两者对他的意义却完全不一样。一者要真金白银，他没有，要向家里要；一者是他自己的机缘，且那钱他用不到现实，只能用于游戏。年龄的增长让王川洲觉得向家里要钱很有负罪感。钱是不多，但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心理，特别是这钱的用处是玩。别说什么体验生活，毕业旅行一生难得，不去不会死。他爹不是什么有钱人，一直想把家里的面包车换成小汽车。
但苦于要生活，磕磕碰碰开到现在。类似的例子很多。以前王川州看见，但不懂。王爸曾经也是个少年，他也想开好车，但他有孩子，一个孩子上初中，一个孩子马上去大学，都要花钱，所以他只能控制自己的喜好。人都说孩子会下意识地学习父母，王川州学了。初中那年和他打架的那个同学，家里开着一辆小宝马，人没高傲，相反还很和气，一个劲地说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肯定是他的错云云。他说的没错，王爸也没争。看着一旁鼻青脸肿的王川州，再看只是衣服染泥的另一个当事人，只是默默的递烟。原先王川州以为那人很好，不愧是开矿的老板，但后来他懂了，人家只是保护他的孩子，顺便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教育课。王川州年少轻狂忍不了，拉着吕少林他们放学打了那人一顿，还了回去。事后双方家长都没来，老师也只是警告。从那以后他就学乖了，为了自己，也为了不让父母担忧，妥协。这辈子一定要赚足够多的钱。王川州眼中燃烧着名为执念的火焰。以前的他很清楚自己的本事，但现在6月11日，王川州拎着一瓶超大桶可乐，拿出杯子倒上，打开电脑登录游戏大厅。在左侧的游戏栏中显示九梦仙域的当前人数为2089加。对于夜游来说，这个人数已经很多了。登录九梦仙域，王川州看了一眼，新服已经开到了91区，他们90服现在算是老区。这意味着90的服的玩家人数自此只会减少，不会增多。打开排行榜，序列1，玩家 ID 白衣亚 VIP 6，职业天策人族男，等级 LV 230，战力7000427，仙盟直短情长副盟主。序列2，玩家 ID 惠梨伊亚 VIP 4，职业萧晴妖族女，等级 LV 215，战力3441000，仙盟直短情长盟主。序列3，玩家 ID 白蒂亚 VIP 4，职业霸刀神族男，等级 LV 215，战力3347800，仙盟第一仙盟盟主。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王川州将排行榜滚动起来，从上看到下，清一色的游戏 ID XXX 啊，昨天的老面孔如地改成了白地呀，离哥改成了离哥呀。好家伙，我成马甲公式了。世界频道系统，至高无上的仙武战力榜魁首白衣呀，登陆九梦仙域。白地呀，全服第3，白衣你上了。白衣呀，全服第1，你们名字怎么都改了？脆皮啊，我看帮主改，他们也改，我就跟着改了。反正送的更名卡还没用，再说跨区后统一的格式也好看点，突出一个整齐霸气。苏小小啊，我很想改，为了合群罢了。惠梨一啊，全服第2，白衣加群吗？我们搞了个群，大家一起玩。白衣啊，全服第1，现在就开始整合。王川州惊了，夜游虽说不可避免的要整合，主要是快节奏的游戏玩法会导致玩家不断流逝，加之层出不穷的夜游推出，人嘛都喜新厌旧，所以一个夜游玩到后面基本都会整合到一个帮派中，人多热闹也好办事。但现在这才第2天啊。世界频道白帝啊，全服第3，大哥你要不看看你的战力，昨天你没在，系统拿你的号活动嘎嘎一通乱杀，打个世界 BOSS， 他们拉着你的号在旁边当保镖。离哥呀，嗨嗨，大老板输出高，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这垃圾游戏打世界 BOSS 强行切换仙盟模式，误伤误伤。小小啊，战力前10，惠梨一啊，不玩的都踢了，腾位置出来。惠梨一啊，全服第2，没了，现在还在的基本都是10个小时内在线的，踢不了，过几天帮派升级就差不多了。白衣啊，全服第1，私我群号，我待会加，我先去做今天的任务。说完，王川州就操作角色开始挂机做任务，顺便领取一下昨天新服等级冲榜的奖励，没什么好的东西，就一个特殊称号先知颠奥世间，外加6阶金色装备和一堆材料。活动还是那些活动，新区前7天的活动都一个样，不过解锁了昨天没开的天神宝库，也就是抽奖的活动。天神宝库神秘奖起源幻龙，1等奖珍品自选礼包，2等奖圣灰熊猫神级宠物，3等奖浮云青瓷时装浮生靛蓝武器外观神兵技能书。起源幻龙等级1，类型幻形道具，可激活和升级幻形形态起源幻龙，常规战力加1930000，生命加300000，攻击加4500，特殊属性暴击几率正 5%， 特殊属性
生命正3%，特殊属性天道功力正3%，魅力值加3600，名字很霸气，外形也很帅。使用后会有一条蓝色的龙环绕周遭游荡守护，十分酷。战力的加成就更不用说了，3个特殊属性的百分比加成，战力怕是要起飞。王川州看了一下背包的天神魔锤，1500个肯定是不够的。夜游的套路不砸个千把百的，你想搞这么骚气的龙，1000不够就2000，2000还不行，那就明天再战。王川州从未有过如此自信。系统帮我充值2000，谢谢。充值成功。九梦仙玉90幅，游戏 ID 白衣雅已到账2万仙玉，祝您游戏愉快。没着急花。王川州记得这游戏有仙玉翻倍的活动，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了那个活动。招财猫，您当前充值额度2000元，可抽取20次。抽取2倍、3倍、1.5倍、6倍，20次招财猫抽完。系统提示：您已达到抽取上限。2000的上限吗？王川州插掉游戏弹框，看了一眼拥有的仙玉51000。与此同时，世界频道也彻底炸了。世界频道，白帝啊，全服第3，大哥你是真有钱，今天又氪了多少？惠梨一啊，全服第2，招财猫氪完2000。苏小小啊，我就想知道大老板现在号上有多少仙玉。白衣啊，全服第1，5万1。勇敢牛牛啊，刘碧，大哥你要搞蓝龙吗？第007章，不知道，我没抽过。王川州想到昨天这个牛牛好像是个老玩家，便打字问道：够吗？不知道，我没抽过勇敢牛牛，有些自闭。蓝龙这东西在九梦仙域现在也没几个玩家有的，不是搞不起。好吧，还真是搞不起。玩夜游的那都是什么人？大多都是苦逼的上班族，或是无聊到发慌的大学生，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主。即使有一些精灵，或是上了年纪都离有钱的大叔，那也不会氪这么猛，10几万就封顶了。谁闲得发慌，玩个夜游砸这么多钱啊？玩夜游主要还是打发时间，真想玩游戏又有钱的话，市面上那么多端游不玩，那不是有病吗？我去试试。王川州没去买天神魔锤，不够直接可以用仙玉代替，不用费那是。天神宝库分为单抽、10连抽和最高的50连抽。想了想，王川州打开浏览器，下了一个鼠大侠连点器，设置好数据后，将鼠标放在50连抽上，直接启动。自己点，他怕费手，上科技最好。叮叮叮，1500个天神魔锤很快就消耗一空，5万多的仙玉也在科技加持下如流水般飞速减少，具体出了些什么东西，闪得太快，王川州也看不真切。1分钟后，系统提示仙玉不足。见状，王川州关掉连点器，打开天神仓库，密密麻麻的道具琳琅满目，好似真的是天神宝库，藏进世间一切珍贵之物。得知可得天下。在众多游戏道具中最醒目，排在第一的正是一张金闪闪的卡片。起源幻龙，抽多了。王川州看着抽奖记录，轻声呢喃，谈不上后悔。狗托金那能叫钱？使用。没什么花里胡哨的特效，就是游戏人物的中间出现一头狰狞霸气的蓝色巨龙，好似天神赐福，显得人十分的霸气。王川州打开外观设置，把羽翼、法宝、神兵等花里胡哨的外观全部隐藏，只显露出起源幻龙，这才看得真切。不错，很帅，很客观的评价。左上方的头像端显示战力更是来到了1000万出头，一条蓝龙加300多万的战力，这还是前期。百分比的加成，恐怖就恐怖在基础数值越高，其加成也会愈发恐怖。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普通玩家升1级带来的基础属性加成可能会提升1-2000的战力，而王川州升1级带来的属性加成，在众多百分比加成道具的加持下，可能会达到1-2万。夜游他是真不搞虚的。随后，王川州将其他抽奖获得的道具、材料一一使用，战力又增长了200多万。世界频道，白帝啊，全服第3，河帮，速度河帮惠梨一啊，紫菱花，1200万的战力，玩不了一点。小小啊，战力前10，幸好我昨天充的不多，万幸。离哥呀，有大老板在跨服，应该稳了吧？苏小小啊，胆子大一点，把应该去掉，再把区域放大一点。什么跨服？直接说整个九梦仙域，按大老板这个刻度，谁来也干不过。蓝色呀，战力前10，刚充了一个98，现在后悔了怎么办？白帝啊，全服第3，看情况氪吧，有白衣在，什么榜都不用想，拿个安慰奖就行。我现在稳前10就行，看你们表演了。小小啊，战力前10，你稳前10，那我稳多少？离哥呀，我现在就想知道7天后跨服开了，
其他区的榜一是什么反应。世界频道讨论的热火朝天，王川州也没闲着，先是按照惠梨一发来的群号申请加入。叮，刚申请 QQ 消息就响了起来，用户九梦仙域私人游戏管家申请添加您为好友。2000充值那个，王川州记得有个活动，充值达到2000就可以申请添加专属的美女游戏管家。当然说是这么说，是不是美女，或者说是不是女生，那就值得商榷了。同意。好友对话，小梦，您好，我这边看后台，您目前累计真实充值已经达到3000。游戏正值上架期间，我们公司推出了专属福利，7天内累计充值2万元即可获得屈服冠名。如果您有这个想法的话，我这边可以给您申请一个折扣，只要在充值7000，累计充值达到1万，就可以获得屈服冠名，还有私人定制称号、定制外观形象等众多福利。什么屈服冠名、私人定制称号，还有定制外观，夜游都这么直白露骨的吗？王川州还真是第一次见识。那麻烦帮我申请一下。嘴甜没坏处是王川州很朴素的一个观点，不熟的人，男的叫哥，女的叫姐，这是尊重，需要别的人的事说句麻烦谢谢，不会掉肉，别人听了也会很舒服。对话那头回复也很快。好的，您客气了，我这边已经给您申请了，只要在7天内累计充值1万就行，超过时间的话可能比较麻烦。可能会，潜台词就是没事，到时候找我就行。好，王川州没细问，1天2000的狗托金，再有个4天就可以，但这种话没必要说，自己知道就行。名为小梦的游戏管家又给他发了几个兑换码，说是充值达到1000和2000的充值福利。王川州回了个谢谢，便关掉了对话。切回游戏，打开好友，私聊惠梨一，申请了，同意一下。好友对话，惠梨一啊，好的，马上。惠梨一啊 ，OK。王川州看了一下群聊信息，群名叫九梦仙域90服，很直白的一个群 ID， 群头像更是游戏宣发的截图，人数显示30加，不算多，但也不少了。惠梨一啊，白一来了，你还真拉他进来了。白帝显得有些惊讶。昨天晚上一帮人无聊在世界吹牛，天南海北的唠，聊以前玩的游戏，聊往昔的辉煌，说着就有人提议搞一个群，玩夜游不怕游戏不好玩，怕的是没人。搞一个小团队的话，那游戏体验就好多了。白帝也插了一句，说试试拉白一。前面白一说待会加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托词，结果你还真拉来了。黎哥呀，呼叫大老板，快出来冒泡。大老板是什么鬼？王川州笑着吐槽。黎哥呀，外号，哈哈，不喜欢我再给你想一个。白一啊，你高兴就行。白后啊，欢迎大老板，以后玩游戏终于不用被欺负了。白一啊，你这名字。白帝啊，嗨嗨，我媳妇。白一啊，现实的。黎哥呀，现实的，我和脆皮、蓝一、弟他们都是以前游戏认识的。白一啊，厉害，祝幸福。第008章，自知很好，自卑不行。说是游戏群，但聊的话题基本没多少关于游戏的。王川州一边私人定制3级系统，回到房间，王川州就看到手机提示，名称为母上大人的用户转账2000提醒，脸上顿时露出哭笑不得的笑容。这算个什么事啊？摔小孩被家里发现了。他真不是摔小孩，前面看朋友圈心里是有了点波澜，但那只是人对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远远说不上后悔、自卑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至于糊弄小豆丁，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说你儿子一怕麻烦，二有挂，正在忙着给未来奔波，小小大礼，想什么时候去就去，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让王母误会，真是该让你自作聪明。王川州开始反省，他开始想自己是不是太过于谨慎了。出得卦很惊喜，怕膨胀，遂每日3省提醒自己不要膨胀，结果却失去了少年人本来应有的朝气和自信。要说自信，现在他强得可怕。得到系统的那一刻，他心里就确信，他王川州大小也得是个主角。小说里不是都写了，他闲暇时间也看，主角是个什么东西？玄幻世界铁定称王做祖。都是，那高低也得是个人生赢家。社会的本质就是拼爹，他王川州怕谁？是吧，系统爹？领取王母发来的摔小孩拯救资金。王川州决定换一个活法，太看不起人了。他是那种自卑敏感的人吗？叮 ，QQ 发来好友消息，是九梦仙域的游戏管家小梦，您的累计充值已经达到1万。您看您这边对于服务器的冠名，还有私人定制称号、定制外观这些有什么要求吗？王川州回忆了下，今天刚好是开区第6天，第1天充值1000，后面每天都是2000，累计充值可不是达到1万，甚至还超了1000。我想想，好的，您想好以后
告知我就行。找到90服的群聊，王川州直接@全体人，想一个服务器名字，有什么好的建议都说说，另外帮我想个称号。群里顿时沸腾。白帝啊，你冲到2万了。苏小小啊，大老板威武，大老板刘碧，需要事情吗？白衣啊，没2万，就1万。苏姐别闹，我怕你老公砍我。小小啊，我30米的大刀刚刚收回去。黎哥呀，大老板有什么喜欢的吗？白衣啊，我选择困难症，帮我想一个。惠梨一啊，惠梨一怎么样？白衣啊，伪娘滚蛋，下一个。黎哥呀，纸短情长吧，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名字，称号要不恶搞一下，我白衣啊，求锤球打球教育。小小啊，黎哥刘碧，黎哥赛高。脆皮啊 ，M 这么嚣张的吗？蓝色啊，我大老板不嚣张一下，对得起他充的那些钱，我支持这个名字，就是干，反正打的也不是我。惠梨一啊，俺也一样。小小啊，俺也一样。一群大龄复制怪。王川州吐槽完，直接复制黎哥的消息转发给小梦。纸短情长这个服务器名可以，他们的仙盟就叫这个。至于那个恶搞称号，放以前他肯定不带犹豫直接排除，但现在事实又何妨？小梦，好的，收到，你待会领取一下邮件。这么快吗？王川州小小的惊讶一下。我们都有相应的模板，套一下名字就行，您放心，如果不喜欢的话，后面还有机会。机会？再充值是吧？另一层意思是现在不能更换。没过一会儿，您重登一下游戏，服务器已经更名完了，相应奖励也发到您的邮箱，祝您游戏愉快。王川州登上游戏大厅，登录界面的服务器的确已经换了。登录界面，服务器名纸短情长，玩家 ID 白衣啊。打开服务器列表，从1服到后面清一色都是数字 ID， 唯有他们90服显得格外清新脱俗。进入游戏，领取游戏，获得称号我白衣啊，求锤球打球教育。称号很长，外形也很酷炫，2条巨龙拱卫两侧，1条凤凰环绕称号框飞行，中间几个字样也加了某种渲染，显得很是霸气，就是有点嘲讽。我白衣啊，求锤球打球教育。私人定制称号，常规战力加450000，攻击加360000，重击几率加30000，特殊属性攻击正10%，特殊属性生命正20%，使用后战力暴涨快3000万。打开排行榜，序列1，玩家 ID 白衣啊 VIP 9，职业天策人族男，等级 LV 400 4转，战力2亿，仙盟纸短情长副盟主。序列2，玩家 ID 白帝啊 VIP 6，职业霸刀神族男，等级 LV 320 2转，战力4900 7050。跨服排行榜当前4跨服阶段。名人堂，战力名人1白衣啊，服务器纸短情长，战力名人2霸气，服务器91服。今天开跨服，王川州倒是知道，不过昨天他早就下了，现在才看到实物。看了一下跨服排行榜和名人堂，第一都是他，没有任何悬念。跨服频道，小酒窝91服，你们服有脱？苏小小啊，纸短情长，有还不带掩饰的，我们服的人现在都没冲了。脆皮啊，纸短情长，小小低调点，我真怕大老板打死你。倩倩91服，你们服务器名字改了。乐心89服，霸主2亿的战力，惹不起。苏小小啊，纸短情长，别怕，我们会轻轻的，保证不痛。系统提示：霸主白衣啊，已将玩家苏小小啊禁言10分钟。小小啊，纸短情长，媳妇你怎么了？白衣狗贼，你还我媳妇！系统提示：霸主白衣啊，已将玩家小小啊禁言10分钟。跨服后，本服战力第一的玩家会自动成为霸主，也就是守护者，拥有诸多权限，如禁言、发动跨服战、分发跨服战的奖励等。王川州手痒，就试了一下，效果不错。与此同时，系统也传来久违的提示声：经验+1，经验+1，经验+1。系统提示：系统已升级，当前狗托等级 LV3，每日刷新狗托金3000元。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3，升级经验091000，每日狗托金0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205。第010章，你负责嘎嘎，我负责乱杀，可喜可贺。时隔几日，系统终于迎来了新的突破。至于狗托币200多，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王川州对此很满意，蚊子再小那也是肉，他没那么挑剔。看着排行榜上显示的
当前跨服进度4跨服、88服、89服，纸短情长91服。对他来说，这不是跨服，这都是韭菜地啊。按照九梦仙域1天1新服的进度，当前最老的跨服88服也就比他们90服多了2天的进度，其榜一在跨服排行榜上更是连前3都没进，其战力也不过6000万多一点。小伙子还是氪少了呀。群聊里众人也都在讨论跨服的事宜。老年游戏中心，白帝啊，看了一圈，4个跨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和白衣2人就能嘎嘎乱杀。苏小小啊，你负责嘎嘎，大老板负责乱杀是吧？你可真不要脸。离哥呀，按你这个说法，我家大老板也能乱杀。蓝色呀，呸，真不要脸。惠梨一啊，跨服排行榜截图88 6000万，89 8000万都不行，91倒是有个9000万的，应该也是个大哥，落后我们1天，那战力都超前面2个服了。苏小小啊，白衣，我错了，把我禁言解了吧。小小啊，大哥，我也知道错了。蓝色呀，该，你们也不怕到时候活动，人家几个跨服的人群欧我们。白帝啊，白衣啊，战力截图，当我拿出这种战力，请问阁下如何应对？蓝色啊，大哥，白衣不怕，可我们怕呀。你充了多少心里没点数是吧？4个跨服，就我们服的前十最拉垮，人家打不过白衣，还打不过你。白帝啊，说到这，他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他那是不想冲吗？刚进游戏就干了几百试水，这力度在夜游算可以了吧？谁知道冒出一个真大哥，玩尼玛夜游第1天就拿1000试水，吓得他还以为遇到了托。后面虽然误会解除，但你看大哥那架势，每天活动嘎嘎就是拉满，那小蓝龙眼都不带眨的，哐哐就是一顿抽。开区现在才几天，大哥服务器冠名都拿下了，你瞅瞅整个九梦仙域现在开了也快100个服务器，能冠名的也就大哥一个人。遇到这种大哥，这还冲的啥？你几百上千的砸进去，遇到大哥照样一刀就给你秒了。所以躺平咸鱼，高呼大哥牛逼，然后跟着混就完了。中午12点，九梦仙域的活动高峰期，整个90服的活跃玩家那是跃跃欲试，仿佛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正饥渴难耐的等待一顿大餐。可算是等到跨服了，因为有王川州的存在，90服的新服阶段那是一片和平。开区第2天就开始整合帮派，到现在随着仙盟等级的提升，能容纳的玩家上限也得到提高。但也是因为有他，90服度过新服阶段后，留存的玩家数量也有些多。不过好在昨天凌晨更新活动后，还是终于将所有人都集中到了一个仙盟内，算是完成了整合。仙武争霸，玩家以服务器为阵营，争夺中心旗帜，占据时间最长获胜。当前阵营88服、89服、纸短情长、90服、91服。活动时间一到，王川州直接点击参加。以往的活动是以帮派为阵营，王川州都是挂机让系统自动打，但今天跨服，他也想试一试乱杀的感觉。进入活动后还有1分钟的等待时间。当前频道，小酒窝91服，一手凉凉送给自己。倩倩91服，白衣啊，大哥充了多少？乐心89服，霸主冠名2万。小酒窝91服2万，有钱人。乐心，你充了多少？了心89服，霸主，我没多少，我玩这个游戏是为了等天刀公测，就随便玩玩。小小啊，纸短情长，小酒窝，怎么没看见你们服的榜一？倩倩91服，我们大哥被你们大哥吓跑了，昨天刚扛着电脑跑路。霸气91服，霸主，所以我走。王川州接了一杯水，回到电脑前时，活动早已开始。游戏屏幕中，一个身缠蓝龙的提枪少年正在人群中宛如神魔般大杀特杀。系统公告更是不断的刷屏，玩家白衣啊连斩67人，玩家白衣啊连斩68人。你别说，虽然没上手操作，但看着满屏的击杀特效，还是有点小爽。一堆人围着他砍，他的血条却宛如磐石般已然不动。过了一把瘾后，王川州也就目光放在了系统上。跨服开启后，他的经验就在不断增长。随着服务器冠名更新后，更是迎来了一波高潮。服务器冠名在夜游中很少见，一般出现，那基本意味着有 buff 大哥的出现。这里的 buff 特指整个服务器。夜游的局限性，很少会出现一款夜游同时出现几个冠名大哥同台竞技的情况，这也是经验疯涨的一大原因。升级经验3501,000，系统从3级升到4级需要1000经验，理论需要1000人知晓它的存在，并产生情绪波动，但由于可以重复获取，人数会有所减少。参加完中午的活动，王川州挂着游戏出去溜达，再不出去逛逛，他怕自家老妈把电脑给砸了。6月17日，小雨。王川州将窗帘打开，
以便吹散室内闷热的暑气。老年游戏中心，白帝啊，今天我可能上不了游戏了，谁帮我上一下好清一清任务？蓝色呀，在上班，你问问他们。苏小小啊，在外面，没时间。离哥啊，发号。白帝啊，感谢大哥。王川州瞅了一眼，就将群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鲜感没了后，加之现实的忙碌，众人对于游戏的热衷也在渐渐消散。以往上游戏，随随便便都有几十号人，现在能有10几个就不错了。每天上线，他也时不时收到有人退群的提示。倒也不是说他们不喜欢玩游戏，只是不喜欢玩九梦仙域罢了。夜游一天开一个新服，还真不是没有道理。王川州登录九梦仙域，充了1000的狗托金后，便将游戏挂着，在游戏库寻找起了新的目标：一是开辟一个新的升级地，二是他也有点厌了。3级狗托等级，每日刷新3000元的狗托金，这笔钱已经足够支撑他同时玩2个夜游的花销。对于新游戏，他没什么要求，人多就行。畅销榜序列1，游戏名称沃泽特传奇，人气10万加。序列2，游戏名称霸者天下，人气10万加。序列3，游戏名称维京传奇，人气10万加。浏览一圈下来，前5清一色的传奇。只能说夜游不愧是老年游戏中心，上了年纪的老玩家还真是多。就像他前面说的，玩什么无所谓，主要是为了刷经验，旋即便加入了是兄弟就来砍我的游戏行列。王川州也想感受一下90年代游戏霸主的魅力。第011章，新时代的大旗，舍我其谁。3天后，王川州直接选择溜溜球。好家伙，第一天他充了2000狗托金，毫无争议的拿下所有榜单的第一，但反应平平。他心想，大叔们什么场面没见识过，明天可能会有效果。第2天直接将所有狗托金梭哈，惨遭滑铁卢。第3天他还不死心，想着3天氪到8000，怎么也得给点反应啊。结果反应是有了，但很少，几乎忽略不计。王川州悟了，受众不一样，喜欢传奇的玩家都是些什么人？清一色的大叔，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他们对金钱的认知和年轻人不一样。别说8000，你就是几万，人大叔不是要养家庭，反手就教你。年轻人什么叫华夏第一代网络游戏玩家？玩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是消遣，更是一种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的媒介。你是大哥，关我卵事，我就上来砍砍 BOSS， 打打杀城。人家大叔早已没了往昔的争强好胜，心态更是稳的一匹，想让他们产生情绪波动可以，但你得加大氪金力度，最起码也得砸个180万的。再说了，年轻人，你也不打听打听，当初我们玩传奇的时候，那大哥砸钱可比你很多了。知道 8L 吗？知道什么叫别拿你的棺材本挑战我的零花钱吗？王川州知道这些，还是世界频道一帮大叔在那忆往昔岁月的时候瞅见的。他还去搜了一下，到底是何等人物，能让一帮大叔过了这么久都还久久不忘。结果 8L 传奇第一人，传奇花销2000万的顶级神豪大佬，一人单枪匹马拿下沙巴克。传奇那个年代的2000万，只能说有钱人真多。王川州看得啧啧称奇，从某种方面来说，这可是他的前辈，给他时间，他也能。按照狗托系统的升级规律，每升1级增加1000的狗托金，不需太久，他也能做到如此程度。随着搜索结果的展开，王川州也了解了其他游戏的神豪玩家，还有他们的事迹，只能说恨不能生在同一时代。他们这一代好像还没什么封神的大佬出现。王川州顿时有了新动力，新时代的大旗，舍我其谁。不过传奇还是算了，真玩不了一点。王川州默默退出游戏，再卸载游戏，又把传奇的游戏管家也给删了，给不了回应就别打扰了，大家互相安好。6月20日，微风。王川州电脑上挂着2款游戏，一个九梦仙域，另一个是他新找的游戏，一款叫创世神曲的西幻类游戏，玩法都大差不差，他也就没费心思，默默当一个沉默高冷的氪佬。游戏大厅最近新推出一个类型游戏中的 VIP 系统，大玩咖，用户名称初秋虎，王川州 Q 昵称，咖值2万，当前等级大玩咖1万以上，距离超级大玩咖还差3万。共享大厅所有游戏专属称号，充值加赠特权，专属游戏礼包。这不刚进创世神曲，什么都还没干，王川州就领了一堆东西，一个大玩咖的专属称号，一套专属时装，还有10张抽奖券和其他游戏道具，在众多新玩家中脱颖而出。九梦仙域的经验已经趋于一个饱和，王川州平时挂着让系统自动做任务就行，充与不充，经验都是4平8稳，就突出一个心如止水。加之
玩了也差不多10天，王川州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冷淡期。夜游的玩法对于那些时间不多的人来说，正好，轻轻每日任务，挂机打 BOSS， 有时间就参加活动，没时间系统也会自动进入。实在不行，第2天也还可以找回。但对王川州来说就很无聊。创世神曲游戏官方群，小初秋虎玩家截图，大王咖不是刚出就有人冲到了，龙冲多罕见啊！群里好几个大哥都有了，只要是今年充值达到的都有，1年清一次，这是新区的。北利新区223伏的，刚进游戏就看到了。达尔哥之恋，那你们应该舒服了。这垃圾游戏没大哥，跨服根本没法玩。老区天天有人在跨服杀人，那是一个 BOSS 都别想沾，也不知道是不是拖。伤心一个人，前几天群没看吗？这沙比游戏要不是充了几千，早踏马不玩了。刚跨服的时候我榜1，第2天就冒出一个新号，直接超我。小是大哥无疑了，世界一直在刷大哥充值的公告。伤心一个人小，听我一句劝，这垃圾游戏别充钱，一群沙比拖，领邮件就能轻松超你。小怎么看是不是拖？伤心一个人不说话，在线时间长，还氪的贼猛的，一般都是拖。小我私聊一下。小同意我好友了，但没回我。伤心一个人，那你小心了，最好别充钱。另一边，王川州看着好友私聊显示的消息有点懵。小大哥你们当拖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吗？嘴严还会刺激消费。初秋虎长得帅吗？小初秋虎长得不帅不要，我们这行主要看脸。过了一会儿，消息是没回，但系统却传来一道提示声：经验+1，经验+1。王川州操作鼠标的手停顿了一下，脸上更是露出古怪的神色。这也行？摇摇头也没在意。谁知道是九梦那边来的，还是这个逗逼奉献的，无所谓了。无关风雪，我提序等你回。喂，川儿，你有什么想要的没？我们马上回云安了，赶紧说，过时不候啊。王川州随意道，给我带个有特色的就行。那我就随便带了。行，什么时候回云安？大概明后天吧。到时候见。挂断电话，王川州将视线继续放回屏幕。创世神曲相对来说比九梦仙域良心了许多，他3000的狗头金花了1500就没地方花了。玩家小发了一个价值10灵金的工会招募红包，附言工会来活跃玩家。王川州点击抢红包，获得5灵金，运气不错。灵金是创世神曲的充值货币，充值比例也是1.10分，5灵金差不多等于5角钱。第012章义父此言当真。靠在藤椅上，王川州从运气不错呀的想法中抽出，脑海中紧接着闪过一个念头，是了，只要产生情绪价值就行。他刚刚领取红包后的第一反应是运气不错，10灵金的红包他抢了5灵金，这不是运气不错是什么？情绪产生了吗？肯定产生了。王川州玩夜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经验，不然他一个年轻人闲得蛋疼来玩夜游，是端游不香吗？按照系统机制，只要对他的游戏行为产生情绪反应，都可以获得经验，那发红包产生的情绪应该照样可以获得经验。试试看，想到就干。王川州点开世界频道，找到一个红包图标，瞅了一眼自己的灵金数量35000。创世神曲也有类似于招财猫的充值反馈活动，紧接着选中自定义输入，总红包1000灵金，数量为最大的20个，然后点击发送。系统提示，请创建或加入工会，方可使用红包功能。靠！王川州无语了，找到工会界面，瞅了一眼，没对眼的名字，索性自己搞一个。工会名：初秋。系统提示，请购买工会号角。工会号角200灵金，20块的东西便宜。购买成功后，点击创建工会。工会名称：初秋。会长：初秋虎。工会排名9。工会人数1%。创建完，王川州继续发红包。玩家初秋虎发了一个1000灵金的工会招募红包，附言无。发送成功，立即看系统面板，经验值显示为经验+1，经验+1，经验+1，升级经验4501000，果然可以。王川州大喜过望，看了一眼还有34000的灵金数量，突然感觉创世神曲这个游戏好好玩。对不起，创哥，前面是我错怪你了。继续发，消费是不可能消费的，他在游戏中得花多少，又需要多少才时间能收割这么多经验？但现在一个价值不过100的游戏红包，就为他带来100的经验值。想了想，王川州干脆又做了一个试验。打开红包界面，在复言上写上工会加一个人，发一个红包，点击发送。红包很快就被抢完。世界频道，叶小角，义父此言当真？南起，大哥等我，马上退工会。
可甜可咸，卧槽，这游戏的大哥都这么豪横的吗？我决定老死此区了，大哥等我。系统提示：玩家叶小脚加入公会。系统提示：玩家可甜可咸加入公会。这些都还不是主要的。经验加1，经验加1，经验加1，升级经验6501千，狗托币310，可以。王川州将公会审批成所有人都可加入，无需审批，接着便开始兑现诺言。灵晶，那能算是发？与此同时，创世神曲游戏官方群，小游戏截图红包，我们福的大哥自己搞了公会，一直在世界发红包，每一个都是1000灵晶的满额度，还说来一个进公会就发一个，现在已经发了20多个了，这应该不是托吧？伤心一个人，你们区的那个大玩咖龙冲，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北利这么生猛的吗？达尔戈之恋，刘碧，这踏马是充了多少？灵晶找不到地方花是吧？小灵晶截图，公会成员人数截图，我一个人就抢了快1000的灵晶，公会的人也跑得差不多，我也马上解散公会，投奔大哥去。龙冲，新区223是吧？折扇系美人小，你怎么抢这么多？我就抢了800多一点。小嘻嘻，运气好。北利，创建角色截图，号已创，正在做任务，等我，让大哥等我，我马上就到可以加公会的等级了，让大哥等我啊。达尔戈之恋，垃圾，我都快20级了。周白点，几千灵晶而已。灵晶截图，来11幅，我给你们发。伤心一个人小，告诉他大哥发了多少了。小红包达人初秋虎，累计发放灵晶数量30000游戏截图周白点。伤心一个人马德，这游戏可以双开吗？我也想去223玩了。达尔戈之恋，可以，我也双开，老区养老，新区跟着大哥玩，没准战力最后比老区还高。而此时，王传洲靠在藤椅上轻呼一口气。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4， 升级经验1032000，每日狗托金0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455，大丰收，真正的大丰收。3000的花销直接让系统从3级升到4级不说，狗托币还涨了200多，每日狗托金也来到了4000的额度，堪称完美。公会名称初秋，会长初秋虎，公会排名1，公会人数100-100，公会频道龙冲，感谢大哥。达尔戈之恋，感谢大哥。大哥刘碧，折扇系美人，感谢大哥。王传洲关掉系统，乐得合不拢嘴，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也没理会这些彩虹屁。我给钱，你们给经验，大家各取所需，各自安好。这才是夜游的正确打开方式，什么榜1，什么拉满都是浮云。你给夜游玩家讲这些，在公会把几个说话好听的人设置成管理，直接当甩手掌柜。切回九梦仙域，想复制一波，但找了一圈也没发现什么红包功能。垃圾游戏。王传洲恋恋不舍地关掉九梦仙域的游戏界面，叹了口气。同为夜游，为何差距如此之大？第013章，每日狗托金1万元。6月25日，诸事皆宜。老年游戏中心。白弟啊，靠，煞比公司，周末还要加班。离哥呀，呼叫大哥。离哥呀，大哥也无能为力，我这已经上了小两口子的，还有蓝色的电脑卡的一批，我室友都怀疑我是不是看片。脆皮啊，话说好几天没见大老板说话了。白衣啊，在玩其他游戏。会离异啊，所以爱会消失是吗？白衣啊，小熊摊手，无敌有时候也是一种寂寞，说了你也不懂。蓝色呀，玩的什么？白衣啊，一款西幻类的游戏，创世神曲，还不错。白弟啊，白衣啊，大哥你弃坑的时候，请务必把你的号给我，我帮你玩。脆皮啊，你这算盘打的，我在南澳都听见了。会离异啊，白衣也要弃坑了，马德，这游戏是越玩越没意思。王传洲没再回复，弃坑现在还真不至于，但这是早晚的事。夜游的小鱼塘已经快容不下他这条已经发育好的大鳄鱼了，加之夜游的玩法，说实话都是老一套，换个名字，换个建模，又是一个新游戏。时间久了，真会腻。这几天他除了在群里唠嗑，九梦的游戏都很少上。九梦仙域的游戏管家小梦都发了几次的消息，他直接说完的没意思，小梦也就识趣的没再打扰。发现刷经验的密码后，他的发育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除了创世神曲那边，他又找了几个新游戏。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10， 升级经验10301500000，每日狗托金1万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
狗拖币5455，5天的时间，系统直接从4级飙升到10级，狗拖币更是达到5455的巨款，每日狗拖金也来到了1万的额度，用不完，真的用不完。5万的升级经验，看得王川州脑瓜子生疼。夜游才多少活跃玩家，他就是使出金钱攻势也没招，池子太小，鱼儿就这么多，就是用饲料把鱼塘填满，那也捞不到多少肉。王川州也有了转战端游的念头，现在只是想着能捞一点是一点的朴素观点，再坚持。忽然群聊提示声响起，打开消息，黎哥呀，大老板怎么样？王川州放下手中的西瓜，擦了擦手，问道：什么怎么样？白弟啊，大哥你是真不看消息啊？黎哥呀，企鹅马上有一款新游戏要公测，我和室友到时候也要去，就问大老板你去不？我好抱大腿，嘿嘿。白衣啊，行啊，都有哪些人？蓝色啊，群里目前就黎哥一个人，你去的话就2个，我是去不了，端游太费时间，没时间，而且现在的游戏我也玩不明白。白弟啊，我也是，夜游挂机玩玩还行，不费事，端游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小小啊，不是，我刚回家，你们就聊这个。惠梨一啊，要散伙了。苏小小啊，什么散伙？要开席了吗？吃的什么？白衣啊，一起去玩玩呗。白弟啊，我也想去，但年龄大了，没时间，也没那个精力。你们去吧，别退群就行，没事回来吹吹牛就行。黎哥呀，没事，那游戏还有几天才出，我们还能一起再玩一段时间。白衣啊，也行，到时候你群里叫我就行。群里气氛一时间有些伤感，倒不是因为离别，而是通过这件事让不少人认识到，他们好像真的大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想当初，他们也是熬夜通宵血战沙巴克的少年，现在也只能在众多夜游中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感叹时光的无情。王川州把群消息的屏蔽解除，他们虽然才相识10几天的时间，但通过游戏这个媒介，却仿佛认识了很久一般好友。平时在群里，大家无需顾虑现实的种种，没有年龄，没有贫富，更没有面具，只有玩家这个身份，一起吐槽，一起吹牛，一起唠嗑。怎么说呢？他们更像是一群精神共鸣朋友，虽然彼此有不同的身份，现实见面也可能谁也不认识谁，但却因为有相同的爱好，相识相知。这可能就是游戏的魅力所在。蓝领室，一个上半身赤裸的年轻人，双手在笔记本上噼里啪啦敲击，屏幕上一个名为老年游戏中心的群聊正不断浮现新的消息。黎哥，午饭吃什么？王黎哥回头看了一眼准备出门的室友，随意道：都行，随便给我带就行。室友凑上前看向电脑屏幕，好奇道：谁是你说的大老板？这个白衣啊，我玩夜游认识的大哥，不过我们一般都叫他大老板。我刚问了，他也要去玩天道。王黎哥指了指群管理那一栏，行吧，你玩。室友摇摇头，起身道：那我随便带了。对这个大老板，他从室友王黎哥的口中听得太多了，虽然他对夜游不感兴趣，也不认为夜游能有什么真大哥，但玩游戏嘛，多个熟悉点人也好，最起码比在网上乱找撞运气的好。另一边，王川州看着电脑上的游戏大厅，略显沉默。征战了半个月的游戏，砸了也有5万多，体验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视角，更也认识了一群跨年龄的游戏好友，了解了很多成年人的故事。莫名的想到曾经背诵的一首古诗：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华夏的教育是一个闭环，初诵不识意，回首已是万般感悟。云安市秋云路 KFC， 你这是发财了。吕少林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手上拿着一个鸡腿，一边啃一边用看外星人的目光望向自己的好友。一只炸鸡，几份薯条就是发财了。王传洲回得很随意，并没有太当回事。游戏里几千几万都花了，虽然因为系统的缘故，也只能在游戏中花，但他的心态早已不是当初。再说了，吃一顿洋快餐能贵到哪去？你请客，说什么都是对的。啃了半只鸡腿后，吕少林好似想到了什么，从兜里掏出一条麻绳编织的手链，上面还挂着一块小木牌，写有平安2字，递向王川洲。于姐给的。王川洲心里突然一动，却听吕少林紧接着又道：咱班每个人都有，于姐说是送大家的毕业礼物，玩得怎么样？王川洲接过手链，手感没想象中那般粗糙，虽然一眼就能知道这是批发的，价值也不贵，但有些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第一次，他觉得高中有个南于安这种班长是件很美好的事。总体还行。吕少林放下鸡腿，略微无语道：不过有句话你说对了，人多了屁事就多，马德。随后就是一顿声讨，他是坚定的班长马仔，谁和班长不对付他就声讨谁。王川洲嘴角含笑，静静听他吐槽。吕少林说着也没辙，唉声叹气的惋惜着，
要是当初如何，现在又如何？扯淡！只要还是那帮人，结果也变不到哪去。少年少女的好感不需要什么理由，讨厌更是来到莫名其妙。南于安虽然在他们班声望颇高，但他不是圣人，自然做不到每个人都喜欢。不过这些少男少女的勾心斗角，和王传舟都没关系。毕业了，马上都要奔向自己的未来。作为新晋挂壁的未来，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有那功夫都不如琢磨一下怎么在游戏中潇洒去。现实暂时还潇洒不起来，但游戏可就随他造了。一天1万的狗驼金，怎么潇洒怎么用，花就完了。第014章，万客玩什么体验都好。告别吕少林后，王传舟回到家，洗了个澡，简单擦拭后，拿起手机，打开南于安的好友，发了一条手链很好看，谢谢南大班长。很快，对方也回了一条消息，那你有给我准备毕业礼物吗？王传舟不由一愣，南大班长什么时候这么直白的？一直都是。那没事了，有，不过我还没想好，你等我好好想想。现在肯定有，没有也得有。南于安出去旅游都记得给全班的人准备毕业礼物，王传舟没那么不爱的心，但回个礼的心不缺。行，我记住了，敢糊弄我，你知道的。呲牙！王传舟摇头轻笑，直接放下手机，拉出藤椅，拨弄了下头发。他不喜欢在夏天吹头发，虽然干的时候不是很舒服，但现在舒服就行。打开浏览器，搜索起企鹅的新游戏。7月1日，神刀版本震撼公测，100万 Q 币亲情奉送，预约新区赠送江湖畅游好礼，助力玩家策马江湖。只能说不愧是企鹅，刚输入关键字，密密麻麻的搜索结果就如急雨般涌出，又是震撼又是100万 Q 币的，这宣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丁私聊，黎哥，大老板，我找了个公会，群里有不少老玩家，公会还有专门带萌新的，要拉你进群吗？初秋虎，拉吧。黎哥，盛世烟雨江南备战首区水龙营。好了，大老板你同意就行。王传舟看了一下群人数，端游就是端游，一个帮派的备战群就有100多号人，属实是夜游见了流泪，他见了也得眼馋。刚进群就弹出一个群公告，群公告，本群为帮派备战群，请勿拉其他闲人进群。公会 YY 频道5200，有时间的兄弟都来 YY 挂一下马甲，认认路，不懂的兄弟可以看后面的详细介绍。本帮为战斗帮，需游戏与 YY 保持同步，友好讨论，文明交流，很正规。这是王传舟的第一印象。群里也是热闹的很。盛世烟雨江南备战首区水龙营，萌新找师傅，平民适合玩什么职业？夜藏固定对收万客，奶妈天香，坦克神威都可以，副本需求大，野外战斗也有不错的体验，不过还是看你喜欢什么。陈，新职业神刀推荐吗？夜藏固定对收万客可以玩，新职业一般都很强，不过新区估计会多到泛滥，看你选择。萌新找师傅，谢谢大佬。半醉，万客什么职业体验好点？盛世执剑人，万客玩什么体验都好。新区时装预定联系半醉，禁区可以联系我，5折出时装。夜藏固定对收万客新区时装预定联系天赏哥来了。话说你想刷什么天赏？新区时装预定联系，刷个白发就行。盛世执剑人新区时装预定联系，别在群里刷这些。盛世执剑人全体成员要找代练，要刷天赏的，要么去工会频道找工会指定商人，工会指定商人都是交了押金的，安全有保证。本群管理不担保任何私下交易，谨防被骗。新区时装预定联系，知道了。马德，刷个天赏能骗什么？群提示：管理盛世执剑人已将用户新区时装预定联系禁言。盛世执剑人，再说一遍，新区骗子多，所有兄弟都小心点，谁也不知道谁就是骗子，不懂的多看看群公告，别被骗了才来找我。另外，群里禁止私人打广告，警告不听就别怪我禁言。群提示：用户新区时装预定联系已退群。哈哈，窥屏的王传舟是真没忍住，这个帮派的管理是真的刚。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天赏，但应该值不少钱。这种钱在克老，说禁言就禁言，那是真一点面子都不给。那哥们也是硬气，直接退群。经此一遭，群里短暂的沉默一会儿，不过没过多久便又恢复了往昔的热闹。王传舟还是默默窥屏，一边看通过搜索的结果了解天刀的游戏信息，一边看群里的玩家反馈，时不时也会问几句，主要都是问一下游戏的问题。天赏搜索结果：天涯明月刀 OL 游戏内消费积分，可以通过购买时装、道具等游戏道具获得1元等于10天赏，主要消费途径为游戏内的天赏商城购买专属的天赏时装或道具。
度娘还是一如既往的可靠。半个小时后，王川州觉得大概了解了天刀的游戏信息，顺便下载好 YY 软件，按照群公告的频道号码输入。盛世公会备战首区水龙营，招募冲榜大佬、赞助金主、工会管理各类玩家。好家伙，频道打广告！王川州看了一眼频道在线人数，人不是很多，只有几十个。不过频道中的帮派频道有10数个之多，他还看到了盛世烟雨江南的专属频道。如果每个帮都是100多号人，这就是1000多人，有点离谱哦。进入默认的接待频道，频道内挂着一个 ID 为77盛世接待的红色马甲用户。王川州桌上的音响也随之响起了一阵轻缓的背景音乐。欢迎15721，欢迎这个白马叶子，请问你是加帮还是咨询？王川州刚注册的 YY 号，什么都是全新。接待频道不能开麦，王川州只能在屏幕上打字，麻烦给个马甲，我是烟雨江南的。好的，不过马甲我给不了，你可以让你们帮在线的管理给一下。77礼貌的回应，他们接待的权限只有接待，其他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好吧，谢了。王川州切到烟雨江南的备战群，@执剑人，麻烦来 YY 给个马甲。你 ID 叫什么？王川州看了看自己的一串数字 DI， 嘴角微微一抽。接待频道的这个数字 ID 后面还有一片小叶子的这个就是我。叮，全频道管理盛世执剑人烟雨江南已将您的频道权限提升为会员。王川州看着自己的新马甲，蓝色的，这种靠颜色划分权限等级的设定还挺新奇。谁权限高权限低看颜色就行，一目了然。第015章富贵，人如其名。又是一声叮铃声，回过神来，王川州已经从接待频道来到了烟雨江南的帮派频道。紧接着频道内传来一道男声，有麦吗？有。行，马甲改一下，格式我发公屏了。一顿操作，王川州的马甲也变成了盛世富贵烟雨江南。富贵他的新游戏 ID 没什么特殊含义，就是莫名想到觉得不错，然后就用了。萌新？怎么看出来的？执剑人瞅了眼那堪称寒酸的叶子号，你的 YY 号？玩天刀的人很少有不用 YY 的。王川州恍然点头，看了下烟雨江南的频道，就3个人，一个他，一个执剑人，还有一个 ID 为青山不醉的黄马。执剑人也闲得发慌，刚好来了个新人，闲着也是闲着，便主动开口。新区想玩什么职业？没想好。是真没想好。看网上的资料和视频，王川州都挺喜欢的，用剑的，用枪的，道士、乞丐、纹身，真是很难抉择。有什么推荐吗？这个我也没什么好的推荐，主要每个人喜欢的职业不一样。不过神威和天香最吃香，打本和野外打架必备的职业，喜欢什么就玩什么。不过最好找个固定队一起玩，游戏体验会好很多。明天帮派会组织找固定队的活动，有兴趣可以来 YY 参加一下。执剑人很是客观的介绍，也没说什么，氪多少才能玩什么职业都是狗屁。有钱人玩什么职业都是大哥，没钱玩什么职业都是牛马，不存在职业强不强，只有你充的多不多，充的多了，奶妈照样输出第一。我和朋友一起玩的。那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在群里问，或者来频道找我。开区前闲得蛋疼，无聊的要死。执剑人吐槽。执剑人闭麦后，王川州也将 YY 挂在烟雨江南的频道。登录游戏大厅，闲着也是闲着，多割点韭菜也好。老年游戏中心，黎哥呀，白衣啊，大老板感觉怎么样？白衣啊，目前还行，具体的要进游戏再看，不过肯定比九梦好玩。白弟啊，你这相当于是废话，夜游能和端游比？黎哥呀，大老板，你想玩什么职业？白衣啊，神威吧，我挺喜欢这种军旅职业的。小小啊，图呢？有图吗？我看看。黎哥呀，神威视频，那我玩个太白，我室友想玩丐帮，再找个天香，我们这个固定队就差不多了。话说，大老板你天刀还叫白衣吗？白衣呀，一直用一个 ID 腻了，天刀现在暂定 ID 叫富贵。苏小小啊，这个 ID 好，不愧是大老板，名如其人。脆皮啊，很难不赞同。不过你们去玩的那游戏，大哥应该挺多的吧？大老板有没有信心再拿第一？黎哥呀，何止是多，简直多到离谱。说句万客不如狗，10万客遍地走也不为过。白衣啊，玩游戏高兴就行。小小啊，别上头就行。我以前玩传奇的时候，上头直接把1个月的生活费都干了进去，那个月直接啃馒头，现在想想都觉得傻逼。白衣啊，那倒不至于。话题说到这就歪了，一群老年大叔纷纷说起了自己玩游戏时的丑事，自曝玩的嗨起。见状，王川州起身从客厅冰箱拿出剩的半块西瓜，
举起勺子挖了一大块，乐滋滋的吃了起来。至于第一什么的，他很有自信。从网上的信息来看，天刀的排行榜和他玩的其他游戏不一样，分为总榜和门派榜。总榜顾名思义就是对所有玩家进行排序，而门派榜就只是对本门派的所有玩家进行排序。总榜没什么奖励，门派榜排名第一的玩家是大弟子，前10则是10大弟子，前100是门派100强。总榜第一要看情况，但拿个门派第一，那不是手拿把掐。一天1万的狗托金，他不知道怎么输，甚至为了稳妥一点，他还决定这几天的狗托金都暂时封存，留着7月1号开区再用。吃完西瓜，王川州的父母也回来了。老王同志看着几天不见，明显有精神的儿子，好奇地问：“你今天这是遇到什么好事了？有女同学和你告白了？”在他们家，早恋并不是一个禁忌，相反，王爸对这方面看得很开。可能他自己当初也是早恋的一员吧，深知少年时期的懵懂爱情也不全是坏的，当然要有分寸。王川州笑道：“谁瞧得上您儿子跟朋友聊天来着？”亲娘听见这话就不高兴了，上来就是一通爱的指点。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还能有丑的？王爸无言摊手。王川州陪笑说错了。一家人开始忙活晚饭。小豆丁还在学校，所以只有一家3口。饭桌上，王爸聊生意的进展，说谈的差不多了，过几天就签合同。王母则说少喝点酒。王川州默默化身干饭人，利索吃完，说了句吕少林找，就直接溜出了门。人老夫老妻的秀恩爱，他在这杵着做什么？出了门，打电话把小伙伴叫了出来，一伙人直接去网吧开黑，然后被喷到晚上10点多回家睡觉。6月26日，天气预报有雨。王川州睡眼惺忪的起床，就立即打开系统面板，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10， 升级经验10789500000，每日狗托金1万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当前可用狗托金2万元，狗托币5460，经验还在涨，狗托币也涨了点，不过涨幅都不大，无所谓了。王川州现在心态稳如老狗，主要是每天的1万的狗托金让他有点看破红尘的赶脚，在同龄人还在为网费和吃点好吃喝点想喝而困扰如何向父母要钱的时候，他已经偷偷攒下了5000的小金库。经他手流向各大游戏公司的钱，那更是几万几万的恐怖数字。起床，起床！打开某宝，开始搜索起送女生的礼物。王川州怕后面自己给搞忘了，但搜索结果不是香水就是鲜花，看得他肝疼。大哥，都2016年了，能不能有点新意啊？在费了几根头发后，王川州挑了一个旅行相册，不贵，也就80多块钱，价格不会太唐突，就这个了，掏出手机支付。王母给他的2000摔小孩资金都没花。至于狗托币，那是王川州的后备隐藏能源，能攒就一直攒，除非真没钱了。离开学还早呢，他现在还真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一番洗漱后，王川州没像往日那样在家玩游戏，而是打车直奔郊外的虎口村。他今天要去爷爷家，顺带给老王同志送点东西。云安是一座位于南方的边陲小城市，虽然由于近几年的拆迁热诞生了不少暴发户，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小城市的拆迁能有多少钱？几十上百万就顶天了，更别说很多人还守不住这个钱。所以整个城市的外貌还是他小时候的印象，变化不大。第016章，有奥特曼吗？王川州在虎口村待到29号，一直到快递给他打电话，这才告别两老，踏上返家的路。车上，王川州找到南云安的好友，在云安没？那头回得很快。怎么了？是我的礼物到了吗？可我现在和家人在外面，要不你帮我放一段时间，我回去找你。单看这几条消息，王川州都能脑补南云安那从疑惑到欣喜再到可惜的变脸过程。对他没在云安这事，他也有所预料。这姑娘的空间全是全国各地的旅行照片，想不知道都难。当然，这些都是从同学口中得知的，他可没去看，也进不去。要黄钻，南云安家在云安算是顶好的那一列，具体干什么的不知道，但他老爸开了一辆小奔驰，王川州可是印象深刻。行，我现在在东海，这边有不少贝壳的工艺品，你有喜欢的吗？我给你带一个回去。照片，照片，照片。王川州点开照片看了一圈后，打字道：有奥特曼的吗？有的话给我带一个，没有就算了。哈哈，行。小熊肯定。夏日的风从车窗外窜了进来，让王川州的心情不由大好。回到家，洗了个澡，又换了身衣服。王川州见没人在家，转身去楼下小卖铺买了瓶可乐。山中无老虎，谁管他喝不喝的？猛猛畅饮一番后，系统当前可用狗托金4万元，狗托币5470。望着高达4万的可用狗托金，
让王川舟雀跃而又兴奋。一个高3毕业生何时拥有过这么多钱，更别说用这笔钱玩游戏。至于前面花的那些系统代充，他只是确认，根本没有实感。眼前这4万虽然也没有实感，但他数字多呀，看着就高兴。随着得到系统的一系列事件后，王川舟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具体表现就是整个人显得活泼了不少，更像一个青春洋溢的少年。现实的事处理的差不多，接下来就是安心玩游戏。第一目标，先拿个大弟子玩玩，系统升不升级的都是其次。玩夜游那种为了升级而玩的感觉，他着实是吐了。现在只想好好享受游戏的快乐。想拿大弟子，钱是必需品，但也需要技巧。第一时间，王川舟就想找人帮忙。盛世公会就有专门的冲榜代练，还有天赏代刷的商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但转念一想，不成啊！他虽然没问过具体价格，但网上可有相关数据。游戏的花销他不怕，但代练的费用……王川舟看了看自己的小金库，狗托币没什么变化，还是5000多。得，只能自己来。盛世公会频道，随着开区的日期逐渐临近，各大管理也开始催促玩家上 YY。一是提前统筹了解底细，看看有多少人，各帮的备战情况；二也是为了给背后赞助的金主信心。看我们这么多人，拿个总舵，那不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虽然现在盛世还没金主，但都不碍事。盛世烟雨江南频道，王川舟这是第2次来，人变多了，多得离谱。但是他们频道就有140多人，整个盛世公会加起来更是达到了2000人。他刚跳进频道，就听到一道略显兴奋的声音，还有那熟悉的称呼：“大老板，你来了。”然后，刚刚还宛如菜市场般喧嚣的烟雨江南频道，顿时为之一静。能叫大老板这个称呼的，也只有和他一起玩九梦仙域的离哥了。王川舟在频道100多个马甲中找了一圈，也没发现离哥在哪。离哥，是我还以为大老板你不玩了，这几天给你发消息，你都没回。离哥仿佛感受不到频道的诡异气氛，依旧热情道。频道有人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问道：“离哥这是？”离哥也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频道气氛不对，当即解释道：“我朋友，大老板是我们之间的称呼。”听到这话，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马德，你吓死我！我还真以为是那个大佬，吓得我麦都给闭了。不过你这个朋友的称呼有点东西啊，富贵。你以前的游戏 ID 是叫大老板？是啊。王川舟没去解释什么，只是含笑点头，好听，意义也不错。那为什么不继续用大老板这个 ID， 换换口味？话说，富贵，你新区玩什么？神威吧。离哥见终于过了这茬，心里也松了口气，想了想，找到王川舟的好友。大老板，抱歉，我的叫习惯了，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种局面。见离哥发来的私聊，王川舟倒不觉得有什么小问题。旋即又好奇道：“不过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麻麻的，他当时也懵了。一句大老板就有这种威力，这不明天开区了吗？闲来无事，我们就在一起闲聊。他们说这次新区有不少其他游戏的大佬也要进区，大家也聊了起来。然后我看见你来，下意识就喊了。懂了，就是一场乌龙。临近开区，整个盛世公会频道都显得极为火热，烟雨江南也不例外，100多号人聚在一起，那场面可想而知。有人在找固定队，有人找师傅，还有人找情缘。会玩，还有人表演才艺。帮主青山也不含糊，直接现场组织并放言，表演的好，禁区找他领100金。你别说，还真有几个妹子唱得不错，古风的歌曲，温婉的腔调，再搭配现场的气氛组，那叫一个精彩。不少男玩家也有些手痒。王川舟没才艺，只能当气氛组，总不能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个氪金吧？那多没劲。哥，你女朋友？小豆丁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他身边，侧耳听了一会儿后，用一双清澈且愚蠢的水汪汪小眼紧紧地盯着他，仿佛要抓住他接下来任何说谎的痕迹。好听吗？王宇莲狠狠点头。好听。那现在听完了，你可以去上学了。王川舟看了下时间，直接将小豆丁推出卧室，顺手把他的米老鼠书包挂上。我要告诉妈，你偷偷谈恋爱。快点，待会迟到了，要告回家再告。开玩笑，他会怕。你当你哥是刚上初中的小初丁？第017章3年高考5年模拟。7月1日，一个平平无常的日子。不过王川舟还是早早的起床，刚走到客厅，就看到小豆丁满脸嘚瑟的看着他，亲娘也在一旁眉眼抬笑。真告啊！你妹说你谈恋爱了？谁啊？是你们同学吗？哪的人？有照片吗？给妈看看。假的。王川舟急忙打断施法，他怕亲娘再说下去，
他孩子的名字都出来了。假的？王母审视的打量了他一圈，不甘道：你妹说在你房间听见有个女生在给你唱歌，没谈恋爱人会给你唱歌？妈，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不是给我唱，而是给一堆人唱？真没谈？没。王母见他不像说谎，直接不装了，把王川州面前的碗筷一撤。行，那你自己出去吃吧，我没你这个儿子。王川州亚麻呆住。不是，我才多大啊，您现在就这么催？哼哼，小豆丁见亲哥被唬，更加嘚瑟了。再哼，放假我掏钱给你报补习班。王川州还不信了，他治不了一个小豆丁，一个补习班不够，就2个，外加全套中考资料。再不行，直接上3年高考，5年模拟，提前备战。哥，吃饭。王宇连一个机灵，又把王川州的碗筷递了过来。王母懒得看2个活宝，才放下碗筷，兜里的手机就像收到了轰炸，嗡嗡响个不停。盛世烟雨江南，盛世青山不醉全体成员在线的兄弟速度上 YY， 等待开区，所有管理开始联系人，务必通知到位，保证全员到达。黎哥，大老板醒了没有？黎哥，不是，大老板你怎么睡得着的？昨天帮主说新大区人肯定很多，要是没进去，后面排队怕是要排死人。黎哥，我一个晚上没睡，和室友喝了1箱红牛。牛逼！你们是真牛逼，玩个游戏硬是玩出了干仗的架势。他昨晚睡得可香了。放下手机，王川州瞄了眼客厅，见亲妈送小豆丁上学去了，当即转头去楼下买了几瓶罐装的可乐，随后才慢悠悠地开启电脑。一进频道就听青山不醉在叮嘱，都看一下客户端，没更新的抓紧更新，游戏 ID 什么的都提前复制好，别被人提前注册了，脸也别捏了，后面会送易容单，到时候慢慢捏，你就是捏1天都没人说你。第1天先升级，升到23级开麦和我说，如果到时候我还没创帮派，你们就创完我转钱给你们。职业还在犹豫的，现在赶紧想一想，别到时候进去玩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喜欢，再重新练号很麻烦的。另外频道别闭麦，觉得吵的自己找个单独的频道挂着，耳机戴上，随时会提前开区，工会有专人盯着，一旦提前开区会发频道广播，别到时候你们没听见排队进不去。青山不醉在这一刻宛如一个操心的老妈妈，不过烟雨江南的众人都耐心的听着，尤其是第一次玩天刀的萌新玩家，这些可都是老玩家写的教训。王川州也才发现进游戏还有这么多讲究，点开天刀客户端，果然发现有新的更新。公测的新大区天命风流也已经刷新，旗下分布3个服务器，锦鲤超、枯叶蝶、千秋月，不过现在还都是灰色状态。盛世选择入驻的新区是锦鲤超，昨天各大管理早就在群里通知过。一番长篇大论，青山不醉也显得有些中气不足。好了，现在就待着电脑前守着吧，该叮嘱我也都叮嘱过了，别嫌我啰嗦。管理现在全部上调会议频道，一众黄马纷纷上跳，只剩下一众红色、蓝色的小喽啰在频道里喧嚣。1区是锦鲤超吗？有人发问。很多玩家有1区情节，非1区不玩，但现在马上开区，天刀对于3个服务器谁是1区还是没个公告，3个服务器一同亮相，还时不时改变一下排序，一会儿锦鲤超排第1，一会儿又是枯叶蝶第1，就很鸡贼。玩家就妈了，这是闹啥呢？选择吧，不知道选谁，就很纠结。应该是吧，我看几个备战的工会都去锦鲤超，1不1区的无所谓，能进去就行，就怕进不去。1区好一点，人多热闹，大佬也多。王川州就没有这种烦恼，进什么区他无所谓，主要是不知道那个好，跟着工会走就行。找了个小频道挂机，然后随便找个电影，再倒上一杯16年的可乐，轻饮了一口，气泡在嘴中炸开的感觉让他十分享受。叮铃，耳机传来一道提示声，频道广播，青湖商会承接新区一切业务，冲榜、代刷、副本、论剑、出售金，价格优惠，业务强悍，欢迎各位老板咨询，最后请认准频道黄马 ID 青湖。紧接着又是一道中气十足的频道广播，任何黄马在乱发频道广播直接下马甲。王川州听到这话差点没笑死，想了想关掉电影，跳到青湖商会频道。此时也有不少被广播吸引来的玩家。王川州看了一眼频道人数，好家伙，40多号人，你这频道广播效果也不咋地啊。要知道整个盛世公会频道现在的人数可高达2000家，代刷白发什么价格？锦鲤超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双倍活动，所以暂定价格是1万天赏积分500块钱，具体什么价格要进区才知道。另外在我这刷天赏，工会也会有相应的返利。老板需要预定吗？问的人不是王川州，
不过这不影响他侧耳听。天刀的天赏积分是消费获得，比例大概是1块钱等于10天赏，1万积分也就是消费1000块钱，但代刷只需要500。这价格是心动的感觉。1万积分500，白发要18万积分，一套白发9000，这么贵吗？全天刀几乎都是这个价格，除非有双倍天赏活动，不然都是这个价。代购呢？代购一律3折，老板们可以自己算。正听得起劲的王川洲眼神突然一直，整个人都来了精神。他听到了什么？白发需要18万天赏积分，也就是说换算下来只需要1万8，还不是应用钱买，而是在游戏中消费获得天赏积分就行。我去，这么便宜！靠，那个逼在网上乱留答案的说什么没个10几20万的最好别碰天赏，他还以为自己得等个几天才能凑齐呢，真尼玛的！结果就这样，溜了，这还问个啥？开区冲就完了。第018章不装了，摊牌了。频道广播，新区开了，所有兄弟速度禁区服务器锦鲤超阵营水龙营。另外，所有管理上跳会议频道速度，一旦激起千层浪，整个盛世公会随着频道广播的响起，顿时陷入一种无声的忙碌中。王川洲在广播响起的那刻，麻溜直接切出客户端，迅速点击登录。很好，如愿进入角色界面，职业选择神刀、太白、神威、真武、天香、唐门、五毒、丐帮，一共8个门派职业。王川洲早有副稿，很快便选择完毕。职业神威，玩家 ID 富贵。进入游戏青龙会。过场 CG 结束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坐落于山谷中的小镇。94、小乔、流水、小司，还有那数不胜数的玩家身影。王川洲背着个小木枪，身穿一件小灰袍子，顶着富贵的 ID， 呆呆地站在新手村出生点。直到游戏的引导弹出，他才回神，按照游戏的提示，点击右侧的任务栏进行对话。一番对话后，跨过小桥，进入一片竹林，10几个黑衣人杀手跳了出来。没得说，开干！王川洲看了下技能栏，现阶段只有2个技能：伏龙枪、断龙枪。你别说，招式还挺带感，就是他这一身不像是江湖少侠，反而像一个手提长枪的乡野村夫。不过无所谓了，做任务。靠，这么难抢，又一次没抢到也怪后。王川洲看着游戏屏幕中密密麻麻的玩家，忍不住吐槽：抢不过，你们玩，我先四处逛逛。操作小神威朝着山的那边直直奔去，跑了没一会儿就没气，显示内息不足。无所谓了，脱离抢怪大军后，游戏帧率都流畅了不少。王川洲找了个地势高的山峰，遥望远方的风景，然后开始摸索天刀的各个功能。第一个肯定是商城，这点好评，不像夜游还需要升到一定等级才开放。天刀商城新品界面，限时双倍天赏活动，新品时装新王相见欢，价格62880点券，现价52880点券，返还6288天赏积分。新品马鞍玄甲燕双飞，价格22800点券，现价12800点券，返还4560天赏积分。新品时装新王报春风，价格32800点券，现价22800点券，返还6560天赏积分。王川洲的注意力在限时双倍天赏活动，双倍天赏，花1万可以获得10万的天赏积分，他现在能花5万，也就是100万的天赏积分，那还想啥？开课！系统，麻烦帮我全部充值。系统提示：由于您的账号权限不足，单次最高充值金额仅限2000元，是否继续充值？夜游都不如，他玩夜游最高充值上限可是5000。垃圾天道，充吧！温馨提示：您可暂时屏蔽系统提示声，以免影响您的游戏体验。屏蔽。随着话音落下，只见王川洲的商城充值点券便以每次20万的数额跳动，直至商城充值点券来到500万的数量才停止。500万应该是够花了，不够也没辙，最起码今天是没辙。系统的神秘和强大让王川洲丝毫不担心，反正大不了明天再战，花就完了。将新品界面的所有新品道具也不管用不用得上，全部购买。买完新品界面，转战到点券商城界面。白公子，一匹马价值688M， 这价格买。买到后面，王川洲才发现天刀商城有个购物车功能，那就购物车，干就得了。边吐槽价格边点进购物车，10几分钟后，
终于将天刀商城能买的时装、马鞍、马匹、礼包全部点进了购物车。费时间的是一些限购的礼包，还需要点击详情查看限购多少，再慢慢输入限购数量，才能点进购物车。王川舟扔下鼠标，甩了甩手，搞定。他第一次发现花钱也是体力活。购物车内堆积了天刀商城现有的所有道具礼包，琳琅满目，宛如一个巨龙珍藏的宝库。有些礼包是周限购，有些则是永久限购。时装倒是可以无限购买，但它又没什么大病。接下来的无非就是付款。购物车界面，购买道具：白公子、马匹、新王相见欢时装、新王报春风时装。购买所需点券：408万4000点券，返还81万6800天赏积分。还行，没花完。天赏积分买个白发也绰绰有余。神豪之路就从点击确认购买开始。叮叮，才点完确认购买，王川舟的游戏邮箱就炸了。初始的背包格子早被挤满，剩下的道具、时装啥的，系统自动以邮箱的方式发送。没管这些，王川舟打开天赏积分商城，背锅侠背饰挂件，这个锅我先背了，你随意。售价38888天赏积分，个人限量，永久一个。新王孤独时装套装，涂山下有白狐，听兵来，乘风去。购买本套装赠送萌宠耳廓狐，售价68万天赏积分，个人限量，永久一个。吹雪霓裳时装套装，建议场韩明光背白发永霓裳，售价18万天赏积分，个人限量，永久一个。雾隐雷藏时装套装，万物隐风雷藏且已战破天荒，售价88万天赏积分，个人限量，永久一个。王川舟原本是来购买白发的，但是新晋的神威大弟子王富贵考虑了一下今天的阳光和空气湿度，果断放弃白发的选项，将目光投向了雾隐雷藏套装上。没别的，就是贵。整个天赏积分商城目前最贵的就这一套了。他游戏 ID 叫富贵，时装自然也要贵。不过想要购买雾隐雷藏套装，他还差了6万多的天赏积分，也就是保底，还需要再消费7000的点券。虽然他一向很排斥冤大头的行为，但好吧，他膨胀了。打开点卷商城，排在第一个的新王报春风时装，一套328，打折后228，直接拉30套。别问，问就是有钱任性。购买完后，游戏邮箱又是一阵叮叮声，让人不觉悦耳。1013 600天赏积分，全款拿下。第019章，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社交流避症？微风拂过，山下是热火朝天的玩家大军，山上端坐着一个身披黑色鎏金盔甲的背枪少年，两者宛如两个世界，一者喧嚣，一者独然。角色面板，玩家 ID 富贵天涯贵族，职业神威男，等级 LV5， 帮派联盟无，时装雾隐雷藏金，装备长枪白，大弓白，燕云飞沙袍白，燕云飞沙腕白，燕云飞沙履白，一个13件装备都没凑齐的萌新，身上却穿着天刀现阶段最贵的时装，这种感觉就很怪。王川舟也觉得别扭，主要是他背上背的小木枪还有那张小破弓严重影响了他的感官，摸索半天才在装备界面找到装备外形隐藏的选项，勾选后这下舒服多了。打开背包，初始的48个背包格子堆满了色彩斑斓的游戏道具，王川舟一一点击使用。时装使用就会归入时装格，不占背包格子。礼包这些就麻烦了，越使用游戏邮箱响得越猛，直接放弃。还有马匹这些，使用倒是能使用的，但他骑不了，等级没到，就很干。算了，升级吧。王川舟无奈朝着山下奔去，谁知这一下山就是整个江湖的巅峰。当前频道，漫烟雨啊！人间天色已晚，是我眼花了，还是刀妹抽风了？揽星河入梦，泛泛舟山过，等级7，雾隐雷藏，富贵，月明松雨落，这是锦鲤超第一套雾隐雷藏吧？这尼玛才开局多久就出了？软萌萌萌萌，管家，3分钟之内我要这个大佬的所有消息。问东旭，还真尼玛富贵，这 ID 起得掉，开区就出了雾隐雷藏，这不是富贵是什么？大哥，您家里是有矿吧？富贵，有车有房，小康。人间天色已晚，大佬加帮吗？天涯公会欢迎你。软萌萌萌，大佬加个好友，以后副本叫我，奶量足足的。看着身边围绕的玩家越来越多，
王川州趁机猛猛偷野怪，此时不刷还待何时？看吧，随便看，不要钱，只要让我打野怪，你们天天看都行，顺便多给我长点经验和狗托币，后面我再给你们看点刺激的。自从下山后，王川州耳边的系统提示就没断过，经验+1，经验+1，经验+1，狗托币+1，狗托币+1。在华清寺看了一场大戏，听了一首俯卧顶，王川州来到了烟云地图，清一色的神威玩家，背枪少年少女，不过他是其中最帅的一个。王川州先是骑着白公子，故意往人少的地方一站，等当前频道炸了后，直接策马赶往任务点抢怪。不怪他卑鄙，实在是人太多了，不玩点技巧，真抢不过这些人。沙场、点兵场、百里营，做完烟云地图的主线，转战杭州。王川州一招吃遍天下，百试百灵，虽也有人不为所动，不过竞争强度还是不可避免的降低了许多，也让他的主线之路轻松不少。系统提示：当前等级已达到上限，完活。江南龙首山，王川州扭了扭脖子，挥拳庆祝。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一路从九华、燕云、杭州，再到江南，那叫一个轻松，代价也不是没有。他的好友列表炸了，不过这些都是微末旁支，无需在意。角色面板：玩家 ID 富贵，天涯贵族，职业神威男，等级 LV31，帮派联盟无，时装雾隐雷藏金，装备赤金枪绿，赤金弓绿，赤子同心袍绿，心法装配蓝，龟壳白，功力值2035。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白板，让习惯了夜游节奏的王川州一时有些不太适应，不过不是什么大事。打开帮盟界面，开始选择阵营。天刀的阵营有4个，分别是帝王州、寒江城、水龙营、万里沙，用红色、白色、蓝色、黄色的图标进行区别。选择阵营需要投掷，不过投掷界面有提示，也可以直接选择，只是没有天意奖励，奖励什么的王川州无所谓，主要是想看看自己的运气。大吉，水龙营。选择水龙营后，他的角色 ID 边框也从无色变成了水龙营的专属水蓝色。做完一切，在帮派界面输入烟雨江南。帮派界面，帮派名称盛世烟雨江南，帮派 ID 147，帮主盛世青山不醉，帮派人数120120。满了，这就很尴尬。他在九华新手村浪费了不少时间，帮派加满很正常。切出游戏，上跳到烟雨江南帮派频道，见青山不醉在频道。帮主还有位置吗？富贵，你还没加帮派？还没。青山不醉想了想道：你等我一下。对了，你游戏 ID 还是叫富贵吧，我加你游戏好友，待会我让他们把小号踢了，踢完我拉你。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这些老帮主一般都会花钱找工会商人要小号，临时占一下位置，顺便刷刷委任。行 ，ID 富贵，你加我就行。王川州自无不可，他可没有什么我有钱，你马上就得让我加的想法，脑子没水都干不出这种事。真的，富贵，你好友满了。青山不醉语气有些惊讶。不是，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社交流弊症？这刚开区，你几百个好友位置就满了？我清一下。王川州也很无奈，江湖的少侠太热情了，他也不是什么高冷的人，主线做完好友就满了。好了，系统提示：玩家盛世青山不醉申请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肯定同意。青山不醉见加上后便道：好，你先去做其他任务，这边委任刷完我拉你。约10分钟后，青山不醉刷新帮派委任排行，见几个小号都把帮派委任刷完，便将其踢出帮派。随后打开好友列表，找到未进帮分组，开始一个个邀请。离离原原上草、江小鱼、富贵，全部邀请后，又一个个开始私聊。好了，邀请了，你们同意下。进帮记得做一下委任，给帮供和修为，后面点帮派技能有用。另外，每周帮派委任前10送30天白公子，第1送永久。第020章，你怕是在想屁吃哦。盛世烟雨江南，盛世执剑人，副帮主，还没上 YY 的，速度委任都记得做一下。晚上公会有迎新活动，送商城时装、白公子，还有诸多礼包。盛世青山不醉，帮主委任都记得刷一下。帮派频道全是管理在刷屏，做委任上 YY。就这些，还有晚上的迎新活动。王川州在聊天频道将帮派频道单独分出来，以便看通知，随后打开背包，
主线任务送了几个增加背包格子的道具，江湖行囊，右键使用后可增加6个包裹格子，还有一个只增加4个格子。背包总共能放8个这种道具，王川州目前只有4个，也不算差了。在商城溜达了一圈，也没找到相应的道具，那就是没推出。现在第一要务是将背包整理一下。豪门盛宴里，开启后可获得药品9天实地丸 X10， 坐骑空雪云出川30天1，马具玄甲纵横30天1，背包12格 X1， 宠物白羊30天寿命，超本闽月旧城 X10 共5000修为，聚财宝盒沐月，使用后可获得 200% 绑定点券。礼包太多，买的时候没细看，使用的时候王川州反而仔细研读，主要是为了搞清楚这些礼包的用途。天刀不像夜游，什么都有引导，有些礼包个人永久限购一个。大致看了下礼包内的奖励，使用就完了。但像当剑补给力包，使用后可获得100个当剑币，这种是王川州最烦的，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用，礼包数量还挺多，150个，全部使用后获得15000个当剑币。然后遇事不决，且问春风，春风不知，便找度娘。天刀当剑币，搜索结果天刀 OL 中的一种特殊代币，点击当剑币会有提示相应 NPC 的坐标，点击 NPC 对话即可解锁当剑币商城，可兑换天刀 OL 中的顶级练武系列心法。懂了。打开背包，找到代币界面，点击当剑币，当即弹出一个系统框，内含2个游戏坐标，一个杭州，一个开封。王川州随便点了个，传送结束后马匹自动疾驰，左绕绕，右跑跑，最终在开封皇城广场外的一个 NPC 前停下。当剑币 NPC 当前拥有当剑币数量15000，可兑换物品剑当八荒高手录，售价50个当剑币，物品练武残叶，售价150个当剑币，物品结火石母，售价5个当剑币。王川州按照网上的攻略，直接将目标锁定在练武残叶上，点击兑换，然后拉满，兑换成功。系统提示：您已经获得100练武残叶，练武残叶当前拥有数量100，可兑换心法练武力道，售价50练武残叶，心法练武洞察，售价50练武残叶，心法练武根骨，售价50练武残叶，心法练武身法，售价50练武残叶，心法练武气劲，售价50练武残叶。一共5种选项。王川州又在网上开始搜索，最终换了练武力道和练武根骨2本心法，点击使用，您获得练武力道心法，你收录练武力道心法，力道属性加50，您获得练武根骨心法，你收录练武根骨心法，根骨属性加50。不愧是天刀最顶级的心法，金灿灿的就是好看。王川州打开角色面板，找到心法界面，目前等级 LV31， 心法装配栏只开启了2个，全解锁需要等级达到 LV70， 届时会开启4个心法装配栏。心法界面，第一心法位归窍品质白，第二心法位无归窍心法是主线送的，众所周知免费没好货，将其卸下，再将练武力道和练武根骨装上。心法界面，第一心法位练武力道品质金，第二心法位练武根骨品质金。一番操作后，面板如下：玩家 ID 富贵天涯贵族，职业神威男，等级 LV31， 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吟，时装雾隐雷藏金，装备赤金枪绿，赤金弓绿，赤子同心袍绿。心法装配栏练武力道品质金，练武根骨品质金，功力值2135，不错不错。王川州满意打量着自己的杰作，旋即关掉面板，继续埋头整理背包的一众礼包。礼包还好，现在背包格子够，加之好多礼包给的奖励是重复的，如碎银、修为、帮贡、宠物、时装、坐骑、马具，使用后也会自动归入时装。但王川州看着背包整整齐齐凌列的30套星王报春风，陷入了两难，主要是使用不了。时装可以重复购买，
但不能重复使用，暂时放弃。半个小时后，背包焕然一新。王川州也将经脉、心法、砭石等提升功力的地方全部拉满，直到系统提示达到当前上限，才停手罢休。一切搞定，翻身上马，前往江湖的试炼场所。手痒了，想打人，打 NPC 也行，他不挑。就在这时，耳机内传来有人将他拉进其他频道的提示声，紧接着便听到青山不醉的声音：主线都做得差不多了，没做完的继续做，做完的兄弟都听我说。新区帮派要冲繁荣度，这事关后续组建联盟的批次，还有地盘的分配问题。由于帮派建筑现在还没开，所以只能麻烦大家跑跑图。我也不想老生常谈，直接说你们关心的福利问题。工会给了每个帮1匹永久的白公子，还有9匹30天的福利扶持。我和几个管理也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加10套速问时装。别嫌弃便宜，一套速问也要100多，奖励也从前10增加到前15。第1名1匹永久的白公子，外加1套速问时装永久。另外，如果有想赞助的大哥，也可以私聊我，咱们帮赞助。后续的金箱子每周拉满，副本什么的不会的我来带。你们帮主我是个穷比，也只能给这些了。青山不醉只是例行说一说，心里就没指望。毕竟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自己玩游戏都不够，还倒贴给你帮派，你怕是在想屁吃哦。第021章，不是大哥，你这么激动的吗？天刀的帮派除非是休闲帮派，不然都离不开一个永久的话题——福利。刚开区，大家都没混熟，只能砸钱办事。想要帮派成员做委任，想要帮派成员上 YY， 想要好处呢。好了，做完主线的兄弟，帮派点我进团，我带你们去做委任。说完，青山不醉便在帮派频道打了一连串的1。叮铃，正同意入团申请的青山不醉听见消息提示，随意点开，想看看是谁找他。确见好友富贵，我这有多的时装，怎么给你？青山不醉当即愣了下，没开玩笑，但紧接着便反应过来，连忙打字：交易就可以，天刀可以面对面交易。富贵你在那，我马上过来。操，我忘了你不会。你打开好友框，用鼠标随便在你4周点几下，然后会出现一个坐标信息，发给我就行，我马上到。谢谢大哥赞助。王川州看着青山不断发来的一连串消息，不由失笑。不是大哥，你这么激动的吗？看着好友消息上的坐标，青山没犹豫，直接点了过去。随着传送结束，来到开封地图。忽然他擦了擦眼睛，死！他看见了什么？在离他不足100米的城中小巷中，一个靓仔正站在街巷中发呆，仿佛在等故人。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靓仔身上那套流转金光的时装。再看那人头顶的游戏 ID， 富贵，好熟悉，好清新脱俗的 ID。正当他愣神的时候，却见那靓仔正朝着他走来。怎么操作？我来。系统提示：玩家盛世青山不醉向您发起交易，是否同意？你点一下交易的东西，然后锁定就行。行。王川州也没废话，直接把背包中的30套新王报春风全部扔了过去。交易界面，交易方富贵，盛世青山不醉。交易物品富贵，新王报春风 X1， 新王报春风 X1， 新王报春风 X1。青山不醉还没从帮派有个雷藏大佬的惊喜中回过神，又见到大佬在交易界面的疯狂操作，心脏顿时不受控制的猛跳，嘴角更是颤巍巍道：富贵太多了，天见可怜。他可能是第一个觉得大哥赞助太多的帮主，人生第一次遇到这种遭遇。尼玛，一套200多的最新时装报春风，大哥像不要钱似的放在他的交易背包，他有点怕呀。没事，我也用不了。王川州显得很豪气，任青山也是个讲究人。你听，经验加1，经验加1，经验加1，狗拖币加1，狗币币加1，一连28下，28套报春风时装，剩下的2套，一套是给离哥，还有一套是他那不认识的室友。王川州点击锁定，随后确认交易。好了，我留2套给朋友，2套够吗？大哥，你要不再留几套？够了，你确定吧？确定大哥真的不留后，青山不醉怀着颤抖的心，用手握紧鼠标，在虚飘了几下后，终于点在了交易确定按钮上。交易成功，您获得新王报春风 X28。青山不醉稳住心态，急忙道：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要个马甲。王川州摇头道：别，叫富贵就行，大哥大哥的听着别扭。也行，称呼无所谓，以后有事随时叫我。拉我进团吧。
那富贵哥，我想的是这28套时装，留8套当奖励，剩的全部放仓库。青山想了想，还是在富贵后面加了歌，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下。你处理就行。切回烟雨江南频道，青山仍然觉得如梦似幻。大佬年年有，今年到我家。刚刚心跳的有点快，现在稍微冷静了下，大脑开始疯狂运转。一套雷藏，无需质疑，全天刀目前最贵的天赏时装，88万的天赏积分售价，足以让大多数玩家望而却步。但是这个就够了。再看大哥背包中多出的这几十套时装，无疑是大哥自己印刷出来的，而不是找商人代刷，这氪金力度直接拉满。大佬不稀奇，但肯赞助帮派的大佬就很稀奇了。青山，帮主已死，有事烧纸。调整了一下心态，青山不醉开麦道：嗨，刚刚和富贵哥谈赞助的事，耽误了一下，待会我把富贵哥赞助的时装放进帮派激励仓库。28套最新时装新王鲍春风，我留8套加进委任排名奖励，其余20套全部放进激励仓库，看你们运气了。听到这话，整个烟雨江南频道顿时就炸了。卧槽，富贵哥，我们帮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大佬了？备战的那个大老板，尼玛，合着人还真是大老板。28套鲍春风，富贵哥牛逼啊！有没有吊大的说说，这是多少钱？一套200多，你自己算。这的人说话真好听，爱听。王川州咧着个嘴，戴着耳机傻笑，宠辱不惊。他才多大？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小年轻，听到这些吹捧，还真能做到心如止水。不现实，如果真能，他就不是人，而是神了。当然，以上这些，王富贵川州是不会承认的，他只是为系统经验的增长高兴罢了。什么吹捧？没听见。整个烟雨江南的成员，不管是起哄还是如何，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高兴。大佬不大佬的，他们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一个帮派有个大佬坐镇，会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可太知道了。江湖难免打打杀杀，有个大佬在，那就是底气。这其中，心态最平和的可能就是离哥。大老板就是大老板，不管是在夜游还是天刀，总是最亮眼的那个人。第022章，花香自有蝴蝶来。傍晚时分，王川州正在开封主城四处溜达，委任他去做了一次，然后直接溜溜球。那不是人干的事，一会去晴川挖石头，一会去云巅挖树，人还贼吉尔多，一棵树最起码有几十号人在那守。要不是现在等级限制，还开不了自由模式的话，怕是要引发一场血案。青山能说什么？大哥，随便玩，委任？什么委任？不存在的。大哥那份我来做就好，不行就再买几个委任小号。烟雨江南的其他帮派成员也没什么想法。鲍春风，你当大哥白送的？丁玲，私聊泡泡乌龙茶。大佬缺代练吗？10年老神威，论剑提升功力，副本样样精通，手严嘴严，绝不会拿大佬的号乱玩。最主要的是价格实惠。人都说花香自有蝴蝶来，王川州深以为然。对于敢于毛遂自荐的勇敢者，他一向抱有最大的善意。好吧，其实是狗托币涨得有点多，让他心安了不少。冲大弟子什么价？大佬准备了多少？专业。要是泡泡乌龙茶，随便说个数字。王川州直接拉黑。他是不会冲榜，但攻略可没少看。嘿嘿，主要是锦鲤超大佬太多了。虽然神威的竞争没太白，和神刀这些热门职业激烈，但大弟子也不是随便能拿的。大佬不说个数字，我这心里也没底。1天2万，上不封顶。说完，王川州瞄了眼系统面板，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11，升级经验7、8、90万，每日狗托金2万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当前可用狗托金0元，狗托币15460。天刀玩家还是太热情。当然，烟雨江南的小可爱也不差，大家都萌萌哒的。大佬没开玩笑，骗你有大米。大佬，你这准备的太多了，1天2万，你别说神位第一，就是总榜第一。如果我拿不下来，直接把头给你拧下来当球踢。加个好友，有需要我找你。行情了解完，王川州也没狡兔死，走狗烹，加上好友，后面有需要再联系。但现在不可能，当然，肯定不是他王富贵川州社部的那点代练费。就在这时，频道传来有人进入的提示声。王川州挂的是单独的子频道，青山专门给他创建挂机小窝，频道名江南小富贵。青山，王川州见来人 ID 好奇道：你怎么来了？据他所知，帮主可是个忙碌职位，说是牛马都不过分，要催帮派成员做委任上 YY， 还要时不时开会。
有时还要处理帮派成员间的小矛盾，一般人还真当不了，太尼玛苦了。晚上工会要统计各帮的高战数量，以此来决定一盟的帮派名额。咱们帮目前就6个万克高战，富贵哥你一个，还有就是叶藏他们固定队5个万克。按照目前的形势，咱帮能进一盟的概率估计很悬，所以我得提前给富贵哥你说一下。王川州是年纪小，但不傻，更能理解青山的意思。一盟肯定是一个工会的重心，福利、游戏体验无疑是最好的。有些高战对这些很看重，毕竟都万克了，那肯定想要一个更好的游戏体验。现在说清楚，是去是留就看个人选择，也免得到时候因此产生间隙。这个万克怎么判断？王川州对此很好奇，总不能随便来个人说我是万克，青山这些管理就真的信了吧？那不是扯淡。青山想起眼前这个副哥是萌新，耐心解释道，现在刚开区，功力看不出什么，所以主要看时装和心法。就拿富贵哥你举例，有雾隐雷藏最少都是万克，还有练武心法或者像白发以及其他一些天赏时装等外观。懂了。王川州大为震撼，又了解一个小知识，我应该不会走。青山心中大定，想了想，王川州紧接着又说，另外神威大弟子我应该拿得下来，加上这个能进一盟吗？他没什么扮猪吃老虎的想法。嗨，大弟子。青山这下是真惊了，下意识问道，富贵哥找代练问过了？潜台词，代练说大哥您准备的钱够，当然大家都是体面人，肯定要含蓄点。王川州很郁闷，这是第几次了？但也理解青山的想法。惊喜降临的那一刻，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怀疑，然后佐证，最后才将信将疑。总榜第一看情况，神威大弟子稳的。青山心里咯噔一下，是新宿的感觉。方便问一下大佬准备了多少吗？不方便说也没事，我就是好奇问一下。没什么不方便的。他不偷不抢，也不是见不得人，随口回道，现在一天最多2万，后面看情况。祖坟燃了，这是青山的第一个想法。什么万克数量不重要了，小小万克在我富贵哥面前简直可笑。富贵哥在手，天下我有。我青山要进一盟，谁赞成谁反对？冷静了下，青山道，我心里有数了，大佬你待会看我表演。闪开，我青山要装波大的，能进一盟。大佬放心，这都进不了一盟，我直接带帮出走，自己单干。很好，很有气势。不过天刀的尊称都这么社会的吗？王川州很想吐槽，你还是叫我富贵哥吧。就在这时，盛世频道传来一道频道广告，发言人 ID 盛世大灰灰会长，所有帮派管理上跳会议频道开会。听到这则广播，青山顿时一震，富贵哥我拉你。行。青山不醉，跳上会议频道，先拉王川州，然后才是烟雨江南帮派的2个管理，浮生和执剑人，最后还有另一个万克小团队。这就是烟雨江南帮派的所有皇马。王川州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所谓的游戏会议，挺好奇的。陆续有皇马跳上频道，等了一会儿，待到所有管理全部达到后，盛世的会长大灰灰扫了一下人数，将频道发言权限变更为仅限管理发言。今天主要说2件事，第一还是老生常谈的委任问题，事关后面的地盘分配，重要性不用我说，你们也能明白。工会能不能拿下一个地盘，就看第1周的委任情况，该给的福利扶持我也给了，具体如何还是要看你们这些管理。第2件事，联盟的组建选择，开区前就有很多帮主找我问过，说什么帮派万克有几十个，还有些连大弟子都有，想要个一盟的帮派名额。我说进区再说，现在区也进了，你们的几十个万克还有大弟子10大呢？一问一个不吱声，净踏马吹牛皮。这里我说下，一盟4个帮派名额，我自己带的帮肯定要占一个，剩的3个名额，一看帮派繁荣度，2看高战数量。当然如果有比我帮派强的，我给你们让位置，我去带2盟都没事。好了，我说完了，各帮什么实力都开麦说说吧。第023章，不是一试。谁知道，虽然没王川州什么事，但他依然听得起劲。盛世工会24个帮派，一个帮少的7、8个管理，多的几十个，整个会议频道数百号人聚在一起，还不见混乱，属实有点强。大灰灰刚说完，就见一个 ID 挂着盛世、楚歌、天下无双的皇马率先开麦道，繁荣度不用说，我们天下无双肯定是满的。另外，我帮派现在万克有12个，10万克一个，我要个一盟名额，不过分吧？待到楚歌说完，大灰灰笑道，还有人毛遂自荐吗？
没人觉得楚歌狂，玩游戏要的就是这种气势，有实力该要的东西不要，那是傻逼。跟着这样的帮主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一个帮派强弱主要看2点：玩家数量加高战数量。前者是基础盘，锦鲤超作为天刀公测的首个大区，玩家人数不用想，每个帮肯定都是满的，基本不用考虑。高战玩家则不同，其数量的多寡决定了一个帮派战斗力的高低，各帮比的也是这个。紧接着便是盛世公会各个帮派的实力展示。我们傲视天下2个万客固定队，权倾天下1个万客固定队，我自己也算1个万客，这就是6个万客，10万客的大佬也有2个，我也要一个1盟名额。八荒星辰1个万客固定队，1盟你们玩，我要个2盟名额就行。以战止战3个万客固定队，1个10万客固定队，我要个1盟名额。有比我强的，我去2盟也行。王川州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帮主争霸的场面，就好像一群孔雀为了争夺交配的权限，极力向母孔雀展现自己的魅力，正乐不思蜀。忽然听到一个极为嚣张的声音，关键是这声音他很熟。我们烟雨江南只有1个万客固定队，10万客1个都没有，但有1个100万客的大佬，所以我也要一个1盟名额。嗨嗨，王川州差点没呛死。青山，这就是你的表演。而同为烟雨江南帮派管理的执剑人、浮生还有叶藏固定队5人组，则是一脸懵逼。我是谁？我在哪？我不是烟雨江南帮派的吗？1个万客固定队他们知道，叶藏100万客的大佬是谁？咱帮什么时候有这么牛逼的存在？我们怎么不知道？帮主，这个场合可不行吹牛啊，这后面可是要看硬实力的，到时候拿不出来1尊100万客的大佬，咱帮就真丢脸丢到姥姥家了。但旋即3人好似想到了什么，齐齐开始在会议频道里搜寻起 ID 为富贵的人，找了半天还是通过频道搜索才找到盛世富贵烟雨江南 YY 等级4叶子开通服务无。盛世会长大灰灰也懵了，整个频道的黄马他都有数，烟雨江南帮派除了管理黄马，青山也就来找他要过2次黄马。1个叶藏固定队的5个马甲是备战的时候就要了，1个富贵是前面才找他上的。在青山说完后，整个会议频道变得鸦雀无声，仿佛被某只神秘大手按下了暂停键。信？不信？肯定他妈不信啊！整个天刀才多少100万大佬，即使锦鲤超市公测大区，更吸引了不少其他游戏的大佬入坑。但除非你青山祖坟冒烟了，不然为什么这样的好事落在你头上？这是在场所有管理共同的内心想法。但想归想，没人会当这个出头鸟，能带领一个帮管理100多号人的帮主，不说多么有情商，但也不会是脑子进水的马大哈。大家都在一个工会混，争归争，那也是在一个锅里搅食，犯不着。面子是互相给的，又不是仇人，急着跳出来干什么？再说了，人家要是真有呢，那整个工会都会受益，你到时候怎么办？最后还是大灰灰这个会长站了出来，你们先聊。说完就把青山拉到一个单独的频道，2人一走，频道内还是一片寂静。会长是和青山走了，但那个100万大佬可还没走呢。会议频道里数百名盛世管理照样保持沉默，只是手却没闲着，一个个都很是好奇，想看看究竟是何方大佬竟让青山如此豪言。打开频道搜索，输入烟雨江南，搜索结果：盛世执剑人烟雨江南，盛世浮生烟雨江南，盛世叶藏烟雨江南，盛世富贵烟雨江南，一共8个黄马。另一边，大灰灰也直接开门见山道：那个富贵，青山也没藏，藏什么？我特么就是要让所有盛世的人都知道，我青山的祖坟燃了，烟都3丈高的那种，羡慕不死你们。没吹牛。大灰灰深吸了一口，想以此缓解一下内心的躁动。100万大佬，要是真有这种大佬，我特马直接原地起飞。就问你，水龙吟总舵，舍我其谁？大佬要拿神威大弟子，代练都找好了。想了想，青山觉得光说可能还没什么说服力，直接切到游戏，找到王川州的好友，点开角色面板截图，大天赏加双练武。大灰灰扫了一眼截图，心中终于有了点实感。大弟子不大弟子的另说，开区就这配置，最起码不是光吹牛的货色。稳吗？大灰灰现在就像青山前面似的，想信但怕呀，主要是这话他听得太多了。马德，开区前
一个个的要是没几个充实大弟子的大佬，仿佛都不配成立帮派似的。结果一进区，个个是哑巴。什么时的？我不知道啊。我说过吗？1天2万，上不封顶。稳了。大灰灰心里的忐忑总算是平稳着陆。1天2万，这豪横度，放在任何游戏那也是最顶尖的一小撮大佬。想了想，大灰灰觉得还是不保险。你想个办法，让副总把代练换成咱们工会的自己人，代练费我来承担。如果拿下地盘，返利这些不用说，我不要都给副总拉满。大灰灰的态度在悄然转变，称呼也从富贵直接原地上升到副总，主打的就是一个灵活。要不会长你去说。青山不太乐意，这种大佬养一个代练小团队，那不是洒水的事，换代练什么的，谁知道人大佬的代练跟着他玩了多少游戏？大佬看重的是代练的水平吗？是信任。再说钱不钱的，对这种大佬来说，那能是个事？那就我来。大灰灰知道指望不上青山，也发狠了，不试一试，谁知道？也许大佬刚好想换个代练呢。第024章，帮主高低得给你磕一个。说干就干。大灰灰直接在频道搜索富贵，在看到富贵哥 YY 号后面那一片嫩的发慌的小绿叶时，他也短暂的愣了下，然后迅速回神。拉人？副总？这是什么鬼称呼？我怎么又从大佬变副总了？王川州的吐槽欲在这一刻无比强盛，但这也是人家的一种尊重的方式。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也不好说什么。会长，花花架子众人抬。王川州吐槽归想吐槽，开口也很礼貌。大灰灰笑了下，斟酌语气道：副总，你看你的号，能交给咱们工会的代练来操作吗？你放心，咱们工会的代练团队别的游戏不敢说，但天刀绝对是专业的，论剑高手，副本大拿，提升功力的专家那是应有尽有。主要是咱们工会的代练还没亲手操作过副总你这种顶级账号，我想借这个机会给他们开开眼。说到最后，大灰灰更是实诚道：代练所需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我知道副总你不差这点钱，这只是我表达谢意的方式。副总你看。王川州看什么？他整个人都懵了。不是，还有这种好事？这还看毛线？当然，主要是会长说话好听，态度也诚恳。富贵哥想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没问题，拿下。大灰灰心中挥拳庆祝，当即道：那副总你稍等一下，我拉他们过来，你也见一下。很快，几个黄马被大灰灰拉进小频道。一个 ID 为青湖代刷天赏代购冲榜论剑，一个 ID 为纳兰商会江月承接一切天刀业务，欢迎咨询。大灰灰拉完后也介绍了起来，咱们工会有2个商会，青湖是他自己搞的个人商会，人虽然少，但业务能力没得说。江月他们是天刀老区出了名的大商会，天刀有的业务他们都做。这次公测，纳兰商会3个区都有入驻，江月是咱们工会这边的负责人，副总你的号就由他们2人负责。论剑、副本、冲榜他们都有专业的打手，具体细节副总你们聊，我先下去开会。说完，大灰灰又道：差点忘了，副总，等我上会长号重新给你上马甲。系统提示，频道拥有者大灰灰已经将您的权限提升至频道总管理 VP。 王川州马甲的颜色也从黄色变成了尊贵的橙色。全频道至多拥有3名橙马，盛世的3个橙马，大灰灰平时用的占1个，另外2个 ID 为一支烟和王卷卷。王川州都见过，只是不知道大灰灰是把谁的橙马下了给他。完事后，大灰灰还不忘提醒道：副总咱说好了，代练费我来。行。富贵哥此时也是影帝上身，语气中有种说不出的无奈。回到会议频道，大灰灰心中满是豪情。他也知道经过这事，一众管理现在估计也没什么开会的心思。也不废话，一盟胜的3个名额暂定为天下无双、以战止战和烟雨江南。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名额，组建联盟还有几天，有想进一盟的可以在这段时间努力一下。一盟我本人负责，2盟之烟，3盟王卷卷，后续联盟自行决定盟主人选就行。咱盛世不搞什么战斗、休闲的划分，也不搞什么福利等级划分，所有联盟不分1盟2盟，福利待遇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保证。你们可以录音。在场的管理不傻，听到大灰灰的话，心中纷纷有了明悟。懂了，有大哥，还尼玛不是一般的大哥，不然会长敢放这种豪言。要知道，一个工会在没拿到地盘之前，也就是没工会返利的时候，那一切开销都需要会长来承担，除非有金主支持。盛世没金主，这是一众管理都知道的事。至于富贵哥，
别说大哥有没有赞助的想法，就是有，会长现在敢开这个口，都算他流弊。赞助这种事只有自愿的，强要那是傻逼行为。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大哥虽然没赞助，但大哥给了大灰灰必拿地盘的信心。想到这，一众管理的心一下又刺挠了起来。这尼玛得氪多少，才能让大灰灰如此自信？至于分盟，爱咋咋地，现在就想吃瓜，什么时候也不能低估吃瓜家的好奇心。大灰灰刚说完，就有管理忍不住了。会长，会议频道都自己人，说说副总那什么情况？副总准备了多少？看会长这架势，打底也是大几十万。你听会长的语气就知道，大几十万，最少100万。对于这些好奇，大灰灰笑笑不说话。保密，这就没意思了呀，会长，说个大体数字就行。好了，别好奇了，副总不说，我也不会说，只能告诉你们保底神威大弟子。现在散会，别忘了抓委任冲繁荣度。大灰灰又不傻，现在一个个说是自己人，谁他妈知道其中有没有其他工会的007？烟雨江南频道，执剑人浮生叶藏小团队现在都没缓过来。尼玛，我们帮有大哥，还是顶尖中的尖尖头，帮主这狗东西藏得够深啊，连我们都瞒着。浮生更惊讶，大哥还是他第一个发现的，结果尼玛这都不告诉我，一个人悄悄闷着乐。一众烟雨江南的帮众更懵逼，前面富贵变富贵哥就很猛了，现在更离谱，富贵哥直接从皇马飙升到全频道唯3的乘马之一。寂静许久，终于有人打破沉默。富贵哥还真是大老板，毛的大老板，你没听富贵哥说话，那声音一听就知道年龄不大，估计是个富二代。离哥呢？离哥急忙回神，开麦解释道：别问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我是玩夜游认识的富贵哥，那时候富贵哥一进游戏就砸了几千，成了我们区的榜1，后面更是每天几千的砸，所以我们才叫他大老板。富贵哥玩天刀还是我拉来的，不然我估计富贵哥现在还在玩夜游。牛逼啊，离哥，你小子可真是咱帮的福星，帮主高低得给你磕一个。我说真的，不磕都对不起你拉富贵哥来玩天刀的恩情。第025章，永远不要小瞧有钱人的有钱程度。盛世商会频道，青湖和江月两人在给王川洲介绍冲榜需要些什么，以及具体操作方向，还有相关代练的人选。王川洲前面就知道代练很花钱，但具体的一概不知道。经过青湖和江月的介绍，他第一次对代练和相关费用的缘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就拿他的号来说，单是代练人数就高达5个人，副本代练、论剑代练、战场代练、功力代练、成就代练。其中有些代练任务可以一个人兼任，比如副本和成就这些，但为了保证他的号随时都在提升，就需要24小时在线，一个人肯定扛不住，所以就需要有人顶替轮换。还有论剑、战场这种有技术要求的代练项目，那都需要专业的代练。说到最后，青湖和江月对视一眼，也问了一个很多人都问过但很关键的问题：老板准备了多少钱？冲榜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钱，钱多有钱多的玩法，钱少有钱少的玩法，前者肯定要轻松不少，后者就费神费力多了。虽然知道频道里这个老板肯定不差钱，这点从大灰灰的态度就能看出1、2，但他们不知道具体数字啊，就很干。身为代练，那就是老板在游戏的花钱小管家，不可能连老板钱包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吧？王川洲也没不耐烦，大大方方道：一天最多2万，多了不行。每天都有2万吗？嗨呀！江月听到这话，眼皮直跳。大哥，你是真虎啊！你问这个问题是在怀疑老板的实力？当即咳嗽一声提醒。青湖也反应过来这话的歧义，急忙道：抱歉老板，我只是有些惊讶，说话没过脑。没事，你继续。王川洲不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青湖松了口气，继续道：神威大弟子完全没压力，现在随便找个代练都能上，当前仅限前期，不过以老板的实力，后期也没什么难度。江月接话道：我们在前期可以冲一下总榜第1，拿下的概率也很大，老板这个刻度在前期基本遇不到什么对手。这话倒是没错，一天2万，10天就是20万，一个月60万，2个月就能干掉120万，倒不是天刀的氪老天花板，就是100-200万。这不可能，天刀能氪100万的大佬很多，这点身处全天刀最大商会的江月最有发言权。100-200万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很多，但对于很多大佬来说，这就是个零花钱的额度。永远不要小瞧有钱人的有钱程度，这是纳兰商会的第1准则。眼前这位不就是有钱人的代表之一？那就麻烦你们了。王川洲想了想，又道：我每天会在号上充2万的点券，怎么花？你们来，
我看成果就行。他说这话，倒不是为了回击青湖前面的那句话。富贵哥真没那么小气，主要是为了防止后续的现实花销，提前打一个预防针罢了。或者说借口也行。江月他们前面说过，为了冲榜，制作装备、收购新法残叶、精工材料、琢磨材料，这些都需要收购大量的游戏金币。怎么收？当然是花现实的钱。而富贵哥别的都行，花现实的钱不行，这是底线。他攒点狗拖币不容易，谁也不能让他轻易打开小金库。这就是富贵哥，飘了，但没完全飘，心里依旧有杆秤横着。江月笑着应道：没问题，需要花点券的地方，我们也会做好账单，到时候老板可以随时查看。专业。王川洲称赞道。那没事，我就下去了，联系方式也加了，有事联系我就行。对了，老板，江月解释道，锦鲤超太火爆了，导致游戏排队情况严重，老板你的号又是个新号，充值还没达到能拥有特权的额度，所以为了避免老板你下号后我们上不去号的情况，老板你下号之前记得给我们发个消息，代练上不了号倒是还好，就怕老板你第二天可能排不进来。天刀也有这种类似的游戏管家。王川洲好奇道，特权游戏管家，这个他熟啊，他现在还有好几个夜游的游戏管家。有的，我们服务的不少老板都有这种专属的私人游戏管家。需要充值多少？以老板你的刻度，大概需要2个月。王川洲的知识还没完全还给老师，很快便在心中计算出大概数字。120万。启哥还是启哥，格局就是不一样。夜游2000，我启哥起步就是100万。行，你们忙。王川洲挥挥手。临近晚上7点，忙碌一个下午的天刀玩家迎来久违的闲暇。入驻新区的各大公会都会趁着这个时间举行一次狂欢，以此凝聚人心。世界频道从下午4点开始，就不时有各家公会组织的刷屏大军，借此向锦鲤超宣扬自身的存在，也掀开了新的江湖篇章。频道广告，发言人盛世大灰灰。所有兄弟复制一下公屏当前的文案，世界频道、江湖频道、门派频道全部刷一波。各帮管理迅速组织兄弟们上 YY 集结准备活动，坐标活动频道，速度。盛世公会 YY5200，晚上8点举行迎新活动，欢迎所有锦鲤超玩家光临指导。活动期间抽20套商城时装、10匹永久白公子和1万金，可折算现金。王川洲复制文案在游戏的各个频道发送。锦鲤超的聊天频道也迎来了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水龙营、帝王州、寒江城、万里沙4大盟会阵营，数百家公会，10数万玩家的广告浪潮。其他公会的活动具体如何不清楚，但盛世无疑下了血本。举办活动的目的很简单，一是让盛世公会这个大家庭的各帮派玩家彼此熟悉一下，最起码要知道那些帮是自家人，以后江湖见面有点分寸。二来就是彰显存在感，让锦鲤超玩家知道水龙营有个名为盛世的公会。玩游戏可不兴闭门造车，酒香他也怕巷子深，知名度高对一个公会来说很重要。三就更简单了，拉人、抢人。锦鲤超刚开区，很多玩家连个帮派都没有，某个玩家要是刚好刷到盛世的广告，又好奇来了盛世的公会频道，再运气逆天抽到点什么福利，你说他加还是不加？玩的就是一个广撒网的套路。要是随便来10个8个的万客，大挥挥嘴都要笑歪，没抽中大奖也不要紧，反正都是要办的。第026章，站在你面前的是会长，这是下血本了呀。只见人手在游戏里忙活，嘴在频道唠嗑，主打的就是一个2不误。王川洲笑道：2万多吧？别看活动搞得声势浩大的样子，但具体支出其实没多少，更别说还有青湖、江月这2自己人，大头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零食大礼包，还有一些游戏玩偶什么的。这么少？应该不止吧？浮生诧异道。听到这话，青山不醉反手就是一击背刺。你是在质疑我富贵哥？你要知道，和你说话的可是盛世尊贵的程马 VP 大灰灰背后的男人，烟雨江南的定海神针，神威门派的预定大弟子。盛世富贵哥，你可滚一边玩去吧。王川洲满脸嫌弃，以前也没发现啊。好吧，也没几天，满打满算也就认识2、3天。不过这可能就是游戏的魅力。混熟后，青山不醉的帮主滤镜碎了一地，逗逼属性暴露无遗。会长和我说的，虽然没说详细数字，但不会超过3万。王川洲笑着补充道。拉人干活，只见人吃完瓜后也没了兴致。你们干，我先上去了。王川洲虽然挂了程马，但他在盛世的定位很特殊，属于无事吉祥物，有事太上皇，就是没个具体职位。在烟雨江南也是如此。青山要给他上，他没答应。
主要是没那个必要占着茅坑不拉屎，浪费位置不是？他也不需要，真有什么要做的。歪歪吼一嗓子，青山先行而至，不出半分钟，大灰灰就带着他手下2000多马仔杀到活动频道，陆陆续续有黄马管理跳进来，然后没一会儿的功夫，便乌泱泱涌入百10号人，且马甲的帮派后缀都相同。王川州特意看了一眼，大灰灰没在，也不知道在忙什么。频道的麦序上，只有接待团队的小姐姐在暖场 ，ID 还挺熟悉，就是他当初来盛世的时候接待他的那个接待，不过估计人都给忘了。每天接待那么多人，他富贵哥头上也没长角，哪还记得清？活动频道是禁言的，主要是为了维持活动秩序，毕竟也是好几千人的活动，只有管理能开麦说话。王川州全县第2大，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少年，给自己倒了杯可乐，静静的在公屏看沙雕玩家调戏接待小姐姐。小姐姐玩天刀吗？小姐姐缺情缘吗？我神威贼溜！一帮沙雕都闪开，让我照着天来。小姐姐，看我照片沙雕图，小姐姐爱上我了吗？这是那个帮的沙比，拖出去杀了，杀了！接待七七边读公屏的沙雕言论，边回答沙雕玩家的问题，时不时还露出几声清脆的笑声。玩游戏的哪能受得起这诱惑，一个个化身战狼。但随着大量看游戏广告而来的游客玩家涌入，和谐沙雕的气氛宣布告破。一个挂着以战止战的黄马率先开麦：“接待小姐姐，我插句话。”说完，不等接待同意，便喊话道：“以战止战招一切玩家，10万克大佬坐镇，不定时送商城时装，做其白公子。帮派实力强劲，福利多多，气氛友好，欢迎私聊。”这一嗓子宛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他帮的管理见状，这还了得，也纷纷开麦抢人。10万克，我他妈直接喊大弟子，10大在我们帮都不够牌面，你别管我有没有，牛皮先吹出去，把人骗过来再说。接待小姐姐直接懵逼了，想说些什么吧，这一个个的都是管理，不说吧，随着开麦的管理越来越多，频道里的气氛也有了点火药味的苗头。行了，都闭嘴！王川州眉头紧皱，要招人的，自己想个广告文案，改成马甲挂麦序上，谁再开麦我直接下马甲。说完，见一众黄马安分了下来，王川州也没多说什么，朝接待小姐姐道：“好了，你继续。”好的。七七莫名有点怵，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很快回神，重新露出笑容，介绍起了活动的具体流程和相关奖励，末尾还介绍了一下盛世公会目前拥有的帮派。关掉发言按钮，王川州下意识拍了拍胸脯，说实话，第一次干这种事还真有点紧张，主要是在场几千人，虽然不是现实，但也吓人啊。要是人管理不给他面子，那不是丢脸丢大了。好在大家都挺给他富贵哥面子的，能不给面子吗？马德以战止战的管理也有点被吓到，倒不是怕，而是那种你正偷偷摸摸做坏事时，却突然被人发现的惊悚。他也没想到这尊大神也在活动频道。富贵哥，全盛世唯一靠前上位的乘马，他前面还特意瞅了下，见大灰灰还有一众乘马都没在，才开麦抢人的。不是大哥，你能不能换个 YY 号啊？实在不行，我出钱给你开个年费，你别拿这个叶子号还蹲在最屁股后面啊，怪瘆得慌的。你也不是差那3瓜2枣的人啊。YY 频道的玩家列表排序是以年费、会员、等级高低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排序的，整个活动频道数千人，玩家列表拉得老长，谁他妈能知道大哥你也在啊？你说怕大哥吧，倒也不至于，但你说不怂大哥吧，那又是假的。盛世不缺任何一个管理，没了可以再招，你就是带帮跑路都没事，但大哥要是说不带了，大灰灰裤子都来不及穿，马上就得私聊大哥，大哥那待得不舒服。夸张是夸张了点，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王川州露个面后，活动进程恢复如初，一众黄马短暂愣神后，也纷纷开小号改马甲，挂在麦序上打广告。对于这个，管理有话说：先声明，我们不是怕，我们是尊重，尊重懂吧？主要是我们前面干的也不体面，加之这里面水有点深，所以你懂就行。管理们如何考虑的不清楚，但这表现在一众吃瓜玩家的眼中就莫名显得就很听话。这是哪位大佬？来个吊大的说说。不知道，乘马估计是盛世的高管吧。叶子号高管，这组合怎么这么别扭啊？别管什么高管的不高管的了，谁他妈关心这些？小姐姐我要点歌，就点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富贵哥的存在知道的人很少，毕竟游戏刚开，知道有这么1号人的也就盛世的管理，要么就是烟雨江南的玩家。不过烟雨江南那点人数在活动频道掀不起什么浪花，富贵哥还不知道错过一波涨经验的绝佳机会，知道了也无所谓。
王传洲现在不在乎这些，系统从11级升到12级需要10万的经验，一时半会的也凑不齐，没必要费那个脑细胞。再说了，今时不同往日，一天2万的苟托金额度，足以支撑富贵哥潇洒很长一段时间。第027章，难怪你能当会长。活动顺利进行，王传洲就是个观众，没什么戏份，他也乐得清闲。抽奖也没参与，不缺那点奖励是一回事，万一他欧皇属性爆发，真中了，不得被一众玩家喷死，要经验也不是这种妖法呀。他挂着乘马中奖，想想都有种黑色幽默笑话的成分。活动结束，大灰灰又拉着一众管理开会。王传洲受邀去当吉祥物，也不知道开这么多会到底有什么用。莫名想到他以后大学毕业上班，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吧？想想都恐怖啊！紧接着一想，不对啊，我有挂，我上什么班？那没事了，原来是虚惊一场。频道中，大灰灰语气难得严肃：今天活动我没参加，不过我去其他公会溜达了一圈，局势很严峻，对手都不弱。目前水龙营就我知道的天涯、侠客行、盛唐，每一家的人数都在2000家，多的甚至达到了3、4千，帮派数量也差不多。前面我说的一门管理，务必紧抓委任，每天的帮派繁荣度必须拉满，不然肯定没戏。大灰灰说完，其他管理也开麦表达自己的观念。繁荣度拉满，稳妥点就找商人拉小号刷委任，要么就很砸福利，前者有保证，但光有繁荣度也是虚的。委任小号占了帮派位置，怎么留人？一个委任多少钱？一个委任1块钱，反正不比福利便宜。我们打算拿那个地盘。废话，肯定是总舵呀，不然你告诉手底下的人，我们备战分舵。你看人跑不跑？楚哥不差道，玩游戏的第一很重要，你别管能不能做到，口号不能差。王传洲听的是一知半解，他只知道水龙营总舵在九华，做主线的时候途经过，不过他倒是赞同楚哥最后的那句话：未战先怯乃兵家大忌。气势都没有，还玩个毛的游戏？输人不输阵，就像他玩英雄联盟，你可以打死我，但你永远不可能打服我的嘴。主打一个人死嘴还在，不然手伸来干嘛的？吃饭吗？大灰灰皱了皱眉头道：一盟全力备战总舵，2盟备战分舵，3盟后面看情况。天刀的势力玩法分为帮派、联盟、盟会。帮派是最小的势力单位，帮派等级达到一定等级后，可以组建联盟，一个联盟最多容纳4个帮派，而盟会就是阵营，也是最大的势力单位。一个盟会有6个联盟地盘，一个总舵，5个分舵，所以各大公会的帮派数量也基本是在24个，玩的就是个敢做梦。虽然我有可能连个分舵都抢不到，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有6个地盘全占的想法，并且我还付出行动。24帮齐开，必拿总舵。今天凌晨过后，系统刷新帮派排行榜，就知道具体有哪些对手。现在讨论这些没意义。说到系统刷新，大灰灰看了眼一直没说话的王传洲：副总，你要不现在就把号给清湖他们，今天还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咱争取凌晨过后拿个2号的功力榜第一，也讨个好彩头。听到这话，在场的一众管理纷纷侧目，不是看富贵哥，而是看大灰灰。卧槽，会长高啊，难怪你能当会长。我们怎么忘了，咱公会可是有大神的。他们可没忘记，自家公会这尊大神的出道名言可是氪金100万。虽然代言人是青山不醉，但大灰灰没否认，没否认那就是默认。大哥登榜，帮派那一栏虽然挂的烟雨江南，但在烟雨江南前面的前缀可是盛世2字，功力榜上第一的绝佳广告位，谁不眼馋？优势就是这样一点点积攒起来的。烟雨江南吃肉，他们也能跟着喝汤，双赢完美。这就是一个大佬对一个公会的重要性，实在是好处太多了。不过现在就开始冲榜吗？行，我让青湖他们上号。王传洲自无不可，给青湖发了个私聊，让他上号，账号密码也一块丢了过去。收到。王传洲回了个加油。副总现在就开冲榜吗？有管理欲言又止。没事，什么时候冲都一样。王传洲对冲榜的门门道道，经过青湖和江月的讲解，不说精通，但也不至于摸瞎，大体都知道。天刀的功力榜有结算日，也就说你在平时第一没用，没奖励，只有在结算的时候你还是前10，并且一直稳到结算后才会有10大奖励。锦鲤超刚开，距离第一次功力榜结算还有6天的时间。按照新区的等级开放进度，6天后等级应该能达到 LV52， 到时候就会进入大锁等级时间，各种玩法也基本都开了，金价、物价也会降低很多。届时再冲榜的话，性价比更高，花费自然也会少很多。这些都是江月他们说的。就拿今天来说，锦鲤超现在的金价是1比0.5，
也就说1块钱只能换50银。天刀的游戏货币以金、银、铜为单位，百进制，50银也就半斤，就这还踏马有价无货，你敢信？晚几天你再来看。而对冲榜玩家来说，只要赶上结算的时候冲上第一前10就行，拿到奖励就完事，等待下一个结算日，周而复始。青虎也说过，前期就开始冲榜的话，花费会大很多。不过当王传舟说1天2万的时候，他就没说话了，只是最后提醒一句，要小心藏功力的老银币。天刀因为有结算，很多大佬都会在前期藏功力，迷惑对手，也就是我提升了，但我藏着，快结算再爆出来偷鸡。王传舟不喜欢这种，他喜欢玩名牌，真超得过，那算你牛逼。玩的就是一个自信，当然前提是钱要足够多，不多的话，建议还是别学富贵哥的这种玩法，老老实实听代练的。那就祝副总提前登榜，好意心领。王传舟看看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10分，老王同志他们估计也快回来了。妥，今天就到这了，那你们玩，我先下了。第028章，我好像变得超强。7月2日，大风。碧水湖小区。碧水湖是云安排名前3的豪华小区，在云安这种3线小城市，售价能达到1万起，其豪横度可想而知，只能说有钱是真有钱。王传舟以往路过都是绕着走，没别的，保安不让进。面对门卫大叔那警惕审视的眼神，王传舟也看了回去。来找人的。还没等王传舟说话，就看见一个身材纤细的姑娘，穿着宽松的卫衣，手里拎着一个看不清楚的玩意，正风风火火的从小区内跑来。伯伯，他是我同学，来找我的。于安啊。那保安先是和蔼一笑，随后看向王传舟，进去吧。两人也没去呢，拐了个弯，在靠边的亭子里站着没坐。南于安举起手中的礼盒，眉眼带笑，诺，给你的奥特曼。还真有。王传舟人都惊了，不是，我就随口一说，而且贝壳怎么做奥特曼？那当然，我是谁？我说我有一个弟弟，一直吵着要一个奥特曼，任阿姨好心就给我刻了。说到这，南于安直接露出大妈笑，看得王传舟想给他一拳。你的是什么？南于安没拆，看着他。旅行相册。真的？你还挺会挑的嘛。王传舟翻了个白眼，我谢谢你。两人在亭子里站着，突然沉默了好一会儿。王传舟是找不到什么话说，他和南于安的交际仅限于班上的交流，私底下基本没联系，除了前几天那场玩笑。只是没想到这姑娘还真当真了。突然他打破了寂静，说道，行了，礼物也给你了，我走了。挥了挥手，王传舟揣着刻着奥特曼的贝壳，头也不回地朝着小区外走去。好，拜拜。南于安站在亭子里，目光定格在离开的少年身上。少年的身体很单薄，头发也很乱，但精气神却和上学时截然不同。在南于安的印象里，王传舟是个比较沉默的性格，和谁都能说话。在高中这种闹腾的年龄，他就是一个另类，活动能推就推，不能就当透明人。原以为王传舟可能有点社恐或者自卑，南于安每次都想拉上这个同学，希望能帮助他，让他不那么孤僻。没想到人家是真不想参与。喜欢奥特曼的高冷男吗？哈哈。远处风吹动少年的头发，少年回身挥手告别，南于安也挥手回应。王传舟不知道南于安正在背地里诽谤他。坐在车里，看着手中的贝壳，是常见的海贝壳，摸起来滑滑棱棱，上面依稀可见迪迦奥特曼的简笔画，木质的柱台上还有一段祝福语：祝王传舟同学万事胜意。南于安2016年6月25日，万事胜意。王传舟看着这个成语，不由笑了起来。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祝愿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并且最终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是他们语文老师在毕业前给他们的毕业祝福语。回到家，将贝壳放在电脑主机上，想了想，王传舟将刻有迪迦的那面转过去，面壁思过，登上天刀。第二天的主线任务已经被代练做完，当前等级也来到了 LV42， 提升了小11级，游戏屏幕最上方的经验条也多了一个紫色的锁，等级已达到当前上限。行吧。王传舟抿了抿嘴，打开个人面板，身上的装备也都换成了42级普通副本、杭州郡王府副本的紫色副本套，还真是敬业啊。天刀目前就解锁了2个副本，一个31级的副本江南龙首山，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凌晨才解锁的42级副本杭州郡王府，还有一个特殊副本夜探郡王府。副本都打完了吗？王传舟这才发现自己的所有副本次数均显示为0，只能说很强。再一想这些都是免费，那就更强了。心法什么的倒是没变化，再多的细节王传舟也摸不清楚。叮铃，好友青湖商会业务本尊，老板，
你上号了？那我通知代练他们先休息。青湖回道，冲榜号第一天是最累的。虽然锦鲤超才刚开，需要做的地方并不多，但对于富贵哥这种顶级账号来说，那细节是必须全部拉满，任何提升点都不能落下。昨天副本刚开，副本代练团就用自己的号拉上富贵哥的号，熬了个通宵，全部清完。行，辛苦了。王川州客套道，说好话又不要钱，还能让人感觉舒服，何乐而不为呢？过了一小会儿，青湖又发道，老板，收金你看是走江月那边，还是从我这拿？我谁都不想。大灰灰是给富贵哥包了代理费，但其他花销可都得王川州自己来。再说，对于富贵哥这种玩家来说，需要的游戏金何止几万、几十万？大灰灰再是会长也扛不住。金可以从游戏里收吗？王川州很坦然地询问。不然，按照锦鲤超现在的金价，他就是把王母给的衰小孩资金，外加自己的小金库榨干，也撑不起这个花销。面对现实的窘境，富贵哥只能剑走偏锋。对于富贵哥的想法，青湖也早有预料。毕竟老板昨天就没问他们号上有多少金，这么一个明显的信号，他们不可能不懂。虽然金的收益没了，但对于这种大顾客，没人会因为一两次收益的损失就拒之门外，热情对待，投资未来才是王道。可以，老板，你如果要从游戏里收金的话，推荐走商城里内置的点券寄售，优点是快且没有额度限制，缺点就是没有天赏积分。还可以走拍卖行，用点券购买商城的时装和其他道具，上架等玩家购买。优点是有天赏，缺点的话有收益额度限制，时间上也要慢一点。行，王川州看得直点头，随后又道，今天有什么需要花点券的地方吗？消息一读，青湖脑海中瞬间诞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老板，你不会是想把钱全砸来收金吧？我的个乖乖，算了，老板想怎么办，那是任老板的事，我就一臭打工的，费那神干什么？没有。想了想，青湖紧接着又道，老板，你商城都清空了，心法和礼包也不缺，没活动的话，这周基本没什么需要花钱地方。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只要您高兴，这周随便花。回复完青湖，王川州看了下游戏界面，没感觉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却莫名有种我好像变强了的错觉。打开小地图下的排行榜界面，锦鲤超功力榜全服排名，序列1，玩家 ID 富贵，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吟，功力值3120。第029章，真的富贵哥哭死，不是错觉，我真的变得超强。王川州特意瞅了下排行榜第一页的其他玩家，功力基本都在3000以上，和他差距不是特别大，也就100多点功力。但按照青山的理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无他，排行榜第一页玩家除了他之外，一个天赏时装都没有。心法倒是有几个出了，练武，一本练武心法的价值也就是几大千，这能算什么钱？是吧？不过没什么卵用，没结算之前，功力再高，排名再牛，那也都是弟弟。对于大佬来说，功力是重要，但装逼更重要，特别是那种他人没有我独有的稀缺物，嘿，一打一个准，就是上头。天赏时装，功力榜排名奖励都是这个道理。系统，今天的狗托金全部充值了，谢谢。王川州瞅了眼商城的双倍天赏活动还在，直接把刚刷新没多久的狗托金全部梭哈。温馨提示，由于您的游戏账号当前有充值额度限制，请屏蔽系统提示，以免影响您的游戏体验。系统这一嘴让王川州怨念拉满。垃圾天刀，基础账号一次只能充2000，玩个鸡毛，游戏管家的门槛还设置的那么高，真垃圾。还是自家狗爹好，神秘温柔，强大内敛，需要他时狗爹无所不能，不需要他时狗爹也不会吵吵，安静待机。最主要的是他还会照顾人的感受。真的，富贵哥哭死。屏蔽，充值成功。您在天涯明月刀 OL 天命风流大区锦鲤超服务器的玩家账号富贵已充值2万狗托金，到账200万商城点券。祝您游戏愉快，天天开心，万事胜意。一如既往的道谢。虽然王川州知道没什么卵用，系统就是系统，没有感情，也没什么智能，但人嘛，还是得怀着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200万的充值点券听着不多，但呈现在眼前的样子却显得格外震撼。尤其是那一连串的0，它代表了金钱的魅力，更是一个男人内心自信的强弱标准。收金，收金。打开商城，王川州考虑到锦鲤超玩家兜里现在也没多少金，也没买什么贵的时装，白公子就更是排除。永久的一匹售价高达688，30天的也要128，现在谁买得起？速问，打折后188。圣秀，速问，
套装限时双倍天赏。曾暗语花王豆，问速商，喜与后。售价20800点券，现价18888点券，返还1888天赏积分。王川洲在时装商城里逛了一圈，也没发现比速问更便宜的时装。对天刀的物价，富贵哥也渐渐免疫。限时188的衣服考虑一下，游戏那就没什么好考虑的了，买就完事。购物车，物品：圣秀、速问、时装，数量105，所需点券200万零2128，返还天赏积分40万零256，200万点券只能买105套，加上昨天剩下的点券，勉强能多买一套。天赏积分由于双倍天赏活动，返还了40多万。昨天富贵哥心心念念的小白发套装，售价也才18万，能买2套还多，那没得说，有钱就花，有喜欢的时装就买。天赏积分商城，吹雪霓裳套装，建议场韩明光，背白发永霓裳，售价18万天赏积分，个人限购，永久一个。趁着还有多的天赏积分，王川洲又打起了其他天赏时装的注意。新王孤独68万天赏，一股子古代世家贵公子的赶脚，但现在买不起。王川洲从不在得不到的东西上费神。下一个，人间梦华12万，太红，后面再来找你。蓝唐6万8，王川洲试穿了下，直接排除，完全没在他的审美上，以后天赏多到用不完，倒是可以收集一下。新王9曜20万天赏，试穿，理由同上，不在第一，购买序列，直接下一个。天刀有一点值得王川洲称赞的设定，那就是时装和做骑马具的试穿功能，展示归展示，国人还是喜欢穿上身的那种感觉，喜不喜欢一眼就知，不存在花冤枉钱的情况。圣秀锦衣15万天赏，就这个了。试穿后，王川洲一眼中意，直接加入购物车。购物车，物品：吹雪霓裳套装，圣秀锦衣套装，数量2，所需点券0，所需天赏积分33万，购买。富贵哥轻轻点击鼠标，天赏积分直接腰斩，加上昨天剩下的，仅剩下不到10万天赏，那叫一个穷。不过购买心爱之物后的那种满足感，是多少天赏积分也比不了的。你已经获得吹雪霓裳套装相关配饰，详情请点击时装。你已经获得圣秀锦衣套装相关配饰，详情请点击时装。打开时装界面，再点击商城时装，琳琅满目的时装静静陈列其中，宛如一个古代成衣阁面向顾客的展览馆。五颜六色、风格迥异的时装应有尽有，有威风的雾隐雷藏，也有江湖侠客的白发，更有大内威严的锦衣。王川洲也难得玩起了天刀暖暖，发饰肯定是吹雪霓长头，白发永远的神。至于衣服的搭配，在看了几套时装搭配白发的效果后，锦衣还行，像一个大门统领高手，一头白发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惹的，高深莫测，威严莫名。雷藏也还行，风格比锦衣要好上不少，像一个坐镇边塞关陲之地的统领主帅，杀伐铁血。但最好的还是吹雪霓长套装的原搭配，西门吹雪懂吧？就是那个调调。最后，王川洲还是选择了白发加雷藏的搭配，没别的。神威的背景故事就是在燕云边塞抵抗外敌的军旅门派，以身为强，长枪御敌于国门之外，纵使血染黄沙也不后退半步。长枪亦在，神威还在，莫慌。什么江湖侠客，什么大内高手，与之相比都要逊色许多。虽然原配更搭，但奈何富贵哥喜欢，这就是最大的理由。差了点意思。王川洲端详片刻，想了想，将个人面板中的武器隐藏取消，这下完美。长枪加长弓，再配上这套时装，那叫一个绝。第030章，有时候认识就是一种缘分。一切搞定后，王川洲这才打量起自己身处的位置。杭州东平郡王府副本 NPC 所在的演武平台上，玩家4沙滩上的海石围成一团，在平台广场的中央还有玩家在切磋比武，更远一些。王川洲定睛一看，好家伙，开区第2天，这就开始了。在他的视线远方，数拨人马正在乱战，看其头顶 ID 旁的颜色，一伙是万里沙阵营，另一伙是帝王州，还有零星的寒江城和水龙营。不对，有点乱。当前频道，老手扣1，速通队来个 DPS 输出和奶妈天香。萌新第一次玩，有大佬带吗？找个副本固定队，封测老玩家，玩的神刀，精通各种副本，论剑上过5胜，有没有人把我捡走啊？那个沙比乱开红，死马了。萌新自强队来萌新，不玻璃心的，老手不要，来能上 YY 的，大家一起看攻略，不求人。
副本指挥，只要听指挥，一经包过，有没有老板照顾生意？马德，开红蛋挞！众生百相，一览无余。王川州乐滋滋的吃瓜，游戏嘛，玩的不就是一个热闹？有人打副本，有人求队友，有人在赚钱，也有暴躁老哥在线 PK， 口吐芬芳，更有手贱者在副本 NPC 前的人堆中开红捣乱。至于前面的乱斗，没频道的瓜好看。想了想，王川州在当前打字道：功利榜第一，不要99，不要88，只要1金，谁给钱帮谁？有老板吗？光看热闹多没意思，参与进去啊！我辈江湖儿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不是应有之义吗？至于收费，大侠也要生活，喝酒吃肉，养马住宿，那不都需要钱？富贵哥刚打广告，就有暴躁老哥忍不住了：傻逼代练拿老板号装什么逼？有种开你号来，看爷爷不打死你！哈哈，王川州乐的大笑。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真1 vs 1，富贵哥可能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现阶段功力差距还不是那么大，富贵哥又是个萌新，什么手法？他木之啊，赚钱嘛，不寒碜，反正我老板也不知道，我随便玩，有老板吗？进队。王川州乐滋滋道：老板拉我，本人手法精湛，人称群架小霸王，战场小吕布，找我绝对没错。另外功力可查，不过要先给金。系统提示：玩家风车车向您发出交易申请，是否同意？交易中，您获得金钱1金。老板组我。系统提示：玩家风车车向您发出组队申请，是否同意？团队界面，团长风车车，团员彼岸啊，风中过客，团团只想打本，12人。团队频道，彼岸啊，真功力榜。1，富贵，童叟无欺，可查排行，这1金绝对物有所值。风中过客，卧槽，还真是第一的号。团团只想打本，你们代练怎么接单子啊？有什么平台吗？我也想做代练，玩大佬的号，赚不赚钱都没事。私聊，看见白发这些天赏，直接私聊问大佬需不需要代练。王川州虽然不懂代练，但他懂老板啊，更别说他自身就有这种经历，那是张口就来。团团只想打本，学到了，后面我去试试。风车车，大哥，你干人啊，别光吹牛啊，我要被打死了。富贵，我的老板，马上来。说完，王川州也不废话，一个猛琥珀直接冲进乱战中心，疾风枪、狂龙阵，技能哪亮点哪里，玩的就是一个随意。但显然他低估了对面的伤害，不消片刻，直接大残。不过不碍事，富贵哥别的没有，就是钱多，单是礼包送的9阳返魂伞就有几十个。9阳返魂伞，未死皆可救，濒死也堪留。使用立刻回复50%的气血，15秒内额外回复50%的气血。类别药品，品质金。获取渠道商城购买。售价400点券。一粒9阳丹下肚，顷刻满血。说是乱战，其实也没多少人，就几十个玩家。事件的起因已经不可考，不过大意就是对方有人手贱，导致风车车等人进入交战状态，进不了副本。这能忍？5人副本也不打了，直接干架。对面也不怂，拉上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一些战斗狂，直接开干。江湖恩怨没有缘由，很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游戏之所以是游戏，就是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也没有现实的约束，导致游戏诞生出很多现实无法理解的事件。战斗10多分钟后，双方也陆续增加10几个手痒的吃瓜群众。什么对错不在乎，谁拉就进谁的队，能干架就行。当前频道除了双方当事人在互相问候外，其他人都是默默干架，战斗、死亡、复活，再战斗。半个小时后，战斗的欲望逐渐衰减。团队频道，风中过客，风车还打吗？团团只想打本，对面也撤了，要追吗？别啊，算了，打本去吧，任务送的药都打完了，复活 CD 现在也涨得要死。风车车，不打了，谢谢各位助战的兄弟，加个好友，以后江湖有事，好友叫一声，保证到。富贵，老板客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风车车，大哥别闹，就你那手法，你要是代练我直接吃，拉稀的要死。别啊，看破不说破呀。风车，富贵，有这么明显吗？风车过客，不要太明显，我第一次玩，技术都比大佬你好。话说大佬白发怎么得的？要多少钱？我也想搞一个。风车车，别想了，现在活动最少也要3500。团团只想打本，这么贵？一个头发3500，金子做的呀。风中过客，搞不起，我几百还行，上千就算了。风车车，大佬加个好友，以后打架叫我。风中过客，我也要加，大佬以后打架可以叫你助战吗？富贵，打人不行，
被打可以叫我，我这人就好助人为乐。王传周先是在好友界面增添一个名为江湖缘分的分组，随后同意众人的好友申请，全部归拢到江湖缘分分组。人的一生很长，长的70-80年、100年，短一点也有40-50年。而世界很大，人也很多，茫茫几十亿人中，2个人认识的概率不亚于2颗沙子在无垠大洋被海水冲到一起。所以不论是虚拟还是现实，有时候认识就是一种缘分，无关身份，也无关是否是大佬，氪金多少。第031章，山不向我来，我就向山去。江湖儿女自江湖来，也自江湖去。打完架，风车车等人退团组队去打副本。王传周怀揣那1斤的报酬，也策马离开了杭州东平郡王府，路过红衣岭，来到凤凰集。他忽然策马而停，卧槽，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收金！靠！王传周打开背包，果然见几十套素问时装正满是幽怨的凝视他，而在邮箱中还有一堆素问，更是连天都没见过。罪过，罪过！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江湖太迷人。王传周一边嘀咕，一边打开拍卖行。天刀只有2大主城开封和杭州有拍卖行建筑，玩家想上架道具、购买物品都需要传送到相应主城，再策马赶到拍卖行才能进行相应操作。但对于富贵哥这种氪金大佬来说，这都不是事。宠物技能随身拍卖行，使用后可让宠物习得随身拍卖行技能，可随时随地打开拍卖行。所以说有钱快乐啊！与之相应的还有随身邮箱技能。王传周也不知道是那个礼包送的，整理礼包的时候他俩就在背包，他当时没在意，也不知道怎么用，还是青湖等人告诉他。打开拍卖行，整个拍卖行分为购买、出售。王传周先是在好友界面找到代练分组，青湖和江月不必多说，2代练头子，还有10个 ID 前缀为江月商会和青湖商会的代练打手，打手基本都没在线，日出而睡，日夜而起，赚的也是个辛苦钱，估计现在还在补觉。青湖也没在线，点开江月，现在金价多少？王传周询问。买时装换金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天刀很多大佬都干过这种事，只是有人是出于游戏体验，但有些人就是单纯的舍不得钱了。反正富贵哥是不会承认，他是大佬中唯一一个出于舍不得的原因才这样干的人。律师，律师，这有人诽谤我呀，他诽谤我。好友江月商会承接一切叨叨业务，老板是要自己收金吗？我自己出售金是走1:2的价格，老板可以参考一下。行，我知道了，谢了。老板客气，有任何需要，老板联系我。王传周回了个 OK 的表情包。1:2的金价，比之昨天降低了点，但不多。一套素问时装现在售价188，理论来说等价值是376金，只能说锦鲤超的金价除了坚挺，也就只剩下离谱了。但是现在是双倍天赏活动，除了纯小白萌新不懂外，很多玩家要买时装，那基本都找代购。无他，代购打折呀。天刀的时装是可以赠送购买的，至于买时装返还的天赏积分，这就是代购赚的利润点了。而且除了对天赏时装有需求的玩家外，普通玩家谁在意这个？一套素问商城售价188，代购可以干到88，主打一个便宜。所以王传周想靠拍卖行收金的话，不可能挂到376金的价格。多少合适呢？沉思片刻后，王传周直接拍板，150金。他代练最低折扣价88，换算成金的话，也就是176金。富贵哥直接150金。点到出售界面，将背包的素问全部上架，单价统一150金，玩的就是心跳。随后又将游戏寄存的素问时装领取，再上架。完事后再是否匿名呢？王传周选择不匿名。做好事匿名干什么？古人赠人玫瑰都还讲究个手留余香，你不会真以为那就是花放酒后留下的花香吧？上架完，剩下的就是静待有缘人了。半个小时后，王传周正游览江湖各地的风景，却迟迟没等到游戏邮箱的动静。不会吧，150金都没人买，是背包没那么多金，还是觉得贵了？富贵哥苦思半天也没想明白。降价？不可能，他富贵哥也是有底线的。就在这时，苦等的游戏邮箱仿佛听到了他的心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王传周打开邮箱，只见系统提示他上架的素问时装被人一扫而空。未领取邮件，数量106，未领取邮件副品，银两15900金。购买人天涯商会购买留言：大佬需要天赏积分吗？1万天赏200，量大从优，100万天赏可以给到最低价单价150。老板可以加我好友细聊。没兴趣。王传周领取完邮件的金，直接一键删除。你别说单价150，你就是干到100都没用。想让他掏小金库，想都别想。富贵哥对此那是油盐不进，
寸步不让。我王富贵差那点点圈，这不是寒碜人吗？天涯公会频道，天涯商会的天涯无情时不时盯着好友界面，却迟迟没见到有新的好友申请，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不对啊，按老板那输出，明显是在刷天赏，我价给高了。本来无情正逛拍卖行，打探市场行情，谁知道逛着逛着，突然发现有人大量上架商城时装，售价还低到发指，就差没把白送的标签贴上了。他还纳闷，那个同行现在就憋不住了。双倍天赏活动对他们商人来说，那就是一场狂欢，但有一个前提，有人接单。代购赚不了什么钱，甚至还要倒贴一点进去，他们赚的是代购附赠的海量天赏积分。也有些胆子大、底气足的商人，会趁现在有新品折扣的时候，选择玩家反馈不错的时装进行囤积，等待折扣没了再出售给玩家，赚取差价。所以他以为是那个同行憋不住，准备清仓回血，但瞅了一眼就发现不对，出售人那一栏没匿名， ID 为富贵。无情当时就喜了，这是发现野生大佬在刷天赏。可大佬，你为什么还不加我啊？价格不行，咱可以再商量，绝对行价最低。无情从来没往一个方向上想，那就是他口中的那个老板目的不是刷天赏，而是收金。苦等许久，无情想了想，决定主动出击。删不向我来，我就向删去。输入富贵，然后申请添加。没过一会儿，好友申请便同意了。无情一喜，点开好友，查看好友的个人面板，准备针对出击。天刀想看一个人的玩家面板，要么是面对面，要么就是该玩家在某个排行榜，要么就是好友，或是同处一个帮派。所以没好友前，无情也是心急无门。排行榜，前期的排行榜鬼看了都摇头。好友面板，玩家 ID 富贵，天涯贵族，职业神威男，等级 LV42， 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吟，时装雾隐雷藏，金吹雪霓裳，紫新法装配蓝，练武力道，金练武根骨，金功力值3120。好消息，大佬本尊没错。坏消息，大佬有狗了，还他妈先吃了第一杯羹，最可恨的是还他妈不止一条狗，而且没留他的位置。曹，这是无情看到面板后的第一反应。雾隐加白发，标准的大佬天赏搭配。有了这两东西，正常大佬基本就对其他天赏无感了。论好看，白发永远的神；论装逼，雾隐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全天刀目前最贵的天赏时装，它就是一坨，也有的是大佬要它，不为别的，就是一个贵字。天赏是无望了。再一看功力3210，无情虽然现在没关注排行榜，不知道具体排名多少，但以他的职业素养来说，这个功力在现阶段至少也是前3。打开排行榜，位列功力榜第一的那个正是大佬本尊。操！无情心中怒吼，这功力不算什么，现在的排名也没啥，但大佬这架势明显是顶尖大佬的起手姿势，现在代练也无望，还真他妈一口吃的都不给我留啊！第032章，人与人之间是有鸿沟的。襄州云巅之海，天刀门派真武的老家，也是一众天刀玩家推荐看云最佳的一个地图。王川州的地图迷雾昨天就被代练给全解锁了，不过他本人倒是没看过，闲来无事就想来看看江湖各地的风景。襄州自然不容错过，云居于山腰之间，汇成云海，云霞迷蒙，千峰如刃。山间坐落有真武门派的种种建筑，更有金鼎大殿这栋辉煌建筑。云起云落间，身穿道袍的 NPC 穿行其中，让背景故事中的修道之派多了几分缥缈之意。王川州也如大多数玩家一般，正在看云台。卧槽，好帅，好有感觉。却没想到，自从那个 ID 带有天涯商会的人加他好友后，系统的提示就一直响个不停，扰他看云的心情。经验+1，经验+1，经验+1，狗托币+1，狗托币+1。本以为是人家发消息给他，他没看到，导致那人有了怨念。结果看了下消息界面，也没发消息啊！靠，神经病！要不是看在你贡献不少经验和狗托币的份上，早把你删除拉黑了。王川州继续看云，说话，他一个烟云沙漠里的小神威，来真武驻地看云，应该不会被赶出去吧？瞅了瞅四周的玩家，太白、真武、神威、唐门，好家伙，四海八荒的兄弟都在啊！那没事了，再好看的风景，看久了也会腻。王川州很懂浅尝浅止的道理，为了怕腻，他欣赏了一阵，便骑着白公子在襄州大地上四处游荡，走走停停间，来到了真武打坐广场。打坐是天刀获取经验的一种玩法，此时
打坐广场上，熙熙攘攘的玩家围绕在一座没有面容的空白雕像四周散坐。那是大弟子雕像，一个门派唯有功力排行第一的玩家才有资格将雕像放置于此。王川州凑上去细细观看，脑海中更是浮现自己的玩家雕像被放置在自己的门派广场中央，四周也如现在这般散坐了络绎不绝的小神威，那场景很美。烟云神威宝他自从主线任务后还没去看过，说来也是师门不幸。叮铃，好友离哥，大老板打本吗？帮主正在 YY 组织人打副本。王川州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没登 YY。说起来，盛世不是要求游戏与 YY 同步的吗？屡次不上的还会踢出帮派。我是高管之一，那没事了。说归说，富贵哥给离哥回复完，还是切出游戏登录 YY。烟雨江南频道，青山不醉正在帮派大厅讲话。先说好，只带龙首山啊，郡王府过几天再带你们。另外，我带你们打副本，你们委任是不是也要做一下？还有 YY 也不要每次都要我催，你们才上啊，混蛋！你们烦，我也烦。这次就算了，没委任要求，但下次先说好，委任没到100个的不带啊。这萝卜加大棒玩的。不过有一说一，没人会讨厌这种帮主。对于初入江湖、一问三不知的萌新来说，有这么一个指路人，那应该算运气很好了。果然，烟雨江南的帮众们对此很欣喜。对于萌新来说，副本就是个天堑，他们有些人连门都进不去，就更别说会打了。很多老玩家对萌新很友好，也乐得带萌新，享受萌新口中的大佬666称赞。也有老玩家不屑一顾，不是老手，不要。江湖很好，但也有不好的一面。知道了，帮主。帮主爱你哦，我晚上可以给你暖被窝。滚蛋！要打的人上麦序，我和浮生、执剑人每人带一个队，一次最多带3个萌新。青山说到这，忽然使出了大棒威胁。对了，浮生你记一下，带了副本的，下次委任还没做的，直接踢了，咱帮不要白眼狼。知道了。浮生无奈道，这话就是个屁话。对于萌新玩家来说，他们什么玩法都好奇，做什么都来劲。委任，我喜欢。还用你催？也只有一些老油条子需要催，但这种人也很懂事，不是不做，只是做的不多，刚好卡在急线，让人很无奈。大老板，离哥瞅见频道列表最底下的王川州，其他帮众也纷纷出声道：富贵哥打本吗？富贵哥，大腿求抱抱，我想感受一下功力榜第一的输出到底有多位，多给力。不是吧，这破路也能开？王川州倒也没拒绝。天刀的副本玩法他还真没玩过，不过我副本代练打完了，还能进吗？此话一出，烟雨江南的玩家又是一阵哀嚎。凉凉，可以进的吧？我记得有助战，只是没奖励。那还是算了，人大佬没打倒是可以蹭蹭，都打完了还硬蹭，大佬的时间不是时间啊！大多数玩家干不来这事。组织完，青山将人拉到副本大厅，整个帮派大厅的人几乎都去了，锦鲤超别的不多，萌新玩家管够。王川州瞅了一眼烟雨江南频道，100多号人，副本大厅占了3/4，剩下的人要么是在自己的小窝挂机，要么是和自己固定队在单独的小频道聊天。富贵哥你在啊？叶藏跳下频道，见到王川州很是惊讶。对于帮派这个大佬，叶藏说熟悉也熟悉，备战前他在帮派群找队友，也解答过不少萌新玩家的疑惑，也是那时和王川州聊过几句。但可惜有缘无分。没过一会儿，叶藏的固定队也都跳了过来。半醉、绳绳、若梦、蒹葭，统一的2字 ID。你们这是？王川州好奇道。叶藏笑着解释道，去问了一下白发的价格。富贵哥，能不能问一下，你刷白发是什么价？蒹葭脆生生问了一句，想看看大佬和他们这些人是不是一个价。王川州笑了下，转移话题道，你们是什么价？1万天赏250，一个白发4500，我们组团刷的话最低200。王川州算了下，也就是3600，便宜了900块，差不多。听到富贵哥也是这个价格，众人心里莫名舒服了一些。花钱不怕，他们这个固定队都是万氪玩家。什么叫万氪？不是氪1万就是万氪，最起码你也得4、5万往上吧。一个白发对他们来说，只要喜欢刷肯定是刷得起的，但人嘛就怕对比，我花3600，别人花3500，就便宜100块，但就是这100，那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倒不是针对富贵哥，而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所有人都有，只是多少的区别，更远远上升不到人品的高度。听到王川州的话，叶藏心里只是苦笑，同时也对王川州的多了几分敬意。有钱不装，懂得照顾他人的感受，一看就知道家庭教育如何。
他知道王川舟说的是假话，差不多，听个意思就行，别当真。他敢保证，对于王川舟这种人来说，顶死3000，可能3000都要不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有鸿沟的，特别是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那差距比马里纳亚海沟还深。还没恭喜富贵哥你登顶第一。蒹葭得到答案，也是露出灿烂的笑容。其他几人也纷纷祝福。羽绒有耶。一听这话，王川舟就笑道：哈哈，低调，现在第一不算什么。闲聊了一阵，叶藏等人也跳下了自己的小窝。第033章，网吧5连坐，越打越沉默。王川舟在频道逗留了一会儿，也会回了自己的小窝。江南小富贵，他在天刀能称得上朋友的也就离哥、青山、大灰灰算半个。离哥和青山在打本，大灰灰是会长，忙得稀里糊涂，就他一个大闲人。怎么有种孤家寡人的感觉？王川舟急忙将这个念头甩掉。毛线的孤家寡人，他一个正值青春巅峰期的少年，怎么会有这种错觉？没错，就是错觉。回到游戏，找到江月的好友。16000金够吗？老板，你这是卖了多少时装？江月对这个数字感到颇为惊讶。16000金，按照金价虽说也才8000块，但他可是知道这金怎么来的。拍卖行卖时装收金是最赔本的买卖，但老板喜欢，他身为代练也没办法，只能默默羡慕。但就这还收了16000金，让他不由好奇富贵哥是砸了多少。没多少，江月狐疑。但紧接着富贵哥的下一条消息就让他感叹有钱真好，也就2万，也就什么时候我才能如此豪言？够了，现阶段产出很少，现在也就材料需要花点，心法残页现在老板也不急，咱们后面慢慢收就行。练武还可以再买吗？王川舟自从有了练武后，对其他心法也没了兴致，只是商城当件臂礼包买完了，也就堪堪换了2本。所以他想问问这些专业人士，从那再搞点当件臂，争取后面心法装配栏全部解锁后，4本心法都换成练武，金灿灿的好看不说，效果也是1顶1的好。江月对于有钱人的想法那是摸得门清，当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知道老板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又一次感叹有钱人的豪横后，也只能解释道：老板，练武只能同时装配2本，行吧？见此，王川舟也只能放下心中极油的想法。你让代练上号吧，我下了。收到。莫名有种老板的赶脚，王川舟笑了笑，光速下机。江湖现在还是太平静了，虽有了点波澜，但掀起的浪花还承载不起他这条史前巨鳄，只能静静发育，等待涨潮的降临，那才是江湖血雨腥风的开端。现在小打小闹都算不上，定个小目标，先拿下第一次结算的功力榜第一，作为他在江湖亮相的第一仗。7月3日，阴云有雨，暴雨，窗外狂风大作，雨如天崩。王川舟本来约了小伙伴去网吧开黑，菜逼也有菜逼的乐趣，不过看这架势，怕是难了。电脑桌上的手机里传来吕少林略显暴躁的破骂：靠，好不容易聚齐一次，天公不作美，明天呗。王川舟倒是无所谓，你个宅男不懂闷在家的苦，也不知道你怎么熬得住，我现在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你懂那种感受吗？抱歉了，我还真不懂。对于诽谤他的人，即使是好友，王川舟也不惯着。别逼逼了，在家开黑不一样，拉人速度的，不来我就撤了。你不懂网吧的魅力。吕少林反驳道：你还有2句废话的机会，马上拉人。大哥等我，先说好，我要玩亚索，别和我抢，你也不行。对吕少林此刻来说，玩亚索的执念，好朋友也不行。那我玩盲僧，就不能是石头人吗？要不要？要。爱你哦宝贝。2个小时后，开黑语音里寂静一片，唯有键盘噼里啪啦的声响在起伏。网吧5连坐，越打越沉默。这个定律即使在家也一样，开黑的前好友，现在的好友，屁友、垃圾、菜逼、大坑逼，什么舒服就往什么说，喷完就各自沉默。还来不？许久，王川舟喝了口可乐润嗓子，打破了沉默。刚才喷的有点嗨，嗓子疼。来，我还就不信了。吕少林，我求求你，别踏马玩那个逼亚索了。还有王川舟，大哥你收收位，你那不是瞎子，是圣僧。郑输出的人叫郭随，王川舟的初中加高中同学，兼猪朋狗友之一。富贵哥撇了撇嘴，你看，现在都叫本名，果然还是生疏了。开，速度，继续征战峡谷。5人战斗到中午12点，豪取5连胜。在歌好地好的道别后，几人相约下次的时间，随后便各自下线。吃完中午饭，王川舟站在玻璃前，静静看着窗外丝毫不减的暴雨。他很喜欢下雨天，小雨、大雨、暴雨都喜欢，会让他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每逢这种时候，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这其中，王川舟独爱深夜的雨，
可能是见得少吧。有本书里写过，深夜的雨最醉人，他深感赞同。雨天不论干什么都有种松弛悠然的感觉，那下雨干什么最好呢？王川舟喜欢睡觉，至于游戏，发了个消息给青湖，睡醒再说。川儿，王母正郁闷自家儿子吃完饭就没了踪影，却见王川舟躺在放平的藤椅上睡得正香。王母轻轻走到身前，看着王川舟的还略显稚嫩的面容，叹了一口气，从床上拿起一条轻薄的床巾给王川舟盖上，又将窗帘拉上，最后慢慢合上门。儿子呢？沙发上正看报纸的王爸见王母出来，便随口问了一句，却不料王母眉眼一瞪，不悦道：“你小声点，儿子睡觉呢。”行吧。老王同志默默收声，随后低声道：“我还说给儿子分享一下喜悦呢，想换车了。”说完，不等老王同志开口，王母蹑梦下沉思了下，大气道：“那就换个30万的小汽车，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换一辆好一点的车？太贵了吧，我想20万就行。”王志平又道：“再说川儿马上就去读大学了，正是花钱的时候。”聂梦夏余光瞥了一眼王志平，故意试探道：“那20万？”老王同志见老王同志一脸郁闷，聂梦夏内心一乐，也不逗了：“逗你的，就30万，周末去提车。”第034章，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呀。傍晚时分，王川舟一觉睡醒，来到客厅，便见小豆丁一脸的兴高采烈，见他出来，更是高兴地喊道：“哥，爸要买新车了。”王川舟的第一反应就是拆迁了。他对家里的情况有了解，钱肯定有，具体数字不知道，想来应该有个10几万的存款。要是没拆迁，老王同志不可能有买车的念头。拆了，钱今天早上刚到账，60万。聂梦夏容光满脸道：“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拿30万买个车。你爸不是一直想换辆新车吗？剩的30万存定期，留给你和你妹妹上大学，再有剩的也给你们。”王川舟喜悦的心情从眉眼上就能看出，不过犹豫了下，他摸了摸凑过来的小豆丁脑袋：“留给小妹吧，您儿子也大了，大学可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聂梦夏眉头一皱：“废话，你是我儿子，我不养你，谁养你？再说，老娘是让你去读大学，不是让你去打工养活自己。现在你不努力，我和你爸老了，谁养我们？”我。王宇莲举起小手，一脸骄傲。哈哈，全家人笑作一团。欢笑过后，一家人乐滋滋的商量要吃什么。人逢喜事精神爽，古人说的没错，家庭蒸蒸日上。王川舟也很高兴，也没再说养活自己的话。没看老王同志一直在饰演什么？他又不傻，父母的爱，安心受着便是。毕竟这世上除了父母，也没谁会再对你说我养你这种话。作为儿子，你只能被养，直到父母养不动，才是你出力的时候。这就是华夏家庭的传承，一代又一代。吃完饭，在房间溜达几圈消食后，王川舟终于记起还有个天刀。手机上有未读消息，发信人青湖，时间下午2点10分。消息：老板搞定，公立排行榜截图，背包金余额截图，后面还有金的花销去向以及具体数额，点券倒是没花，简直就像一个文字版的财务账单。王川舟简单扫了几眼便没再管，一是这点花销对他老说是小钱，不用太费心，真发生什么偷用挪用、虚瞒假报的事，不用他，大灰灰都能料理了两人。二来也是对两人的一个信任，不是信他们的操守，而是信他们对利益的追逐，这才哪到哪呀。这点钱还不值得两人这种商人干出这种事。登录游戏，打开排行榜看了一眼，第一。不过相比较昨天，今天的排行榜就显得有含金量了不少。排行榜第一页的玩家清一色一套天赏时装加双练舞，青湖等人说的也不全对吗？王川舟浅笑道。青湖和江月和他说，按照老区的经验，公立排行榜的第一次结算是含金量最低的，大佬潜伏不出，导致许多冲榜骗子横行，骗蒙新钱。但你看锦鲤超，骗子不存在的，根本没他们浑水摸鱼的机会。公测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玩家陡增，玩家基础多了，出现大佬的情况自然也变多。很多新大佬对于什么天刀老区经验，那是完全不带正眼瞧的。老区什么档次？我需要和他们一样。他们砸不起，是觉得前期冲榜浪费钱，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砸。敢于在锦鲤超这种火爆服务器冲榜的大佬，谁还没点自信了？没自信的早早就退出了竞争序列。巧了不是，王川舟也是这种人。说实话，昨天冲到公立榜第一，他还真没什么高兴的。100%肯定的是，估计大多数人也不会太高兴，对手那都不是弱了，而是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现在则不同，虐菜有什么意思？虐克老才是真的爽。王川舟没细看未来结算的对手，第一天不急，接下来几天能稳住才是真的对手。现在还不算不上，
他也是，稳不住，别人也不会正眼瞧他。雾隐家白发是贵，但也要看在什么人眼里。对真正的客老来说，这也就是个门票，有不稀奇，没有才是稀奇事。王川州关掉排行榜，打开时装界面，将从新区穿到现在的雾隐雷藏脱掉，白发也脱了，再找到新手时装，直接穿上。嘿，就是玩的新奇，你们穿，我还就不穿了。说他装逼也好，另类都行，反正大佬富贵正式更新为萌新富贵。瞅了眼背包，昨天卖时装收的16000斤，现在仅剩下5000斤多一点，消耗堪称恐怖。换来的则是一套全新的51级手工制造紫装，外加装备精工和琢磨全满。手工装不同于副本装，后者副本产出，前者需要花金买制造材料，再去玩家摆摊区制作。与花费成正比的是，手工装多了一个套装属性，凑齐一定数量的手工紫装会有额外的属性加成，且可以精工和琢磨，功力提升巨大。对冲榜玩家来说，这都是必须的提升点，也是花销的主要点之一。坏处嘛，首先一点，物价金价贵的离谱，一件紫装的费用折算成红钞，最起码要10几20块。天刀一共有13件装备，这就是大几百的开销，这不算精工和琢磨的费用。现阶段没什么精工材料的产出，想获得只有一个办法，砸钱收金，在拍卖行装备制造材料，大批量制作重复的手工装备，然后分解成精工材料，全部算下来差不多小几千就没了。最为恐怖的是，现阶段的装备基本是一天一换，也就是说今天花了小几千的钱，明天就打了水漂，除了能换点精工材料外，再无他用。这也是老区前期无大佬定律的缘由。太他妈败家了，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呀！而且越到后期，随着精工和琢磨等级的提升，花销也越大，一般家庭真支撑不了这么败家的玩法。例行的充值买时装，今天不是速问，王川州换了一套青梅时装，也不贵，折扣后小200一套，简简单单买100套，然后照例询问江月最新的金价。江月对自家老板的操作虽说只知道一次，但也已经麻木，直接化身一个没得感情的金价汇报机。现在金价1比5，道谢算账，一套流程走完，王川州定价500斤一套。虽说定价看起来比昨天贵了许多，但实际换算下来大差不差。200的时装代购价最低150，按照现在的金价也就是750斤，它比代练便宜150斤，也就是30块钱，堪称白菜价。完事上架，等一手有缘人。第035章，这个梦想不过分吧？锦鲤超入驻的商会很多，有跟工会的正规商人，但更多的是走单帮的野商人。因为商人的特殊性，他们为了取得工会的信任，往往需要交纳一笔不小的保证金，这就要命了。与之相比，走单帮就没那么多事。钱百王就是一个走单帮的商人，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拍卖行就是一个会说话的财富机，能从中读出赚钱的消息。绸缎涨了吗？靠，缎铁竟然跌了，这不合理啊！逛着逛着，忽然拍卖行卡顿了一下，普通玩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游戏卡了，钱百万则不同，马上察觉到这是有玩家在大量上架道具，导致拍卖行数据刷新才出现的卡顿。一番搜寻，操，500斤的青梅套装，钱百王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下意识擦了擦，结果视野更清晰了，没看错，马德，发财的机会来了。再看记手人没匿名，玩家 ID 富贵，财神爷啊！钱百王不敢耽误，生怕有其他同行发现，当即开始扫货。结果他才扫了几件，就发现数量在明显的减少，紧接着也意识到有同行也在扫货，更加不敢耽误。我他妈诅咒你断网，老天爷保佑！最好直接网络波动，断开链接，实在不行让他卡顿也行。天涯公会，无情短暂的愣了下，随后没忍住爆了粗口：卧槽！被人发现财神爷的踪迹了！马德，谁狗屎运这么好？自从昨天发现富贵哥甩卖时装后，他就预料大哥肯定不止这一次，所以今天就一直盯着拍卖行，想着第一时间截下，以免消息暴露。万万没想到，还是没踏马防住。短暂的扫货大战后，无情看着邮箱中的36套青梅时装，顿时觉得没那么香了。是哪个傻瘪？操！我诅咒你踏马天天没网，做生意必亏，囤什么跌什么，买什么什么涨。与此同时，钱百王满意的打量着邮箱中的64套青梅时装，一脸的骄傲，神色中甚至还带有丝丝不屑。什么垃圾，敢和我拼手速？老子20年麒麟臂和你开玩笑的。正在领邮件的王川州忽然听见系统开始刷屏，不由回忆，我这刚上好像也没干什么吧，也就干了收金这一件事。现在的玩家真是太懂得回报了。
领完邮件，富贵哥拥有的银两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峰，55100金，37银75铜。而在他的商城里，还静静躺着50多万的天赏积分。今天进账的天赏积分和昨天差不多，甚至还低了点。主要是购买数量的差距，导致双倍加持也少了。不过不碍事，距离他的下一个天赏目标星王孤独，也就明天的事。王川州有一个小小的目标，那就是把天赏时装全部买完。这个梦想不过分吧？7月4日，天气依旧没有好转，王川州也乐得在家宅着。昨天他收完金溜达了一圈，便将好丢给代练提升功力。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前期大佬很少本人上号的原因了，无他，太鸡儿无聊了。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游戏的每一天都是充满趣味的。主线有剧情，完事还可以拉上3、5好友去打打副本，又或是自己去体验其他玩法，如战场、论剑、试炼，总之都有一个去处。但对富贵哥来说，除了第一天的主线任务外，后面几天的主线说了个啥，他都不知道。代练等级突破后，直接就清完。完事拉上其他代练，有副本清副本，没副本就组队去刷战场成就，或是打论剑给老板上分。等王川州自己上号的时候，哦豁，一点事都找不到做的。打个副本吧，没次数，试炼剧情全部点亮。论剑，抱歉，富贵哥真打不过对面，体验了下也就放弃了。想打打架吧，江湖和谐的过分，不过也能理解。现在大多数玩家都在追赶等级或是提升功力，谁有那么多时间干架？至于各大公会，现在更没那功夫，天天开小会，抓帮派委任，备战周6的地盘分配。总之，发育期，富贵哥很无聊。系统，狗托系统，当前狗托等级 LV11，升级经验1587要10万，每日狗托金2万元，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20147，经验算是达到了1/10多一点。说来奇怪，玩夜游，王川州最在意的就是经验，但自从玩了天刀后，经验什么的他还真的很少在意，也就对狗托币关心了点。可能是游戏的魅力不同，狗托币还是存放在系统里。富贵哥现在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银行卡，本打算最近去办一张的，结果云安这几天的天气，好吧，他就是懒。到2万了吗？王川州的语气充满了随意和不在乎，可能是真膨胀了。他此时竟然觉得2万也就那样，不算什么钱。果然，人都是会变的，尤其是男人，不分年龄老弱，有钱没钱真是天差地别。登上游戏，王川州看了下背包，昨天收的金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少了1万金。具体开销明细，江月给他发过账单。玩家面板，玩家 ID 富贵，天涯贵族，职业神威男，等级 LV60，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吟，时装燕云飞沙时装，品质白，心法装配栏练武力道金，练武根骨金，修罗白，功力值4305，等级达到了 LV60。后续突破等级就是青湖等人所说大锁，不再是一天一个新等级，而是7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会突破到新的等级。锦鲤超也正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平稳冲突期。等级上线后，普通玩家不再忙忙碌碌的追赶等级，提升功力，总算有时间体验玩法，也有更多时间去搅动风云。装备没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更换成60级的手工紫一套。心法昨天解锁了第3个心法装配栏，王川州收的紫色心法残页不够，凑不齐一本紫色心法，只能用系统送的修罗临时顶一顶。背包背回风心法残页 X12，现阶段有产出的紫色心法也就3本，一本龙首山挑战模式产出的背回风心法，另一本是郡王府挑战模式产出的罗侯诀心法，还有就是今天开解锁的60级挑战副本血衣楼，副本产出淬火流毒心法，一本紫色心法需要50张相应的心法残页，且每个职业需要的心法也不同。背回风对于王川州来说不能说没用，但他最需要的是罗侯诀，因为他玩的神威，是个力道和根骨加持最高的肉坦职业。不过现在无所谓，适配度没有功力重要。打开拍卖行，王川州输入心法关键词检索，心法背回风心法残页 X1， 售价150金，背回风心法残页 X5， 单价149金50银，总价747金50银。罗侯诀心法残页 X1， 售价201金09银50铜，价格都挺离谱的。虽说今天的金价跌到了1.15分，
但你最便宜的杯回风一张心法残页卖150金，也就是一张残页10块钱，50张一本心法。也就是说，一本紫色心法全靠买的话，500块，离谱！王川州没记错的话，他的小练武一本买下来也才2000不到3000的样子。叮铃，好友青湖，老板你在上号吗？虽然青湖的问题很多余，但这是人家代练尽责的表现。老板的号被人顶了，那肯定要过问一下，不然有什么损失，谁来负责？在逛拍卖行，准备买新法，是杯回风吧？王川州随意回道。杯回风现在产出多，收起来方便，价格也划算点。还有什么？现在只有3个新法篮，收其他的也装不上，杯回风就行。青湖又道，数量的话没有限制，多多益善，多的残页可以用于新法前修。王川州打开背包，瞅了眼目前的金，38000多，够吗？凑齐一本新法肯定是够的，但想和其他冲榜玩家拉开差距，那肯定远远不够。第036章，富贵哥觉得还行。青湖看着久久没有回复的好友矿，也不着急，他知道老板在思考。昨天晚上锦鲤超商人交流群里发生一则趣闻，锦鲤超商人很多，每个人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为了了解物价，也为了交流，纳兰商会等几个大商会搞了个交流群。昨天一个叫钱百万的小商人在群里发截图，说近期有个大哥自己在刷天赏，刷完的时装直接豪横的扔拍卖行，他运气不错截了不少，还说应该还有几天，让其他商人可以多关注一下。然后闹剧来了，一个钱百王，一个天涯商会的无情，两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在群里吵了起来。青湖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吃瓜，直到看到钱百王发的截图，还有寄售那一栏的玩家 ID， 直接当场暴击。不是，我他妈自己养的大佬，你们竟然背着我吃独食，还撕逼给我看。他知道王川州收金是走的拍卖行，这还是他给大哥出的主意，但他起初只是以为大哥想体验自己花钱的过程，费用不可能太高，一天花个几千上万就顶天了。打死他也没想到大哥的收金是这么个收法啊。不是，大哥，你说的一天2万还真就雷打不动呗，刷个天赏顺带收点金，你也能花完。我服了，大哥，你家里是真他妈有矿啊。但是你找我呀，我要知道你一天砸这么多，我能让外面那些妖艳贱货凑近你？吃瓜吃到自己头上，那种感觉太痛了。最关键的是，青湖还不敢露面，生怕被同行笑死。马德自己供的大佬，结果回头一看，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香火却被其他同行吃了，何止1个元？青湖沉思片刻，还是决定主动出击。老板，您今天还要刷天赏吗？需要留点券。眼见老板没 get 到他的意思，青湖也不管了，直接直球。老板，我这其实也收时装的，什么面子，什么含蓄。青湖现在也顾不得这些了，前面已经错意，再错过他怕自己把自己打死。你前面怎么不说？王川州一头雾水，他刷天赏收金的事不是大家的都知道的吗？他之所挂拍卖行，还是青湖给他说的，所以他以为青湖等人没这个业务，或者说没兴趣，也就没想过把时装卖给青湖直接换金。嗨，我那不是不知道您老砸这么多吗？但话肯定不能回。青湖紧急脑海风暴，随后道，双倍天赏活动还有几天就结束，我这也想囤点时装，后面等折扣没了，转手赚点小钱。怎么给你？拍卖行？成了。青湖心中狂呼，急忙回道，走拍卖行，不过现在不用麻烦老板，我先把金转给你，后面我上号的时候再慢慢交易。老板是萌新，他可不是，走拍卖行是可以，但也有被其他商人或是运气好的玩家劫的风险。最稳妥的办法还是他自己上号操作。你那有多少金？王川州紧接着问。大哥，你说这话我可就不困了。老板你等一下，我去调一下后台小号。青湖现在也拿不准他到底有多少金，他们商人小号一堆，为了防止被封，金都不会放在一个号上，毕竟狡兔也还有3窟。查看完后，青湖给了个准确的数字。老板，目前我这还有500多万金，就算500万金，您全要的话，我可以按照1比100的金价给您，您看。说完，青湖又解释道，锦鲤超今天的金价是1点15分，按照目前的跌率来说，明后天可能跌到1点25分。不过现在距离结算也就3天，很多大佬都开始大量收金，可能会导致金价回涨。这周的金价最低也就1点45分或是1点50分。金价如果超出这个比例，缺的金我后面补给老板您。500万金，按照1比100的金价来算，也就是5万块。亏吗？现阶段来说肯定血亏，但账不是那么算的。现阶段的流通金，除了大佬玩家外，普通玩家谁需要那么多金啊？
就连那些万氪玩家都能通过游戏中的玩法自产自销。商人手中的金很少卖得出去，一边是越攒越多的金，一边是越来越便宜的金价，还有无人问津的市场。如何抉择？正常商人都不难决断。行，你上号操作吧。王川州没思考太长，很快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要不涉及现实的金钱，富贵哥是怎么高兴怎么来。想了想，又道：江月在？歪歪没？在的。青湖知道老板的意思，也没含糊。盛世商会频道。江月听完青湖的介绍，也明白是怎么个事。对此，他自然是举双手赞同。不容易啊，大哥，你终于玩腻了，也想起还有2自己人。呜，他真逗我哭死。交情归交情，生意是生意。王川州先打预防针道：先说好，点券你们随便用，买什么我都无所谓，具体操作也你们来，我只要金。我没问题。青湖第一个表态，江月自然也没问题。金对商人来说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怎么个赚法不是赚？但有一点疑问，老板，我这金可能有点多。只要是游戏里的钱，对王川州来说都不是个事，直接大手一挥，豪横道：你多少？1600多万。江月弱声低语，随后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金有点夸张，急忙道：不过我可以打包出售，我要老板你4天的额度就行。1600多万金，他就是卖到游戏倒闭也卖不完。倒不是说太多，而是没人吃得下这么多金，慢慢出的话，他们这种商人手中的金只会越来越多。现在好不容易老板想起照顾自己人，这不赶紧打包清仓，那他可以直接找个厂上班了。金是个什么？对他们这些商人来说，成本也就是一点电费、网费，再加点小号的成本费，除此之外就没了，几乎等于无本买卖。卧槽！青湖心里一个咯噔，不是大哥，咱俩自己人啊，你这也玩价格战？虽然他也理解江月的想法，但你不能这么玩啊！我500百万金就要了老板2天半的额度，你1600万只要4天，你这样显得我很不懂事啊！老板，我要2天就行。青湖也急忙开口，尽管心在滴血，他也只能强颜欢笑。马德，一句话，血亏1万。江月，我干你！王川州嘴角变得玩味了起来，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游戏的金再值钱，那也是虚假的。江月和青湖现在的表现，更是不带掩饰的明晃晃告诉他，比起那1000多万的金，他们更想要富贵哥1天2万的游戏额度。潜意识告诉他，再压，价格还会更低，或者不说话，两人也能自己压价。但是不是这么办的。王川州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他就是个享受游戏、喜欢氪金、家庭普通、有点小帅的平凡少年。青湖2天，江月4天，你们自己协商。就从今天开始吧，这6天我会每天在号上充200万的点券，一直到10号。我没问题。青湖心中松了一口气，总算没其他波澜了。江月也展露笑容道：谢谢老板。紧接着又道：如果老板期间需要花钱的地方，我可以延期。老板，我也没问题。青湖翻了个白眼：马德，你个显眼包，显得你是吧？就不能让我先说？那你们操作。王川州也没拒绝，毕竟未来的事谁说得清楚。话不说满，1天2万的额度，6天合计12万，换2100万金划算吗？对任何商人来说，这已经不是老板，简直是亲爹啊！对玩家来说，好吧，也没几个玩家需要这么多金。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答案自然不一样。富贵哥倒是觉得还行。第037章，罪人直剑出列。王川州光速下号，由江月和青湖2人操作。说起来，这还是2人第一次上富贵哥的号，前面那都是代练打手，毕竟2人好歹也算个小老板。2100多万的游戏金，如此巨大一个数字，正常的交易方式肯定不行。具体操作，王川州也不懂。至于更深的交易保障问题，3人谁都没提及。王川州是先拿到货，再付款，所以不担心。青湖和江月则是自认为也算了解富贵哥，毕竟大哥的实力不是虚的，是骗子的可能性很低。如果真看走眼了，马德，那肯定人肉他。系统，帮我把今天的2万全充值了吧。王川州没什么恶趣味，下了号就在心中呼唤系统，准备充值，已暂时屏蔽系统提示。充值成功，祝您游戏愉快。狗爹还是那么善解人意，这次都不用他同意，直接就自己屏蔽。老板，您充点券了。正在转金的青湖看着商城多出的200万点券，整个人都精神了，仿佛喝了10几瓶红牛。王川州笑了笑道：你们商量谁先来，我就先下去了，好了叫我。老板慢走。江月心中微弱的忐忑也随着青湖的一句话消散殆尽。老板是个敞亮人啊。退出商会频道，王川州拉到烟雨江南帮派频道，特意瞅了眼，见青山不醉
正和叶藏等人在一个小频道不知道聊什么，也跳了下去。富贵哥，青山笑着打招呼。王川州见福生和执剑人也在，调侃道：“你们这是开小会？”叶藏几人笑笑不说话。今天晚上不是要组建联盟吗？到时候各帮需要上缴相应的帮派资金，用于联盟后续宣战和掠夺的起始资金。我们帮资金还差了点，我就拉叶藏他们来，想着大家凑点钱，买点帮派玉石箱子凑一凑。本来想找富贵哥你的，见你在商会频道和青湖他们说事，我也就没打扰。说完，青山故作心酸，卖起了惨。几人已经不是备战前，几天的相处，不说多熟悉，但也不陌生，彼此说话也没那么多讲究。王川州心中一乐，我说怎么一个个不说话，合着都等着打土豪呢？帮派玉石箱子礼包，王川州知道，他的帮派委任到现在也就做了一个，帮贡缺到离谱。为了点帮派技能，他还专门在仓库找了半天，才发现自己进商城的时候也买了一个礼包，也就50多块钱，不是什么大钱，对在场的人来说都不是事。青山说这话玩笑成分巨大，怎么说，富贵哥投点呗，小弟给你当牛做马，暖床都行。王川州满是嫌弃的摇头道：“你就免了吧，我这几天都是穷光蛋，不找你救济就不错了。”此言一出，几人呆若木鸡。出什么事了？青山更是一改嬉皮笑脸的语气。王川州内心一暖，随后笑道：“你别这样，我害怕。”卧槽，富贵哥你那语气，不说我都以为你要退游了。见富贵哥语气轻松，几人也知道是自己反应过度。富贵哥，你刚是去收金？叶藏想到王川州刚刚在商会频道，再一想过几天就是结算日，心中很快就有了答案。收了点金，把这几天的钱包都榨干了。王川州耸肩笑道：“所以只能靠帮主大人你自己了。大哥，你这是收了多少？”听到这话，青山是真意外了。对富贵哥的实力，他可是最清楚的，一天在游戏花个几万，大哥眼都不带眨的。这次竟然把钱包都榨干，那得收了多少金？2000多点？不可能！青山顿时不信，但转头一想，忍不住问道：“2000多万？”所以说钱包榨干了。操！我就知道不是大哥，最关键的万呢。浮生也没忍住插话，心中仿佛有1万匹草泥马在乱窜，复杂程度可想而知。王川州说顺嘴了，不过想想也知道不可能吧？2000金那才多少钱？大哥你是真牛逼，2000多万金，你收这么多干什么？清空拍卖行吗？青山本来只是吐槽，却没想到王川州下句话直接给他干沉默。对啊，不然我收这么多金干什么？他还真是这么想的，一开始肯定没有这种逆天想法。什么家庭竟然如此豪言，清空锦鲤超的拍卖行？也没喝酒啊，怎么醉成这样？但这么多金不干点什么，王川州都觉得对不起自己借充6天的代价。叶藏、青山几人听到这话，脸上顿时全是荒唐的表情。我没听懂，大哥，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不是，大哥，我是幻听了。整个频道直接被富贵哥一句话干沉默。叶藏固定对3金花之一的若梦见状，弱声道：“就我一个人好奇，富贵哥收这么多金花了多少吗？大哥说说，很急，急急国王。”青山也终于关注到重点，2000多万金，按照现在的金价，不对，这么大的数不可能按1.15分的金价，打包价12万。王川州也没吊胃口，主要是这个价对青湖和江月2人的金币生意造不成什么影响，普通玩家那点量也走不了这个价。如果真有玩家想按他的价来，青湖和江月估计还得给包个大红包。除了刘碧，我无话可说。叶藏心态调整得很快，他自己也算个小土豪，白发刷了，练武出了，陆陆续续也在锦鲤超充了大几万。原先还有在第一次结算试着冲个末尾10大的想法，现在直接断了念头，玩不起，真玩不起。转念一想，叶藏不由提前为锦鲤超的神威玩家默哀，特别是那些志在神威大弟子的土豪，你们是真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个什么妖孽啊！他妈的，收个金就花了12万，听妖孽的话，这钱还只是榨干他几天的钱包而已。你们拿头和他争啊！刘碧，大哥，整个锦鲤超我现在就服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不拿第一，真是天理难容。富贵教主，文成武德，一统江湖。青山狂热道：“锦鲤超神威有难了，幸好我玩的是太白，不对，我也不充莽啊。话说，富贵你怎么玩个神威啊？”叶藏对此很好奇。这种氪佬，不是应该追求身法飘逸、输出伤害爆炸、职业帅气3者兼容的吗？玩个神威？嗨，倒不是说神威不好，只是神威的职业定位毕竟还是肉坦为主。太白、五毒、
神刀这些才应该是大哥你玩的啊！我当初也不知道玩什么，在频道和执剑闲聊，他说神威不错，我在网上一搜，觉得挺有眼缘的就玩了。听到这话，青山强势开麦，罪人执剑出列。浮生也加入到审判行列，罪人执剑出列。副帮主，你说我加不加入？叶藏固定队的若梦妹子也想加入审判行列。青山就职主审判官，你说什么不好？你他妈说个神威，神威怎么你了？执剑人从懵逼中回过神，就见自己成了声讨对象，当即就不干。我大神威就是天下无敌，要肉有肉，要输出有输出，进可抗 BOSS， 退可开背水。再说了，富贵玩的那是神威吗？那他妈是前威。蒹葭笑道：副帮主，你玩的好像是神刀。这就尴尬了。不过执剑人是谁？整个烟雨江南富贵哥说第一，他说第二，青山都不放在眼里。换，马上换！垃圾神刀，谁爱玩谁玩，我以后就是神威专业户了。王川州也笑道：行吧，我神威大弟子批准了。第038章，财富榜第一，你再叫我办事。青湖跳下频道，见烟雨江湖帮派的皇马都在，也没在意。老板，金转好了，您上号看看。这么快？王川州瞅了眼右下方的时间，距离他从商会频道离开也不过才10几分钟，2000多万金，这就完事了。行。王川州边登录账号边向青湖道：点券你们赚了吗？赚了，我和江月商量了下，一人1天，今天他先来，主要是争不过。江月毕竟占了大头，给老板的优惠力度也最大，青湖也没办法。好了，王川州登录游戏，没发现有什么变化，直到打开背包，顿时闪瞎了他的眼。银两22578040金21银09铜，碎银125710金78银25铜，2200多万的金，比事先说好的2100万还多了100万。青湖也适当的笑着解释道：我和江月凑了下，发现还额外多出100多万的金，我们现在暂时也用不到金，就想着当给老板的谢礼了。青山可没有什么做好事不留名的想法，做了好事那必须告诉老板。谢了。青湖亲自下来，而不是发消息，就是为了让老板知道自己的付出。潜台词：大哥，以后多照顾小弟。现在目的达到。老板客气。那老板我就先上去了，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联系。青湖在的时候，青山几人都闭麦装死，现在人离开，那表情要多古怪有多古怪。啧，100多斤说送就送，我踏马碎银都没那么多，你碎银，我修为都没那么多，我经验斗。青山打断群体施法：行了，别羡慕了，你要是花12万，谁不给你送100万金，我直接帮你喷他。青湖那好歹也是富贵哥的御用商人，玩笑适当可以，但也要注意，别一顺嘴说过火。富贵哥，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玩的不是同一款游戏，我们玩的是官服，你玩的私服？绳绳对那2000多万金没什么特殊感觉，毕竟是大哥花钱买的，但这送的100多万金，直接让他见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他们还在为系统提示有人副本出了紫色心法残叶而羡慕时，自己频道这个大哥手中的金已经可以买下整个拍卖行了。这割裂感，你猜？王川州笑着回应了句：2000多万金应该是金钱榜第一了吧？什么金钱榜？青山解释道：天刀的一个小榜单，你们应该不会关注，平时在榜的也基本都是金币商人，不过结算前有很多大佬收金，所以我们这些管理会留心关注一下。关注挖大佬？在场的人都理解。王川州也很好奇自己现在的金钱在整个井里超算个什么档次。金钱财富榜实时更新，序列1，玩家 ID 富贵，职业神威男，等级 LV60， 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营，拥有金钱财富22578040金21银09铜。序列2，玩家 ID 金钱商会，职业五毒男，等级 LV60， 帮派联盟散人驿站，拥有金钱财富200万金。序列3，玩家 ID 陈氏迷途小郎君，职业神威男，等级 LV60， 帮派联盟大唐天策上将府帝王州，拥有金钱财富200万金。不看不知道，这一看还真让王川州发现了不少潜在的竞争对手。财富榜第一页共20名玩家，除了少数几个商会的存金号外，其余全是冲榜玩家。为啥？废话，不冲榜，现阶段谁收那么多金？叶藏几人也在查看财富榜，嘴里还不断分析。大唐的大佬200百万金，有点实力，但不多，
和我富贵哥比起来，一根毛都不如。天涯的大佬，弟弟。王川舟切回频道，对此很无语。不是，大哥，你们是在给我拉仇恨吗？放心，频道就我们几个人，出了内鬼，直接击毙。再说了，我们说的也是实话。马德，富贵哥的金排行榜都快放不下了。执剑人看着财富榜上富贵那一栏后面的一串零，绿眼病直接就犯了。这可能是天刀第一个连系统都无法完全显示其具体实力的男人，好歹也是8位数，多少给点尊重。叶藏见怪不怪，几人叽叽喳喳半天，蒹葭突然想起了富贵哥收金的目的，急忙道：富贵哥，你要扫什么？能不能提前说一下？我也想赚点外快。操，差点忘了，大哥你要收什么？紫色心法残叶，装备制造材料，装备瓷坠，大体就这3个。你们有的话可以上架，先声明，价格别离谱啊！擦，小看人不是，我青山不论什么都直接一金上架，多1铜钱都算我的。行，算你牛逼。王川舟也就那么随意一说，频道这几人也都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富贵哥，你要扫货的话，可以发个频道广播，让工会的兄弟帮忙在世界刷刷广告，很多玩家仓库里估计有不少存货，也算给工会的兄弟一点福利。叶藏的建议可以。浮生称赞完，直接点名道姓道：狗帮主，点你呢，还不赶紧发帮派邮件？操，你在叫我办事？王川舟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他这么多金，说扫空拍卖行，好吧，他也不知道能不能，但将目标缩小的话，那应该没难度。不过有一点是100%的，现在的拍卖行肯定满足不了王巨富的胃口，得让其他屯属玩家掏存货，或是一些攒着自己用的玩家清库存。王川舟还是第一次发频道广播，在脑海中快速编辑接下来要说的文案，又咳嗽几声润润嗓子。我准备发了。青山几人当即闭麦清场。频道广播，发言人富贵，打扰一下，我富贵，请兄弟们帮个忙，帮忙复制一下公屏上的文案，在世界频道刷刷广告。另外，如果有紫色心法残叶、装备制造材料、精工材料，或是好的装备瓷坠存货的兄弟，想卖的可以挂拍卖行。自家兄弟，价格高个10几20斤都没事，我随时秒。提前谢了。公屏文案，富贵，无限量收紫色心法残叶、装备制造材料、精工材料等一切，有意挂拍卖行，直接秒。关掉频道发言。青山等人竖起手指道：我富贵哥还是太客气，太含蓄。王川舟轻轻失笑，在他的观念和成长经历中，客气是基本技能，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会给人一种这孩子有教养的观感，最起码不让人讨厌。他发频道广播本就是请人办事，人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理分，说声谢谢再正常不过。哈哈，牛逼！富贵你快看世界！卧槽，咱盛世还是人才多啊！王川舟见几人的反应，顿感不妙。切到游戏，却见世界频道。世界频道，盛世海军本部现在发布史上最高悬赏2000万金大公告，正式通缉以下4名罪犯：紫色心法残叶、精工材料、装备制造材料、紫薯瓷坠。缉拿者直接前往拍卖行领取赏金。以上。盛世海军大将富贵。盛世忍村发布判忍通告，悬赏2000万金，通缉判忍，紫色心法、精工制造材料、紫色瓷坠。以上。盛世忍村水影富贵。第039章系统更新，系统商城，稀有情绪。五花八门的广告浪潮过后，锦鲤超的吃瓜玩家也纷纷闻风而至。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是谁赢？我火影没牌面吗？你傻啊，人是水龙赢的，不是谁赢还能是什么？你们好像在玩一种很新的刷屏手法，我不确定，再看看。我现在只想知道富贵是谁，这么豪横，2000万金，确定没吹牛？整个锦鲤超加起来有这么多金吗？大哥你要不下个游戏？别晕，不行就看看财富榜。尼玛，那一串零看得我极度病犯了。乖乖，确定没看错，2000多万金。大哥，你是打劫了刀妹的小金库吗？下意识的瞄一眼系统，王川舟一愣，有新提示，检测到大量玩家情绪，正在收集经验中。检测到大量玩家强烈情绪，正在收集狗托币中。我去，什么叫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是了。王川舟还是第一次见系统这个反应不再是一点点的增加，而是用大量这个词来描述。再想想锦鲤超那恐怖的玩家基数，卧槽，要发，开心。紧接着又是一道系统提示，系统提示，系统已更新，请宿主自行查看相关信息。狗哥都给干升级了。系统，狗托系统，等级 LV11， 经验值64217 70万，狗托金额度25000天，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
狗托币52000，经验和狗托币都迎来一波高涨。还有每日狗托金额度，原先11级每日狗托金额度只有2万，系统更新或者说升级后，每日额度直接提升了5000。王川州将精神沉入脑海，查看相关系统说明，顿时明悟，原来是重新规划等级后的弥补啊！一天2万和2万5有区别吗？好吧，按富贵哥的刻法，区别真不大。其他倒是没什么太大变化，也就界面更加整洁清晰，科幻感更强。但随着王川州的视野往下瞄，系统商店可使用狗托币进行购买。系统商城开启后，可根据宿主拥有的稀有情绪刷新系统道具，当前刷新数0，不具备稀有情绪。常驻功能：兑换货币红超华夏，兑换比例1:1，秒兑换秒到账。系统会为宿主提供一个安全可查的资金来源，且无任何风险，请放心使用。注：初次激活系统商城，检测到宿主名下未拥有任何银行卡，系统已为宿主自行注册，请选择您心仪的服务银行。下一秒，王川州还没来得及研究新解锁的商城功能，系统光幕上就弹出各大银行的图标，还贴心为他做了讲解。想到自己录取通知书邮件中携带的那张银行卡，王川州没有过多犹豫。大风，系统提示已注册，请在3天内留意相关手机信息。才过了几分钟，王川州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您好，我是大丰银行银行经理顾安，我详于7月4日10时20分收到您。3分钟后，王川州放下手机，从故作镇定的状态中脱离，才后知后觉的回过神。以往他就知道系统很神秘，也很强大，但一直没有一个具体且清晰的认知。现在知道了，麻蛋的，这才过去多久？时间短不说，注册个银行卡而已，能让大丰银行总部的高级经理亲自打电话过来问候，感谢他选择和信赖大丰，并向王平凡川州好好科普了一下大丰银行贵宾所享有的特权和年度福利。具体有什么？当时没听太清楚，只记得过几天会有个邮件从大京寄过来。不过无所谓，将顾安的电话号码保存，有事联系他就行了。哥，王川州猛吸了一口肥宅快药水，也没把这事太放在心上，将注意力放在了系统商城上。稀有情绪，王川州沉入心神。系统操作手册中有关于稀有情绪的具体解释：情绪波动，强烈的情绪波动，在网上就是稀有情绪，直白易懂，但懵逼。而新开启的系统商城中，也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狗托币兑换功能，寒酸的可怜。王川州研究了一会儿，但苦于没有一个实物参考，只能无奈暂时放弃，重新坐回电脑桌前。这才发现频道李青山等人早已不知何时离开。点开频道一看，人正在帮派大厅。王川州不用去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独自待在频道，准备扫货。拍卖行，检索关键词心法，搜索结果如下：物品杯回风心法 X22， 单价152金，总价3344金。物品杯回风心法 X1， 单价155金。王川州瞅了下搜索出来的物品列表数字，搜索物品99页，拍卖行显示的最大数。王川州心中暗道，看来刷广告还是有用，就是价格比起平常普遍贵了2至5金，不过也不算太离谱。凡事有利有弊，直接开始拉清单，什么价格都没事，只要打头的第一个数字不是离谱到家的2，王巨富根本不带看的，直接秒就完了。王巨富在扫货，而在另一边，锦鲤超商人交流群也在讨论这件事。锦鲤超商人交流群，前百万有出的兄弟吗？金钱商会钱多多，出什么？来个知道的兄弟说说，我人现在在外面。天涯无情出，囤货本来就是等结算，现在财神爷出手，谁知道价格会拉到什么价，早出早安心。前百万，好兄弟，果然还是你懂我，我已经开始上了，马德全出了。天涯无情，游戏邮箱截图，哼哼，你终究慢了我一步。纳兰江月，管理员，出归出，价格别太离谱，那好歹是我老板。青湖，就是我价格都往低了上。江月和青湖的出现，让群里顿时一片沉默。无情看着群里最后发言的2人，鄙气的撇了撇嘴：你们他妈吃了满嘴流油，现在出来装好人，我可去你的吧。无情听到频道有人叫，无情回过神，见来人 ID， 急忙热情道：剑总什么事？不怪他如此热情，来人可是天涯公会的大佬，如果说财神爷是盛世的顶梁柱，那天涯的顶梁柱就是这位了。游戏 ID 天涯 X 剑客浪子星，也是一位豪横的主。你那心法残页有多少存货？给个价，我全要了。无情知道这位主的行事风格，
心中大喜，随后默默将上架的物品下架，回道：“还有400多张背回风心法残叶，其他紫色心法残叶加起来也有个200张左右。锦鲤超现在的价格，别废话，一口价。”浪子欣现在没心思听这些，马德，他人在其他游戏玩得好好的，突然亲友告诉他，锦鲤超有个叫富贵的大佬在扫货，阵势不小。他急急忙忙就下了游戏，赶回天涯公会。无情心中默算了下，背回风现在155金一张，其他紫色心法残叶随着财神爷的扫货开始大涨，现在价格160至180金一张。他手中的存货总价值差不多在10万金，一口价6000。第040章，什么档次？敢和我争神威大弟子？行，对了，你手上有金吧？浪子欣没什么讨价还价的心思。有，剑总您吩咐。帮我在拍卖行扫货，主要收心法残叶、精工材料和装备制造材料，你看着来。瓷坠有紫薯就收，没有的话你看着来。没问题。无情言辞凿凿道。浪子欣想了想又道，你估计那个什么富贵能收到多少货？这个，无情一时语塞。大哥，要不你看看财富榜，那可是明晃晃的2000万金啊！现在锦鲤超估计也没几个商人手中的存货，能比得了那大哥？那可是纳兰商会开区以来的所有存货，全被那大哥一网打尽，一家顶级大商会的所有存货，还有那叫青湖的小瘪三。虽然心中惜匪不已，但无情的嘴还是很诚实，很难猜测，主要还是看后续的涨幅。不过以那老板手中的金来说，只要后续价格不是太离谱，且没有太多竞争对手的话，锦鲤超现有的存货，那老板估计都吃得下。大唐公会的商会频道也在进行类似的对话。老钱，你那还有多少金？大唐商会的商人钱多多听到这话，自然很高兴，但毕竟是自家老板，他还是出言道：陈总，我手上的金没那么多，现在剩的存货就600多万，不是谁都是奈兰商会，金好赚，但出事个大问题，谁闲的没事囤那么多金啊？够用就行。常规商人手中的金基本都在这个数，多了风险太大。企鹅也不是傻子，一瞅后台，现在才开区几天，你怎么这么多金？一检测，10年大礼包起步。至于富贵哥那种，企鹅眼睛好像进沙子了，你看见什么了吗？我要了，现在帮我扫货。陈氏迷途小郎君现在无疑是最难受的，开区前他就放出豪言，锦鲤超神威大弟子非我莫属，就是总榜第一也能瞅瞅。整个大唐公会直接就疯了。有大哥，他也没说假，备战期就包下大唐的代练团队，他就负责充钱，一系列行为让大唐公会一众高管那是鼻孔都下意识抬高了几分。但现在冷不丁冒出个富贵，直接让他的代练紧急呼叫，老板，你再不来，大弟子就要没了。陈氏迷途小郎君一开始还真没在意，不是所有神威都叫神威，要钱包够足够厚那才是神威，没钱或者钱不够，顶死天也就是个负责陪练的沙包威。什么档次？敢和我争神威大弟子？然后代练直接甩了他一张财富榜截图。小郎君顿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好，有人踏马苗我脸来了。锦鲤超还是一如既往的风平浪静，最起码表面看上去是这样，但在常人看不到的水面下，一场不见硝烟的战斗早已打响。王川州本来正扫货，忽然发现拍卖行有些不正常，他手速再快那也是一个人，而现在拍卖行物品页数证实不时跳动。王川州当即意识到问题所在，有人不要脸，找帮手。七，就你有人是吧？比姚人，谁怕谁？王州直接将青湖和江月拉了下来，帮我扫货。江月一愣，但旋即无奈道：副总，我们没金啊，现在上我号转。说完，王川州又打开频道广播。频道广播，发言人盛世富贵，来几个有麒麟臂的兄弟帮忙扫货。频道飞机票，点击后可前往发言人所在频道。不一会儿的功夫，王川州所在的江南小福贵频道便乌泱泱的跳下几百号人。富贵哥是谁？如果说在今天之前还只有少数盛世管理知道他这么一号人，那今天那则频道广播，不只是整个锦鲤超玩家第一次知道有个富贵那么一号人物，盛世公会的大多数玩家也是第一次知道。卧槽，我们公会原来还有如此牛逼的大佬。副总，我单身30年，麒麟臂天下无敌，你可滚一边去吧，我母胎单身至今，手速快的我自己都怕。都别争了，我赵日天要说第一，谁敢言第二？青湖见频道里纷纷争当牛马的玩家，面露苦笑道：副总，我们手上没那么多唯一道具支持转金，这么多人
一人最多5000金的上限，多了转不了。天刀玩家之间转金不外乎2个渠道，一是面对面交易，好处是快，安全有保证，不存在出错的情况；坏处是有每周转金限额。二是走拍卖行，好处是额度大，但为了防止被其他人劫，就需要具有唯一属性的游戏道具做交易物品，要转多少金就挂多少金。坏处是限制大，且有一定的风险。王川州也没想到能来这么多人，现在有些头疼。人来都来了，你总不能让人白跑一趟吧？那不是遛狗。嗨嗨！王川州沉思片刻后，顿时有了主意。你上我号，杭州开封随便找个拍卖行，在世界发坐标，频道的兄弟点坐标集合，一人转5000金，帮忙扫货，扫完再交易。他这样做有风险，因为你保不准有人见财起意，拿了金直接跑路。5000金对普通玩家来说现在还是值钱的，但这个风险富贵哥承担得起。5000金你跑了没事，下次江湖见面就得小心了。富贵哥对钱不在乎，但很在乎你欺骗哥。大灰灰不知何时也跳了下来，见王川州如此说，也没反对。大哥怎么玩是大哥的事，他的任务就是让大哥尽量玩得高兴，大哥不好当这个黑脸，他来当。转出了事我负责。我也相信咱们盛世的兄弟没那种见财起意的人，为了5000金那得多么鼠目寸光，真有那种垃圾，有一个我挂一个。盛世所有帮派挂 ID， 杀到退服为止。我大灰灰说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先是表态相信自家兄弟，又说真出现好话歹话都是他，只能说还得是会长。会长刘必，会长我想给你生猴子。第041章浪子心，我是没金不是没钱。青湖见2个大管事都这样说，也只能照章办事。好了，杭州拍卖行有额度的兄弟直接传送杭州，坐标我在世界发了。拍卖行门口别认错了，我上的副总的号，游戏 ID 富贵，一个一个来，点我交易，然后进拍卖行扫货，主要是紫色心法，买完再点我交易，交易剩的金。说到这，青湖故意停顿了下，有些话他不好说，也不该由他来说，这个分寸青湖拿捏得很到位。王川州接到了来自青湖的灵魂通话，当即道：交易剩的金就算了，给兄弟们当辛苦费。完事，咱们再抽几套时装，感谢兄弟们不辞辛苦的帮忙。副总大气，什么时装？不带这么埋汰人的。副总我想要相见欢。相见欢有点贵了吧？我速问就行。青湖接过王川州的话，开始组织人手扫货。杭州拍卖行，本就拥挤的拍卖行建筑，随着这一波扫货大战，更是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混乱。无数挂着天盛字等盛世帮派字样的玩家，在杭州拍卖行门口的摆摊广场上排起了长队。当前频道，卧槽，我是进错游戏了？什么时候兄弟们这么有素质了？别黑呀，人家这是给大佬扫货的。副总，排行榜上有2000万金那个，除了副总还能有谁？2000万金，尼玛都能买下拍卖行了吧？扫的什么？有没有兄弟说一说？没看世界，紫色心法残叶、紫薯，基本就这2样。精工材料和装备制造材料，估计现在买的差不多了，那东西也不需要太多。嘿嘿，刚挂了一张背回风残叶200金，大佬瞅都没瞅的，直接就秒了。你心是真他妈黑啊！不过我喜欢，我昨天也出了一张，本来还想着自己用的。等等，是我卡了吗？你没卡，只是杭州拍卖行炸了而已。去开封吧，再玩我估计也要炸。天涯公会，无情看着拍卖行正迅速减少的心法残叶，还有诸如装备制造材料和瓷坠装备，抬头看了下频道内的浪子星，语气低沉道：剑总，要叫人吗？浪子星何尝听不出无情话中的意思，叫人没问题。天涯公会的玩家数量不比城市公会的少，他浪子星在天涯的号召力也不比富贵哥差，都是各自公会的大哥，谁还没点自信？但是金呢？钱他不缺，但没金啊！尼玛的，第一次结算就玩这么大，家里有几座矿啊？金矿还是银矿操？至于去其他公会找商人收金，嘿，你猜那些公会的老板在干嘛？内心发泄完，浪子星道：扫完手中的金就行了，现在还剩下多少？还有300多万金，不过现在价格无情欲言又止，生怕刺激到老板。果然，听到这话，浪子心脸一沉，扫！马德，他是没金，不是没钱。与此同时，锦鲤超纳兰商会分部管理群，冉冉、墨染工会负责人江月，大哥下次能不能给我留点？你知我怎么给老板交代？江月，盛世工会负责人，不是，你也没说啊，我老板要金，我能说没有吗？随心，傲视工会负责人冉冉，你那什么情况？冉冉，墨染工会负责人，
谁知道江月那老板发的什么疯？我老板现在问我要金，我一看商会后台，好家伙，就特么剩几千金。江月，盛世工会负责人，说归说，闹归闹，别拿我老板开玩笑。冉冉，墨染工会负责人，我的随心，你老板没找你要金。随心，傲视工会负责人，我老板玩的真武，现在也没什么冲总榜的想法，说第一次稳个10大就行，和江月的老板就不在一个赛道。现在人正和一起在吃瓜呢。好家伙，先是杭州拍卖行，现在又是开封拍卖行，你们轮着炸啊！冉冉，墨染工会负责人，我老板玩的神刀，不过我估计这次他第一是悬了。江月的老板太狠了，江月，你老板什么来头？江月，盛世工会负责人，平平无奇富贵哥，除了人有点小帅外，一无是处，我老板说的。冉冉，墨染工会负责人，副总好。随心，傲视工会负责人，副总好。江月，盛世工会负责人，别线了，你觉得我会转达？半个小时后，在锦鲤超2大拍卖行，相继因为玩家交易次数太多而严重卡顿后，这场扫货大战算暂时告了一段落，倒不是说结束，而是玩家和商人出货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现在产出就那么多，该出手的大佬基本都在扫，现在手里金估计也差不多空了，再有零星的出货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最终的扫尾活动交给青湖和江月就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富贵哥的号被警告了，原因是存在严重异常游戏行为，好在游戏内的警告提示弹了一会儿就自己消失。现在有多少了？王川州像一个等待稻田丰收的老农，言语中满是期待。由于扫的太多，富贵哥一个人的号就是加上仓库格子也放不下，中间还是青湖和江月开号来分担，所以现在需要时间来统计具体斩获多少。频道现在只有4个人，分别是富贵哥、大灰灰、江月、青湖。帮忙扫货的兄弟几分钟前就散了。王川州承诺的时装抽奖由大灰灰会长亲情赞助。3分钟后，青湖吐了口浊气，随后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统计完了，悲回风心法残叶合计7250张，罗侯诀合计1260张，淬火流毒合计1004张，装备制造材料50组，精工材料加上购买的重复瓷坠装备分解后合计400组，紫色瓷坠只有1件，另外还有12件目前来说比较好的双瓷坠装备。天刀的一些游戏道具，一个格子可以存放复数的数量。对于这种道具，玩家称之为一组，如精工材料一组为999个，心法一组为99，大体就是这2类99或999的最大值。青湖又瞄了眼富贵哥背包中的金余额，累计花费520多万金，不错。王川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怎么说呢？比他预期的花费低了很多。原先他估计最少也要花1000万金，但很显然他过于高估玩家手中的存货数量，也低估了当前阶段流通金的购买力。不过结果是圆满的就行。第042章，别怀疑，就是膨胀。大灰灰听到这个数字，心中除了狂呼流币，再无其他。但转念一想，这么多悲回风心法残叶，副总玩的又是个神威，那么问题来了，带还是不带？后续要不要换？副总，你这第3本心法，要不就带悲回风算了。王川州看向青湖和江月，毕竟2人是专业的。江月沉思了下，率先道：可以的。天刀的功力来源主要分为5大属性：力道、根骨、洞察、身法和气劲，像副总玩的神威。为什么要主力道和根骨？因为这2个属性最契合神威，相比于其他属性，神威提升力道和根骨这2属性带来的加成最高。但并不是说其他属性对神威没用。悲回风心法的加成主要是力道，洞察和外攻攻击也适合神威。大灰灰只是下意识的吐槽，毕竟这么多悲回风心法残叶，不可能浪费了吧。他最关心的也不是这个，而是副总现在的第一是不是稳了。青湖不等江月开口，便笑着抢先道：稳了，没有任何意外，几百万金砸下去，这还拿不了第一，我和江月找块豆腐撞死算了。开什么玩笑，真当富贵哥的钱白花的呀。之所以才花了500多万金，不是说这就是富贵哥的极限，而是当前阶段的锦鲤超极限就是这个数字，多了也花不了。虽然现在距离结算满打满算还有3天，但他就是敢放如此豪言。其他老板尽管也在扫，但他们只是在捡垃圾。富贵哥背包里还有1000多万金，你就是再来几次这种规模的出货高峰，富贵哥也不带怂的，每天都是极限拉满。只要你有货，我就秒。别说什么贵了不贵了的，金多真的就是为所欲为。我有，你没有；你有，但我是你的几十、上百倍还多。要是其他老板这几天收金，大灰灰还没说话，江月就笑道：不可能，金只要老板有钱，收肯定能收到。锦鲤超也不止，
我们一家纳兰大工会，但现在锦鲤超的产出大多都在副总手上，他们就是有金也没用，没货。错过了今天，那就真的错过第一次结算其他老板没希望的。况且这几天我们也会一直盯着，就算其他商人还有货，也会随时秒。副总号上的金足够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说到最后，江月由衷道：副总这个号，说是目前锦鲤超的功力天花板也不为过，各方面都是拉满的，也多亏你们的努力。王川州笑道。听到这话，江月和青湖那是浑身舒坦。虽说能有这种成就，那肯定是老板功劳最大，毕竟老板砸钱了，他们就是用劳动换报酬的打工人。但没人不希望自己的付出被人所认可和重视，那是一种名为尊重的感觉。这就是富贵哥，人有高低之分，但人格没有。大灰灰听到这话，也下意识抬起头。他见过、认识、也接触过不少有钱人，不论是现实还是游戏，大多数有钱人都有一种优越感，并不是说什么骄横、趾高气昂，而是那种心态上的优越感。有钱人看待事物和人的角度不一样，而他眼前这位主很特别，真的很特别，说不出的那种。他现在是越来越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能教出这种人来了。得知大哥第一吻了，大灰灰也没逗留，要不是前面听到富贵哥的频道广播，他都还不知道这事。现在美滋滋，心中更仿佛像喝了几口心爱的小酒，微醺且满足。离开时，大灰灰鼻孔都下意识抬高了几分。别怀疑，就是膨胀。青湖和江月还在，富贵哥想自己体验一下提升功力是个什么感受。老板想，那能怎么办？当然是宠着他了。好在青湖和江月虽然当了小老板，但吃饭的手艺没忘，加之老板想体验的也只是心法，再加个钱修，多大点事儿啊。王川州先是去换了3本整本的紫色心法，您获得悲回风心法，您获得罗喉诀心法，您获得淬火流毒心法，您收录悲回风心法，力道加6，洞察加6，您收录罗喉诀心法，力道加5，气劲加7，您收录淬火流毒心法，洞察加5，身法加7。天刀的心法第一次获取时会奖励类似于成就的属性奖励。王川州扫了眼就没在意，将第3个心法栏上的修罗卸下，换上悲回风，其他2本暂时只能在背包吃灰，换上悲回风后就是升级心法。天刀的心法好坏从颜色就能看出，最好的毋庸置疑肯定是金色的练武系列，其次是紫色心法，再就是蓝色和白色心法。但具体的差距在哪？最直观的差距是心法等级。金色的练武系列心法有9重，也就是9个等级，紫色心法则是最高8重，蓝色7重，白色6重。每一重心法会有一张窍穴图，需要消耗相应修为和边石进行解锁，直至点满，再解锁下一重心法窍穴图，一直到满级。普通玩家很稀缺的修为和边石，对王川州来说并不缺，最起码现在不缺，点就完事，一直点到第6重生无可生，卡等级了。后续的窍穴需要等级65级。钱修，王川州刚想问钱修点什么属性点好，下一秒不由拍了拍额头，傻了吧？号上7000多张心法残页，你问点什么属性好？没10年脑血栓都问不出来。心法钱修，悲回风，选择您要钱修的属性。力道 LV0 加0百分号020 LV0 LV25 钱修。气劲 LV0 加0百分号020 LV0 LV25 钱修。根骨 LV0 加0百分号020 LV0 LV25 钱修。洞察 LV0 加0百分号020 LV0 LV25 钱修。身法 LV0 加0百分号020 LV0 LV25 钱修。拥有心法残页7200张心法残页，换成整本心法也就是144本。如此数字让王川州充满了自信和狂野，直接猛点先力道，一顿操作直接干到满级 LV25 级，加成达到 50%， 随后转战气劲。点着点着，王川州脸色渐渐变得古怪。气劲 LV10 没了，7200张心法残页就没了。钱修这么鬼的吗？王川州忍不住吐槽。老板你没点满。青湖也不由好奇，他就知道钱修费钱，但具体有多费他也不知道，了解大概但不知全貌。听见王川州的吐槽，也是一脸古怪。江月，紫色心法全部钱修满要多少？我去问问。这也涉及到江月的知识盲区。第043章，我10几万岁赢呢，万事快乐就好。纳兰商会管理群。江月，谁有数据？悲回风心法钱修全部满级
需要多少残业？冉，不是，副总这是收了多少残业，现在就砸钱修那个天坑。江月，别废话，有数据没？随心，紫色心法单属性前修满需要111本心法，还有90万金，全部点满的话，你自己算，5个属性乘以5就行。江月，这么坑？冉，所以我说是天坑，你真让副总点钱修了。随心，嗨嗨，艾特江月，帮我问一下副总，有换代练的想法吗？我可以免费接班。江月，滚犊子，关掉群。江月也妈了，尼玛这么坑，多少？青狐问道。江月没理他，而是朝王川州无奈问道：老板，你看背包的金是不是少了几十万？王川州闻言当即打开背包，银两1657万8040金，62银45铜，碎银0金0银0铜。银两王川州真没察觉出有什么变化，但碎银，我10几万碎银呢？江月也是头疼，随后将群里同事说的数据重复了一遍。老板，我的问题，金我后面补。王川州摇摇头，没事，几十万金而已，只是看着那几个零有点不太习惯。谁知道心法前修这么坑？但就像他说的，几十万金而已，对在场的3人都不是什么值得上纲上线的东西，损失不大，早点晚点都是要点的，不存在什么亏不亏。王川州在这方面一向挺有土豪范的，既然决定要花，那就直奔开心，万事快乐最重要。关掉心法前修界面，王川州打开功力排行榜，花多少金对他来说只是过程，并不是结果，现在就是他检查结果的时候。功力榜全部门派，您当前位列全部门派功力榜第1，序列1，玩家 ID 富贵，等级 LV60， 职业神威男，帮派联盟盛世烟雨江南水龙营，功力值4772，序列2，玩家 ID 炎，等级 LV60， 职业太白男，帮派联盟长恨歌和4人间，功力值4453，序列3，玩家 ID 陈氏迷途小郎君，等级 LV60， 职业神威男，帮派联盟大唐天策上将府，功力值4385。王川州判断差距有一个很直观的方法，那就是看功力，什么细节不细节的，那是代练的事，他只看功力差距有多少。目前来说很不错，和第2名炎拉开了近300的功力差距。现在的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在天刀玩家眼中几百的功力差距并不是很大，但对冲榜玩家来说，这差距就有点难崩了。冲榜玩家功力的提升基本都是交给代练来操作，代练的水平没那么大差距，水平差了也吃不了这碗饭，所以功力差距的原因很简单，老板之间砸钱的多寡，这才是最朴素直观的原因。炎，陈氏迷途小郎君，天涯 X 剑客浪子星。王川州念叨的都是目前锦鲤超功力榜上第1页，也就是全服前20的玩家 ID， 能在第1页的玩家，现在那最少也是氪了10万起步的大佬。富贵哥一个都不认识，这也正常，开区才几天，大家都在安心发育，有些大佬甚至好在人没在，都是代练在管理。倒是这些人所在的帮派，经常听大灰灰念叨，你们上号吧。王川州大致了解了一下，也没了兴致，毕竟他没有隔着网线交流的能力。对了，最近2天我时间可能不多，你们帮我盯着，金该花，点券我会每天充值。富贵哥自从天刀开区后，基本都保持一个满负荷在线。皇后娘娘对他一天不是打游戏就是睡觉很有意见，要不是这几天云安连续大雨，他估计早被赶出家门。正好接下来几天也没什么事，可不能让皇后娘娘发威。结算前等级大锁、装备、金弓什么的，正常来就行。剩的心法残业这些，他耗上的金也够。青狐2人帮忙扫货提升就行，也不需要费什么神。好的，副总。青狐点头回应，也没多问。能在游戏中氪那么多钱的老板，很少天天泡在游戏里。毕竟对于这种有钱人来说，现实也不缺乐趣。富贵哥能坚持这么久，估计还是第一次接触的新鲜感在支撑。行，你登号吧。王川州交代完，便跳上大灰灰所在的频道。刚进入频道，就发现10几个黄马也在看马甲后缀，天下无双，以战止战，初心不负，还有青山和浮生等老熟人。盛世初心不负，大灰灰所带领的帮派，也是盛世公会毋庸置疑的第1强帮。现在这是盛世一盟管理会吗？副总也来了。大灰灰见王川州的马甲进入频道，当即热情的招呼道：刚好我们正商量晚上的联盟名字，副总有什么想法没？我都行。王川州没什么指手画脚的想法，
他是大哥，不是会长。副总，天下无双的帮主楚哥也热情道。以战止战的帮主南柯一梦紧跟其后。王传舟知道两人的意思，也一一回应。天刀的联盟并不是一个松散式的集合体，一个联盟4个帮组建后，系统还会有相应的联盟频道，其紧密度可想而知。更别说后续的势力玩法基本都是以联盟为单位。可以说联盟组建后，4个帮派不说亲如一家，那也得是团结紧密，无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你们呢？联盟名字有什么意见都说说。大灰灰也没过度关心王传舟，毕竟手底下人都在，他一个大会长太过殷勤，不见得是好事，面子上得端住。盛世总部，盛世群英荟萃，你们取的这些都是个什么玩意？要我看，还不如直接点，就叫盛世强势备战总舵，多少也算个广告位。至于联盟字样随便就行。这个可以。王传舟难得插话，大灰灰本就心属，见富贵哥也难得开口，当下拍板，那就确定了，一盟的联盟名字就叫盛世强势备战总舵。咱们拿下总舵后再换新名字。至于联盟职位，联盟龙首由我担任，3个副龙首各帮帮主自行决定，其他职位暂时悬空，拿下总舵后再慢慢分配。现在讨论这些也没意义。联盟组建后也会有相应的联盟职位，不过对于盛世这种大工会来说，其职位和工会内部的权限严重重合，没有设立的必要，除非能拿下总舵。届时总舵联盟的龙首会自动升任总舵主职位，还同时拥有对整个盟会阵营职位的分配权，那才有点看头。王传舟见这场会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给大灰灰发了个私聊，便直接下线。第044章，今天的消费由郭公子买单。7月5日，天气阴沉，但难得终于没了连续的大雨。王传舟起床刷牙吃饭，又回卧室换了身轻便的卫衣，随后在王母疑惑的目光中直接推门而出。妈，我出去跑跑步。去吧。聂梦夏显然还没缓过神，不是今天这小子怎么转德行了？王传舟看着自家老妈疑惑的表情，心中暗笑，卖乖要提前，别等手放在耳朵上才听话，玩的就是风险规避。主要是连续在家坐了几天，王传舟也觉得身体有些不太适应，一路上时不时晃晃胳膊扭扭屁股。下了楼梯抬头望天，天气不好不坏，他家的小区虽然建造时间不长，但也没电梯这种高端货，好在他家在2楼，没电梯也不碍事。刚走到小区门口，隔壁挂着清苑快递寄存处的小店里，一个年龄约莫30的胡子大叔便朝着他招手。小川，有你的包裹。王传舟边走边说，胡叔，确定是我的，我最近没买东西啊。胡叔不是他家亲戚，只是一个小区的老辈，他见了叫叔。肯定是你的，今早我刚开门就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送来，说是你的。王传舟，清苑小区4单元7楼201，我还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肯定错不了。胡叔朝着店里内走去，嘴里扯着闲聊。大学定了吧？定了，就在江南，离家不远，学校也不错。江南还不远啊，得坐飞机去吧？你爸送你去，还是你自己去？自己去，现在治安好也不怕。有出息。闲聊一会儿的功夫，胡叔取出一个外形不像快递包装的盒子，递给王传舟。你的。谢了胡叔。王传舟接过盒子，道谢了一声。胡叔看了看王传舟的打扮，摇头道：小事，你要出去？出去锻炼锻炼。那我走了，胡叔。行，去吧。离开店门，王传舟这才打量起手中的盒子，掂着分量不重，盒子上的快递清单上的确有他的名字和住址，在寄件人信息那一栏清晰的写着地址大金大丰银行，寄件人大丰银行贵宾服务部。这么快？这速度是送火箭送的吧？昨天说的，今天就到。离谱。王传舟拆开外层的包裹后，内里是一个印有大丰的黑色盒子，外形很惹眼，并不是说有多么精致，而是一种低调内敛的奢华。将包装盒子丢进路边的垃圾箱，收好东西，王传舟仔细盘点，确定没落下什么。一张印有金穗的黑色贵宾卡，一个小别针，一份贵宾服务说明书，一份贵宾24小时服务电话清单和全国各大主要城市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清单，一封感谢信，一部最新苹果手机。东西不多，唯一值得关心的也就那张贵宾卡、苹果手机和电话清单。这什么贵宾还送手机？王传舟不知道，但大为震撼。他用的手机是金立信，也算智能机，但和手中的苹果比起来，仿佛乡下小伙遇见城市白月光，一见钟情了，属于是。王传舟将那部苹果手机把玩了下，还是实诚的换上手机卡，开机解锁，上面有内装的大丰银行的软件，按照服务说明书注册账号，登录个人信息，大致扫了眼便直接退出。
说的寒酸点就是上面的字他都认识，但具体是怎么个表现形式，抱歉，真没见识过。在应用商城内下载了支付宝，王川州扫了眼系统，将已经积攒到6万的狗托币全部兑换，转进余额宝里存上。余额宝60000，完事。存小钱，攒利息，完美。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最简单的理财方式。虽然收益低的可怜，但总归还是有收益，还没有任何风险。将手机揣进兜里，老手机也没扔，人不能忘本。王川州雄赳赳气昂昂，准备直奔云安中心街。喝奶茶，买大杯的，加料，全部加。无关风雪，我 T 恤等你回。川儿，出来上网。不用猜，除了吕少林，也没谁这么热衷网吧。还有谁？瞌睡，你来的话就是快乐3排。别废话，来了，大杯可乐加网费。电话那头的话还没说完，吕少林就渐渐道：今天的消费由郭公子买单。郭公子等我，马上到。王川州挂了电话，直接出门右转。几公里的路，硬是豪横的打了个出租车。今天这个土豪他打定了，小5块钱，一杯网吧冰可乐都喝不起，不在乎。一下车，王川州就见2个少年捧着杯奶茶在网吧门口的楼梯上坐着，一个高高瘦瘦，吕少林；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少年，正是今天的大款郭公子。吕少林见从车上下来的王川州，隔着老远就举起一杯同款奶茶递了过去，嘴中不耐烦道：麻溜的，屁股冷，冷你不知道进去。你不懂，进网吧要有仪式感，几个人来的就几个人去，不然没意思。吕少林正拌嘴，忽然瞥见好友刚付完款，还没收回去的手机，口中的奶茶顿时就不香了。你换新手机了？吕少林凑近一瞧，愤愤道：操，还是苹果！你他妈的，这比杀了我还难受。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不外乎是也。王川州随口道：换呗，你大学家里不也要给你换一个新的？高中因为学业紧张，外加老师监督，他们贵院中学的学生手机基本都是老3样，金立信、诺基亚还有金星。上了大学，家里肯定要换的，只是换什么的区别。他们3个能玩到一起，除了臭味相同外，家庭情况都差不多，甚至王川州家可能还是最差的，一个苹果手机而已。对他们2人来说真不稀奇，也就没拿到的时候觉得好。虽然他这是白嫖来的，但这可不兴说。吕少林哭丧道：我爸说我复读才给我买，不然就继续用金星。他的成绩不算差，录取的学校也是个2本，只不过在他们班算是差的那一列，原因还是心思没在学习上。郭随见吕少林望过来，急忙撇清道：你别看我现在用的还是诺基亚，是他背叛了兄弟，不是我。不行就复读呗。复读什么啊？你们一个个的都去大学了，就我一个还在贵院，打死我都不可能。这个大学我是读定了。算了，战斗，今天我要大杀四方。第045章诸神之战的 FMVP， 网费加大杯可乐，全部由郭公子买单。3人找了个小包间，郭公子端着可乐在屁股后面跟着，一脸的生无可恋。王川州和吕少林在前面像个大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们请客。见好友一脸不爽，吕少林大气道：晚上夜宵我包。行，那他呢？郭随指了指王川州。王川州笑道：我舔着个脸啊，滚一边去，过来帮我拿。行吧，没出钱就是这样的，没人权，没地位，还得挨骂，岂可休？到了包间，王川州正输入账号，忽然系统传来新的提示声：检测到大量玩家情绪，正在收集经验中。检测到大量玩家强烈情绪，正在收集狗托币中。王川州地铁，老人，手机，又大量。狗哥，你是不是换新的计量单位了？系统还没等王川州说完，系统又传来一道新的系统提示。系统提示：经验满足，已自动升级。当前系统等级 LV12。不是，升级了？狗哥你这样我慌，你让我缓缓。王川州压下心中的荒唐，打开系统界面，想确认一下。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值1520020万，狗托金额度40000天，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350。确认完后，王川州人都傻了，不是真升级了。LV12， 眼神继续往下看，经验没什么好说的，20万的经验值在他的预料中不算太离谱。升级是难了点，但升级后爽啊！你瞅，每日狗托金额度现在直接干到了每天4万，比11级的时候整整涨了1万5的额度，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狗托币他前面刚兑换完，现在又涨到350，也是正常情况。以往历次经验潮往往也伴随着狗托币的丰收，但这次这么才350啊？不是，光有大量情绪波动，
强烈情绪波动就少得可怜。王川州现在越来越好奇，这次升级的缘由。首先排除游戏内的情况，他人在网吧，加之昨天那种情况也没给这么多经验，所以网上吗？王川州思维转得很快，当下就根据经验的增长定律预判了大致的范围，打开浏览器开始检索锦鲤超第一次结算前的顶尖大佬之战。这一切究竟是道德的丧失，还是伦理的崩溃？让我们走进锦鲤超两大主城拍卖行项瘫痪的缘由，也感受一下锦鲤超顶级大佬豪掷千金的游戏行为到底是有多疯狂。原因找到了，王川州点进相关帖子一看，果不其然，就是昨天他在锦鲤超扫货的事，让不少锦鲤超吃瓜玩家大为震撼的同时，也有玩家将其分享到了游戏论坛和贴吧，引发了众多讨论。帖子打头就是十几张游戏截图，有盛世玩家在世界频道刷屏截图，也有杭州拍卖行前的排队截图，还有最主要的财富榜前后排行截图。王川州看得津津有味，继续往下看。众所周知，天刀每次新区的第一次结算基本都很平静，也只有锦鲤超能有如此盛景。众多大佬相继冒头，发起冲锋。而在一众氪金大佬中，有这么一个大佬，凭借其一己之力，让锦鲤超两大主城拍卖行相继崩溃的耀眼战绩，夺取了锦鲤超第一次诸神之战的 FMVP。 他就是坐拥2000万金，号称钱比商人还多的锦鲤超首富，锦鲤超功利榜当前第一，力压陈氏迷途小郎君等一众神威大佬登顶神威大弟子的富贵大佬。根据数据帝的猜测，2000万金按照锦鲤超现在的金价来说，即使有量大的优惠，最起码也要花费30-40万，没那么离谱，就12万，童叟无欺。只能说大佬的实力，我等普通人实在无法理解。目前富贵大佬算是锦鲤超最为瞩目的一位顶尖大佬。据小道消息，陈氏迷途小郎君等一众神威大佬也已放弃第一次结算的冲榜，争稳10大。富贵大佬的神威大弟子算是提前锁定，就等结算。而总榜第一，以富贵大佬的实力来说，也基本没什么意外。锦鲤超第一任新皇登顶在即。王川州看得正起劲，吕少林侧过头好奇道：“看什么呢？”一个游戏的帖子，挺有意思的，我看看。王川州侧过身子，让他更方便看。吕少林边看边吐槽：“什么游戏？天刀，企鹅的一款武侠游戏，不是我的菜。”吕少林撇了撇嘴，继续道：“富贵，这是什么鬼名字？”王川州默默翻了个白眼。在看到氪金几十万只为冲榜的时候，吕少林啧啧称奇的朝王川州问道：“这是真的？”“真是真的，就是数据有点夸张，没那么离谱。我猜也是，花个几十万玩游戏，这不是钱多烧得慌吗？要么有病，要么是托。我要是有这么多钱，玩什么不好，去玩个游戏。”王川州拳头硬了：“你小子晚上走夜路小心点。”内心平复了下，富贵哥用手拍着好友的肩膀，语重心长道：“去大学了，少说话。”“为什么？”“我怕你被人打死，我来不及收尸。”“靠，你当小爷这一身肌肉白练的？”一旁的郭随见两人嘀嘀咕咕的，满是不耐烦道：“你俩看什么呢？上号啊！”“来了，上号上号。”王川州也插掉浏览器，登录账号，搞清楚系统升级的缘由后，他现在战斗欲望强的可怕，然后大败而归。接下来2天，王川州乖的不像话，游戏基本不玩，要么出去溜达，要么就去老家陪老人聊聊天，时不时再拉上耳时的玩伴夏田抓抓鱼。青湖每天都会向他报备号的情况，不用他操心。大灰灰组建了盛世第一联盟，青山混了个副龙手，正大力发展帮派，准备迎接锦鲤超即将来临的混乱争霸格局。而系统经验自从那天升级后，又有了几波小增长，不过现在已尽显疲态，渐渐没了动静。王川州也不贪心，经验2574120万，狗托币662，这就是这几天的所有收获。叮铃！王川州放下手中的鱼，擦了擦手，拿起手机查看，是大灰灰和青山等人相继发来的消息，都是一个意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明天7月7是个热闹的好日子，锦鲤超第一次功利结算，第一次地盘分配，第一次势力战。有。放下手机，王川州看着田埂边缓缓走来的老人，招了招手：“奶，我在这，回家吃饭了，你爷爷炖了你喜欢吃的鱼。”“来了。”王川州朝着身边的玩伴笑道：“那我先回家吃饭了，你们玩？要回去了吗？”富贵哥知道玩伴问的是了。儿时王川州是在虎口村长大的，但对他来说，这里是家的原因只是因为有爷爷奶奶在。他还有一个家在清苑小区，吃完饭就回去，过几天有时间我再来。行，到时候我们去爬山。第046章，贵宾一位，上雅间。7月7日，万里无云。王川州早上出门，
沿着离家不远的城市花园溜达了一圈。临近奶茶店时，买了杯前天就念叨的奶茶，就是正常的大杯，没加料。当然，王川州并不是虚，他在支付宝放了6万，每天的利息虽然瞧不上，但攒几天喝杯奶茶就跟玩似的。不过在喝了几口后，他就此断绝喝奶茶的念头，太甜。虽然不喜欢，但王川州也没豪横的扔了，好歹也是花了10几块的东西，不能浪费了。回到家，没人，王母去打麻将了，王爸不是在忙，估计也在抓经济。云安隶属巴蜀，麻将可以说是每个云安人的必备技能。王宇连那个小豆丁都知道什么叫胡牌，虽然他只会打对对牌。王川州不开玩笑的说，麻将确神预备役。打开时隔2天没碰过的电脑，主机嗡嗡作响。王川州先登录游戏，随后又登 YY。说来也是奇怪，这好像已经是一种习惯了。玩游戏登 YY， 大天刀恐怖如斯。叮铃，好友青湖老板。王川州回了个那头也没再问，本就是例行询问。进入游戏的第一反应是帮派字换了。天刀每个帮派都有专属的帮派字符号，也是天刀玩家判断一个玩家势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如烟雨江南原先的帮派字样是江，青山等人也自嘲说他是江字帮的牛马大总管。角色面板，玩家 ID 富贵，职业神威男，等级 LV60 锁定，称号荣誉求败论剑，帮派联盟盛世强盛备战总舵盛水龙吟，时装燕云飞沙时装品质白，心法装配蓝练武力道金，练武根骨金，背回风紫，功力值5103，变化不大不小。帮派换成了联盟，虽然归属没变，但角色旁边的帮派框变成了方形框，字样也变成了盛字，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盛世公会。在联盟框的旁边还多了2个金灰色的字样求败，很是嚣张。王川州打开论剑界面，只见他的段位已经达到了最高求败段的，还有不算差的王者段位属性加成。论剑是天刀的一个竞技玩法，1v1真男人大战。这么说我也是1号高手了。王川州自嘲一笑，这些都是微末旁支，他最关心的还是功力。他前天下号的时候功力还在4000多，今天已经突破5000大关，达到了5100多，可见青湖和江月这2天的努力。要知道现在等级还是60级，在装备等基础没变的条件提升，只能抠细节或是很砸钱。打开背包一瞅，银两1257万8040金，62银45铜，碎银200金03银45铜，银两少了差不多400万金，碎银也终于不再是3个零，可喜可贺。点开排行榜，功力榜全部门派，您当前位列全部门派功力榜第1。玩家 ID 富贵，等级 LV60， 职业神威男，帮派联盟盛世强势备战总舵水龙吟，功力值5103。序列2。玩家 ID 云生，等级 LV60， 职业神刀男，帮派联盟剑指苍云寒江城，功力值4825。序列3。玩家 ID 炎，等级 LV60， 职业太白男，帮派联盟长恨歌帝王州，功力值4795。基本都是老面孔，只不过排名有升有降。王川州熟悉的小郎君跌倒了总榜第10，还有一些甚至跌出了总榜第1页，也就是前20，也就言老五变化不大，还是前3。倒是第2那个云生是个生面孔，现在的排行榜才有含金量。富贵哥瞅了一眼也没在意，中午12点后就结算，第1稳稳的。哟，稀客，浮生麻溜的贵宾一位，上雅间。王川州刚进烟雨江南的频道，就听见青山那充满笑意的声音。组建联盟后，盛世公会的频道分布有了些许变化，他找了半天才在最屁股后面找到，也不知道大灰灰怎么想的，一萌放最后面。只见人笑道：“富贵哥来等结算的吗？”锦鲤超第一次结算的日子，可以说是大佬云集，只要在榜的大佬，那基本都是本人在线，也算一个难得的好日子。好歹是第一次，多少也算个成就。王川州也笑着回应。招呼打完，几人也开始了闲聊。最近怎么样？老样子。不过昨天我们和帝王州的噬魂干了一架，打到今天凌晨才结束，算是咱盛世的第1仗。大灰灰嗓子都喊冒烟，这么激情。王川州有点惋惜，他玩天刀以来，小架就干了1次，大仗1次都没干，可谓和平到了极致。不过怎么和噬魂打起来了？劫镖！咱们公会的兄弟在杭州押镖，被噬魂的人劫了。劫了第1次不说，第2次的白车也劫。
那兄弟气不过，拉上亲友直接开红，和对面打了起来。双方一叫人，几个人的小战斗变成帮派战，帮派战又变成联盟战，最后打出真火。大灰灰直接拉频道广播，在世界宣战。江湖就是这样，遇事不决，先摇人，摇着摇着就激情了。不过有一说一，劫白车的人多少有点毛病，白车就是飙车的最低奖励，那才多少金，响马旗都买不起，还要劫标的5个人分，劫的人血亏，被劫人更是亏到爆炸。变热闹了呀！王川州有感发，前几天那是什么江湖？不是打本就是论剑，再不济就是挖宝、押标什么的，一个个佛系的不像样。这情况要放在前几天，顶天也就2个帮派之间的事，远远上升不到2大公会之间，更别说会长亲自上阵干仗了。时代变了，锦鲤超的地盘分配即将开始，大家火气也攒了挺久，可不就随便来点火星子就炸。青山摇头轻笑道：“这才哪到哪，后面你再看，那不是在干架，就是在干架的路上。”叮铃，频道广播，发言人大灰灰，所有管理，不论是一盟还是几盟的，全部上跳会议频道，商量一下晚上活动的安排。第047章结算排行榜奖励。青山几人迅速上跳，王川州也上跳，只不过不是去会议频道，而是去找青湖和江月。副总，江月呢？你拉一下他。王川州来说，前几天那2000万金尾款的事，原先说好的每天2万的点券，一直到10号结清，6天时间合计12万。但狗哥先是在4号更新，每天狗托金额度涨了5000，后面又在5号升到12级，额度暴涨到每天4万。几天时间下来，他结余不少狗托金。到今天7号2天时间，当前可用狗托金8万5千。王川州以往每天固定让系统充值2万，加上今天刷新还没用的狗托金，现在可用狗托金8万5，堪称小富。这钱是越来越难花完了。没一会儿，江月也跳了下来。王川州见正主都齐了，也没废话。今天下号的时候，我会在号上一次性充6万，你们还差多少就自己补。青湖和江月两人齐齐点头，语气不难听出些许喜悦。好的，副总。那行，你们忙，我先下去了。正事办完，王川州也没打算逗留，他只是不太习惯欠钱的感觉，很不踏实。今天刚好有时间，也有钱，索性一次性结清。切回游戏，打开天刀商城，几天没关注，天赏积分已经积攒到一个可观的数字。充值点券520，绑定点券2500，天赏积分135万，135万的天赏积分。王川州特意瞥了夏天赏双倍活动的时间，截止于7月7日晚上12点，也就是说，明天活动就没了。想刷积分的过时不候，要再刷点积分吗？片刻过后，王川州放弃了这个念头。天赏商城里的时装，喜欢的他都有，不喜欢的也没必要刻意去刷。唯一还流落在外的，也就一套星王孤独。他目前拥有的天赏积分也足够。星王孤独，涂山下有白狐，听兵来，乘风去。售价68万天赏积分，购买本套装赠送萌宠耳廓狐。是否确定购买？鼠标轻点，天赏积分瞬间减去近半。你已获得时装星王孤独，你已获得萌宠耳廓狐。王川州卸掉穿了几天的新手时装，什么衣服穿久了都会腻，也得时不时换换新花样。原地变身，星王孤独的时装风格整体呈现白色，有一种超脱沉然之感。特别是肩膀上爬着的白狐设计，堪称点睛画龙之笔。试着搭配上白发，整体更上一个层次。再取消武器外形显示，一袭白衣侠士，绸缎如云，身随灵宠白狐，发丝如雪，让人不明而立。不错，王川州心情美滋滋。美好的事物总会让人心情不由自主的愉悦。换上新时装后，王川州在世界当起了街溜子。嗅觉敏锐的他，甚至能从中闻到一丝血雨腥风的前兆。好吧，说人话就是世界频道干起来了。世界频道，陈氏迷途小郎君，有种就报坐标，别他妈光在世界狗叫。天涯 X 剑客浪子星，杭州 X1234 Y14512，不来你是我孙子。大唐公会，小郎君见浪子星在世界真的发了坐标，也没含糊，直接就传送了过去。频道内本来吃瓜吃得起劲的几人，顿时就坐不住了。他们也没想到一件很小的事，竟然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事件的起因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再平常不过。天刀各大地图有一个特殊的区域，盟会战斗区，不同盟会阵营的玩家在该区域会自动亮红名，也就是可自由攻击状态。许多喜欢干架的玩家都会在盟会战斗区互殴，互相刷声望。小郎君也在刷，一开始无事发生，
只不过后来对面也叫了一个大号，双方打着打着就干出了真火，加上死亡次数过多，复活 CD 变长，直接从武斗变成了文斗。小郎君嘴炮方面可能缺少了点经验，输了一阵，然后两人直接从当前喷到了世界，又嫌世界说话 CD 太长，开始私聊对战，结果可想而知。文斗不过瘾，现在正准备再干一架。陈总，没必要生气，频道人不劝还好，一劝小郎君心里更郁闷，就像哭闹的孩子，越哄越哭，心中仿佛有一口火山难以压制。玩游戏的谁还不是个骄傲小宝贝了？能受这气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叫人打吧。杭州凤凰集本是一片风景悠然之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吃瓜玩家，还有密密麻麻头戴天字水蓝色联盟框的天涯公会玩家和头戴唐字赤红色联盟框的大唐公会玩家集结，当前频道活久见，第一次知道原来有钱人也和我们一样玩游戏会骂街，见识还是少了。我以前玩传奇，线下约架的都有，这才哪到哪啊！天涯的人来了，大唐的人也来了，要干了，要干了！别激动，理性吃瓜。我靠，来看戏的大佬好多，富贵大佬、严大佬，好家伙，这是来了多少大佬？马上结算，大佬上号高峰期，见怪不怪。王传洲也在吃瓜，甚至还觉得一个人吃没意思，在帮派频道发坐标，然后又跳到帮派大厅。凤凰集吃瓜，速来！帮派大厅的烟雨江南玩家顿时炸了，谁和谁干起来了？天涯和大唐看帮派频道，副总发的坐标估计要宣战，怎么干起来的？你问我，我问谁？王传洲吃瓜吃得正香，忽然游戏系统弹出一个弹窗，排行榜奖励，功力总榜排名第1名持平，神威功力排名第1名持平，论剑周排名第1名持平，金钱榜排名第6名持平，3v3 战场周排名第1名持平。奖励称号万人敌神威大弟子，称号盖世无双功力总榜，聊天姓名装饰功力榜，大弟子门派驻地玩家雕像功力榜，专属属性加持门派大弟子神威大弟子。一键领取，结算了。从吃瓜的情绪中清醒，王传洲愕然发现排行榜竟然结算了。什么意思啊，兄弟？不让我吃瓜？先是称号，天刀的称号是王传洲最嫌弃的，要特效没特效，要属性加持没属性加持，就是个单纯的称号，不好看，不特殊，不酷炫。三不，这玩意谁会在乎啊？大弟子门派驻地玩家雕像，王传洲最想要的奖励。为了玩家雕像好看点，他今天还特意卸下了新手时装，换上了一身雪白的孤独家白发双天赏时装，不能落了咱大神威的脸。属性加持，门派大弟子获得本周的门派大弟子，全属性正 5%， 韧性正 1.5%， 格挡正 2%， 命中正 2%， 会心正 1.5%。 王传洲对这个很熟悉，百分比加成嘛，也由他最喜欢的。还有一个聊天姓名装饰，第048章，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王传洲在当前频道发了个1，只见原先平平无奇的富贵两侧多出了个金色的小翅膀，富贵1，金灿灿的小翅膀，谁看了不迷糊？很好，这钱花的值。他还特意看了下其他人的小翅膀，款式是一样的，但颜色上有明显的差距。金色是大弟子专属，前3是银色，至于6到10则是同色。当前频道，陈氏迷途小郎君，有那傻逼仇敌的兄弟，待会发暗杀，经我来报销，杀一次带截图，再找我领500金。天涯 X 剑客浪子心，银色的特效，你还真好意思带？我要是你得藏在床底，免得被人知道我没钱充大弟子。陈氏迷途小郎君，带个银色的你和我装尼玛呢？陈氏迷途小郎君，要不是被富贵那逼打了个措手不及，你当你爹充不起？王传洲见扯到他，也没说话。在这么一个热血上头的场合里，脑子正常的人肯定不会沾这种麻烦。又不是中二少年大赛，谁强不强，靠嘴输出。跌份。可王传洲不在意，吃瓜玩家却集体兴奋了。你说富贵大佬他在啊？富贵大佬没看见？没事，有我们啊，我们帮你复制，保证陈总你的话不会被刷屏刷掉。陈总，大唐天策上将府的帮主李世民，现在是真头疼了。大哥啊，你输出归输出，别拉其他人进来啊，还拉这么一个大佬，人就在你前面的楼顶站着呢。还有这些吃瓜的，尼玛的，看热闹不嫌是大事吧？烟雨江南帮派频道，青山和浮生对视一眼，脸上满是跃跃欲试。青山正要开口，却听见王传洲那是满是笑意的声音，怨气不小啊。随后又见当前频道，当前富贵，
你们打你们的，别扯我，我就一吃瓜的。浪子兴见当前那显著的大弟子发言小翅膀，脸色一喜，直接拱了一句：“富贵别搭理这疯狗，有几个臭钱，瞧把他能的。”语气看似是在帮王川州，但这种人最损，属于火上添油，也是个嫌热闹不够大的。小郎君的表情顿时就有点不对，尼玛的，玩这招？想解释吧？当前频道一堆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怕了。玩游戏的有钱人，谁会说怕谁吗？最主要的是，现在解释不解释都成了一个问题，完全被人架在了火上。王川州却面色不改，理都没理拱火的浪子兴，别扯我就行，你们继续。叮铃，私聊陈氏迷途小郎君，兄弟别介意，没事。你看人都不傻，王川州这人有个特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对谁错，只要不牵扯到他，他都懒得搭理。该吃瓜吃瓜，该看戏看戏。说的好听点，他是冷静；不好听那就是冷漠。他这性格有一段时间了，和不熟的人基本不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没必要。虽然得到系统后有所改变，但性格这事一时半会很难急转弯。这点从他在烟雨江南的交际圈就能看出一二。除了青山、大灰灰，还有离哥以及主动搭话的叶藏等人，他几乎很少和其他人打交道。王川州也意识到这种性格不太行，主要是不够阳光，也在一直有意识的转变。对了，帮我使劲干那傻狗，金算我的，双倍都行。行，不过金算我的。王川州没和小郎君争这个10万金顶天的事，谁来都一样。他只是不喜欢浪子兴这种喜欢煽风点火的人。你们的事拉我干什么？游戏的事顶死就是干几仗，你杀我，我杀你。常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的？还真能干到现实去。几个菜啊？家里有通天文不成？与之相比，小郎君也就嘴瓢了一下，还知道解释。富贵。王川州听到青山的话，笑着道：“一傻狗没必要搭理，他们不也是水龙营的吗？后面有的是机会干他。富贵哥不是脾气好，而是场合不对。现在和浪子兴真干起来，青山和大灰灰肯定是支持的。游戏打个架，那能算是？但小郎君就要笑了，其他吃瓜玩家更是爽翻天。行，青山很爽快，那就后面找机会倒他一手。他本来是想着，无论王川州怎么做，他都支持。打！马上开频道广播拉人。开区憋到现在，盛世也就昨天干了一架，那能泄火？不打也无所谓。这种事他见得太多了。游戏玩家五湖四海，千奇百怪，遇到什么人都不稀奇。别说你有钱没钱，你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有些人也不在乎，他爽了就行。浪子兴见王川州一脸淡然的继续吃瓜，小郎君也在猛猛输出，百思不得其解。围观的吃瓜玩家也都表示看不懂了。什么情况啊？这是大佬脾气都这么好的吗？这不干。但浪子兴也不傻，稍微一想便明白王川州肯定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靠，偷鸡不成反惹一身骚。战斗没持续多久，主要是单方面的大佬恩怨，很难让其他玩家产生共情。喜欢打架归喜欢，但不上头的战斗，死过几次也就没了坚持的意愿。除非大佬愿意砸钱，比如杀一次对面的人给多少金啥的，大佬不松口，打到天荒地老都行。但很显然，不论是浪子兴和小郎君都没这个想法，出气归出气，砸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谁知道一场架要干掉多少钱？最主要的是，这次开了这个口子，下次呢？盛世公会频道，七七正在接待频道听歌，顺便和沙雕玩家闲聊打发时间，忽然见一个白马跳入频道，当即热情道：“欢迎大唐天策上将府的陈氏迷途小郎君。你好，请问是找人还是跳槽？我找富贵，你们公会的，拉我过去就行。”七七莫名想到那次誓师大会，那时候不知道，但现在他在盛世也待了一段时间，自然知道富贵是谁，更从沙雕玩家口中知道其在游戏中的身份。别的他不懂，就知道很有钱。好的，祝你在盛世待得愉快。青山见挂着绿马临时会员的人跳下频道，眼神愣愣道：“小郎君。”王川州也瞅见了，笑着打招呼：“你怎么来了？来认识一下。前面我那是在气头上，说话也没太主意，别介意。”小郎君的语气完全听不出前番在世界骂街的样子。这事过了，我就一吃瓜的。游戏加个好友，以后多联系，难得遇见一个投缘的。行，我 ID 简单，你加我。小郎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加了个好友便又离开。王川州给他挂了个小红马，再高的就不行。整个频道只有大灰灰的会长号能上黄马，他的权限只能下黄马，不能上就很操蛋。这个有点意思。青山见人离开后，
这才开口笑道。王传周也笑道，是有点意思。他还真没在意前面发生的事，包括浪子心，有机会能搞一手，富贵哥那肯定搞，但不会特意去针对。游戏的恩恩怨怨海了去，只要不是太离谱，王传周一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体验千奇百怪的事，这本身就是游戏的一大魅力。第049章，眼馋啊，越看越眼馋。结算结束，同时也意味着锦鲤超第一次势力地盘分配结束。盛世会议频道内，每个管理的心里可能都有一点情绪在激荡，青山也不例外。今天对烟雨江南来说，无疑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帮派大佬正式荣登大弟子，并登顶总榜第一。帮派所处的联盟也成功拿下水龙营总舵。我们实现了备战前的目标，水龙营总舵上挂的是盛世的图标，感谢在场所有管理的付出。废话我也不多说，总舵返利官方给的是 20%， 工会抽 5%， 剩下的各帮自己处理。听到这，在场的一众盛世管理齐刷刷将目光投向青山。势力地盘对于各大工会的吸引力，不仅仅是单薄的荣誉那么简单，还有工会返利这等足以引人遐想的大利益。占领地盘的工会可以申请返利福利，即当月本工会麾下所有玩家消费多少，官方按比例返还给工会绑定的返利账号上，一个工会有多少玩家，又能消费多少钱。盛世占领的是总舵，返利比例是最高的 20%。 打个比方，盛世目前拥有3000多名玩家，每个玩家不说多，一个月在游戏消费100块，那就是30万的月消费总额。下个月返利就是6万，实际情况只会更高更恐怖。盛世目前万氪玩家不少，10万氪也有。本以为按照老区的经验来说，这些人最起码也得出几个10大的大佬，但没想到锦鲤超竟恐怖如斯，10几万也就是个高战玩家，冲榜想都不要想。而富贵哥，这可是整个盛世目前的唯一牌面，神威大弟子，总榜第一。未来不说，现在富贵哥说一句锦鲤超我最狂，那绝对没人反对。尽管不知道副总在游戏的具体花费，但能力压一众锦鲤超大佬，拿下总榜第一，开销肯定不少。现在总舵也拿下来了，返利即出。马德，眼馋啊，越看越眼馋。瞅我干啥？青山揣着明白装糊涂。副总，青山。大灰灰停顿了下，继续道：副总加入盛世的时候，我承诺过，副总花多少，我返多少，所以副总的返利要单独拎出来走工会的账。你承诺尼玛呢？青山内心暗自肥肥。富贵哥直接走的好有渠道，空降来的我帮派，但不爽归不爽，他也理解大灰灰这样做的意图。盛世一盟4个帮派，烟雨江南实力不算强，也就是有了富贵哥、大灰灰大量倾斜资源，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才勉强达到了一盟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烟雨江南能进一盟，完全是靠抱富贵哥的大腿。战斗力不行，但因为有富贵哥这么一尊大神，单帮返利肯定是整个盛世最高的。本来是4个兄弟抱团吃饭，现在其他3个兄弟喝粥，就你烟雨江南一个帮在那吃肉，久而久之肯定要出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别的不说，他是一个普通玩家，也得跳槽来烟雨江南。没别的，背靠大佬好乘凉。我没意见。青山不傻，王传周也点点头道：我都可以。返利什么的他不在乎，但该拿的东西不拿，那是纯脑瘫行为。王传周可不会装大头阔气，说什么我返利不要了，给工会或者给烟雨江南吧。这不是土豪，是土鳖。豪掷千金也得有个缘由啊。得到系统后，他就认识到一件事，花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要么问心，要么寻欢。大灰灰见状，心中松了一口气。天刀很多工会往往备战前强的不讲道理，拿下总舵后却直接变成一只狗，甚至分崩离散，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内部分账不均。自古守天下，可比打天下难多了。立德说完，那剩下的也就是名了。大灰灰语气也轻快了不少。盟会职位，总舵主我大灰灰，副总舵主副总。一盟3个副龙首分别担任盟会统领，8个盟会职位，还剩2个盟会军师和1个盟会统领职位。采取竞买方式，谁想要的拿钱买，以1周为期限，卖的钱全部用于工会福利。大灰灰自信地问：没问题吧？在这方面他可没藏一点私心。剩的职位你给谁都不好。总舵是一盟4个帮合力拿下来的，给2盟、3盟什么的。一是不够分，二是容易出问题。再者，工会还有其他大佬，虽然和富贵哥比起来不算什么，但你不能忽视这些人。人要是想要个职位玩玩，怎么办？索性直接卖了。想要的掏钱，简单直白，赚的钱他也不要，全部用于工会福利。没问题。在场的管理满意极了，一个个笑道应和。会议临近结束，盛世副会长王卷卷忽然问道：
不留点位置给其他工会吗？一个阵营6个地盘，也就是6强并立。锦鲤超刚开区，地盘什么的，靠的不是实力，而是繁荣度排行。盛世能拿下总舵很强，但没碰过，大家心里都没底。再说后续的势力玩法，如争锋战这些，可是以阵营为单位。现在盛世暂任水龙营带头大哥，不出点好处，后面谁听你的？没小弟吆喝，这大哥当不成啊！不留。大灰灰对此早有讣稿，1周1次的地盘挑战赛，第2周开始，打得赢才能继续当大哥，打不赢就沦为小弟。盛世后续能不能稳住，都还是个未知数。自家内部一堆人也都嗷嗷待哺，哪还有余粮拉小弟？爱咋咋地，第一顿先吃饱了再说。你做主。王卷卷也没深问。盛世第1次分果子大会，整体来说圆满结束，尽管没有满足所有人，但大多数人高兴就行。一盟吃大头，剩下的吃小头，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回到烟雨江南频道，青山也马不停蹄地拉人开小会。帮派大厅，100多号烟雨小马仔齐齐望着自家大总管。烟雨江南很多玩家都是萌新，老玩家没到一个层次，也不知道什么是返利，更别说分果子了。所以众人都很疑惑，咋的啦？这是要干架？拉大家来说一下咱帮新的福利制度。第一是功利，每周帮派功利排行榜前100，根据排名高低奖励不同，具体的我后续会列一个表格在帮派群公示。咱们帮现在140人，前100都进不去，那我也没办法。第二，战时福利。这几天的情况你们也知道，玩家之间的矛盾，工会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打架的频率会高很多，所以增设一个战时福利。战时福利靠积分，获取积分的方式也很简单，每次参与战斗获得1积分，战斗的杀人数、击杀排名、输出排名，还有掠夺、争锋等玩法都可以获得积分。至于积分可以兑换什么，现在还没定，待会我在群里发一个投票，你们喜欢什么就写什么，根据投票来定。还有一个，咱帮的兄弟每个月充值1000以上的可以找我领返利，比例现在也还没定，1000以下的也可以累计后再找我。一句话，我青山吃肉，你们也吃肉，一视同仁。第050章，天下敌手众多，我自笑傲江湖之巅来战。粗俗吗？很粗俗，但玩家就吃这套。你把福利明晃晃的摆在台面上，你就是说吃屎，玩家都说好，反正也不会真吃，说说而已。青山挥斥方遒，其核心不外乎一点，提升战斗力、福利、返利都是如此。我要说的就这些，具体的兄弟们可以看群公告。咱帮不玩那些藏着掖着，工会给什么，我青山就给什么。叶藏带头起哄，帮主留币，其他玩家纷纷紧随，喊什么的都有。王川州也笑盈盈的掺和。游戏嘛，其实大多数普通玩家真的不关心这些福利不福利的，那能有几个钱？几百还是几千？但不在乎归不在乎，你管理也别一边吸玩家的血，还骂玩家充的少，甚至嫌弃人战力低，把人踢了，换一个充的多的进来，这忒埋汰。不知道内情还好，但萌新不可能永远是萌新，到时候在场的管理有一个算一个族谱，直接原地升天。会长频道，大灰灰正在和一个马甲 ID 为天涯浪子燕的人谈话。你们想要什么职位？先说好，现在只有军师和统领，军师就行。浪子燕也没狮子大开口，那不现实。紧接着又补充道，我也不白要，5000买一个军师的位置，不便宜吧？大灰灰内心一笑，你还特么想白要？想屁吃！不过5000这个价格是不便宜，一个职位也就1个星期的期限，还是军师这种位置。大灰灰心中明了，肯定是天涯有大佬要刷盟会成就，顺便买个职位玩玩。5000只是好处费，后面刷总舵主成就这些，估计价格更高。这买卖不干白不干，卖谁不是卖啊？大灰灰正准备点头应下，却突然看到一条私聊消息：王卷卷，天涯那个石大好像前面和副总发生了点小矛盾，没了。但就是这句简短的话，让大灰灰念头一转，他思虑了下，语气郑重道：嗨嗨，这是我个人没问题，但需要问一下老板。浪子燕直接一个黑人问号，你一个会长做不了主，你特吗？大灰灰解释道，咱们第一次打交道，你不知道很正常，盛世看似我是会长，但我也就是个打工的。盛世有金主。浪子燕疑惑道，副总，现在功利榜第1那个，我们盛世的幕后大金主。大灰灰扯齐谎，那也是脸不红心不跳的，脸皮那玩意值几个钱？他已经说得很委婉了，买卖不成仁义在，大哥之间有恩怨，那是大哥的事。他们一个盛世会长，一个天涯高管，旧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没必要太露骨直白，说话留3分，
日后也好相见。行，那我等你消息。浪子燕的直觉告诉他这是有蹊跷，但信息太少，他也有些拿不准。待人走后，王卷卷这才开麦道：没必要卖，这是他的想法。天涯的大哥是大哥，我们盛世的富贵哥就不是大哥了。我大哥还特么比你大。再说了，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大灰灰心中也拎得清，我知道，就是打个哈哈，大家面上也好看，后面我直接回绝。烟雨江南频道。大灰灰跳入频道，找了一圈，这才看到那已经褪去绿叶的 YY 号。副总见会长亲临，起哄的气氛顿时为之医治。怎么了？我拉副总你上去聊。两人离开后，烟雨江南的玩家这才恢复沙雕的模样。会长找富贵哥什么事啊？你问我，我问谁？马德，我也想体验一下当副总有多爽。会长拉人之前都得来问一下。啧啧，别做梦了，要么有钱，要么有挂。你除了那180斤的肥肉，还有个啥？两人跳上来会长频道后，大灰灰开口道：天涯那边来人，想要一个盟会位置。王川州一开始还有点懵，这是你找我，但紧接着就想到浪子星所在的工会，可不就是天涯？所以大灰灰说完就跟没事人似的，老神自在的等王川州回话。回绝肯定回绝，但你做了好事，得让大哥知道，不然谁知道你做没做？关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拉近的。王川州脑子一转就知道大灰灰的意思，当即笑道：他要的什么位置，什么价？大灰灰来此的原因可不是补损失，自然不可能实话实说。军师，但我没等他出价就给拒绝了。说完又低声道：副总，你和天涯那人什么矛盾？有需要的地方你说一下就行，咱盛世现在火气正旺，干谁都不怂。有钱人的身边都是这样吗？干不干的另说，人态度在这，最起码听了舒服。一件小事。王川州简短的说了一下当时的缘由，大灰灰顿时心中有数，真小事，不是客套。王川州紧接着问：军师什么价？现在没个数，但也就是千把块的事，职位就总舵主值钱，其他都不太行。大灰灰也明白这是富贵哥的投桃报李，想了想又道：副总你要的话，给个2000就行。行，账从返利里扣，位置给。王川州突然犯难了，他就是单纯想恶心浪子星一手，但位置给谁？青山有统领了，给浮生，那执剑人咋办？王川州想了想道：能给其他盟会的人吗？大哥，你这是想把恶心人贯彻到底啊？但不可以，必须是同一盟会阵营的。说完，大灰灰紧接着又道：副总要是真找不到人，可以给卷卷。懂了。王卷卷出了力。王川州读懂了大灰灰的电波，笑了下道：行，你看着来。至于浪子星，哪凉快哪待着去，没机会就算了，现在机会自己送上来，那不得回击一手，真把富贵哥当好人了。那副总我上去了，顺便上一下职位。行。王川州回到烟雨江南频道，青山就好奇道：会长找你什么事？不会想坑我富贵哥的返利吧？马德，大灰灰，你真是个畜生。职位的事，浪子星来买职位，我给结了。青山动作一致，瞬间瞪圆了眼睛。这么奇葩？不是，这前面刚结仇，你就赶着上脸？我也觉得，不过谁知道他怎么想的？王川州耸了耸肩，也很无语，只能说游戏奇葩多。执剑人忽然插话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就是故意送上来的？这话一出，几人顿时哑然。青山喃喃道：这么玄乎？这尼玛玩个游戏需要这么多心眼子吗？不是，我就随口一说，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执剑人见众人反应，急忙解释道：下午2点左右，天涯公会修改了公会频道名，天涯公会备战下周总舵战，招募高战，全员抓紧提功力。正在频道开小会的大灰灰眼神一凛：尼玛，冲我来的！我这屁股刚坐上去，还没热乎，你就想敲我总舵？我特么牙都给你崩了！下一秒，盛世公会的频道名也更新成盛世公会，天下敌手众多，我自笑傲江湖之巅来战。会长好文采。楚哥捧哏道。一支烟摇摇头，笑道：这都是明摆着的事，总舵只有一个，谁都想要，又不是只有天涯一家，水龙营各大公会几乎都在备战下周的总舵战。我也不是针对他，口号懂不，气势不能输。大灰灰反驳道：备战，备战，一盟全员抓紧提功力，该冲钱就冲钱，该招人就招人，别到时候丢了总舵，那才是笑掉大牙。对了，把副总抬上去，总榜第一，我大盛世无敌。第051章，老登报金币吧。盟会界面，水龙营状态繁荣，总舵数量6，行动力1000，帮派数量105421，盟主
唐清风 NPC。总舵主盛世大灰灰，副总舵主富贵，盟会军师盛世王卷卷，空白。盟会统领盛世青山不醉，盛世楚歌，盛世南柯一梦，空白。盟会宣言：盛世公会强势招募各路玩家，高战大佬萌新，福利多多，待遇良好，氛围有爱。公会带队大佬富贵，目前拥有荣誉功力总榜第一，神威大弟子，锦鲤超第一神威，功力4500加以上，有安家费，可来频道详聊。公会频道5200，是见天下群雄，唯我盛世独傲。盛世顶级团队为你的江湖之路保驾护航。会长这样可以了吧？初心不负的副帮主累望着已经修改了不下3遍的盟会宣言，欲哭无泪道：主要是累啊，这次还行。不过副总的描述就这些吗？会不会太单调？大灰灰端着手抹撒道。泪无语道：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整个锦鲤超多少家公会，又有几家有10大大佬的，更别说副总这样的大弟子了。天刀目前开放8个职业，大弟子满编8人，10大包含大弟子满编80人。而锦鲤超的公会，单是水龙营有名有姓的公会就不下10家。泪瞅了一眼大灰灰，他太明白自家会长是个什么德行，不客气地说。大灰灰一撅屁股，他就知道要拉什么屎。不是我不能吹，而是吹得太离谱，那就是给副总拉仇恨。什么锦鲤超第一神豪，不，直接上天刀第一神豪，诸如此类的话，泪能想出100个不带重复的。但这些话能写上去吗？肯定不能啊。总榜第一，神威大弟子这些那是事实，其他人再不爽，那也得捏着鼻子认。至于锦鲤超第一神威，嗨嗨，功力咱不是说技术，但锦鲤超第一神豪天刀这种几个菜啊就醉成这样，他敢肯定挂上去不超过10分钟，天刀贴吧就得炸，盛世也得炸，被天刀玩家喷到炸，什么玩意竟敢口出狂言。我老区谁充值几百上千万都不敢。效果是好，但是反面的群体嘲讽了属实是，没仇都要变有仇，单纯看你不爽，太尼玛装了，必须干你。算了，就这样吧。大灰灰认真思考了下，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事实真是这样。换个角度想一下，天涯公会要是敢说浪子星是锦鲤超第一神豪，并以此打广告，大灰灰宣战都宣死他。尼玛的，我一手托盛世旗，一手抬富贵哥，都不敢言世间无敌。你小子这么狂，有实力那叫张狂，没实力就是找死。富贵哥强是强，但你要说他是第一，都不说全天刀，就单是锦鲤超，大灰灰自己都心虚。盛世现在也是树大招风的局面，明明坐拥锦鲤超水龙吟第一任总舵，看似风光，未来可期，但旗下小弟没一个不在等着爆他金币，就很干。云巅五毒老家，天刀第一个身披纹身的社会人。王川州骑着白公子正溜达，时不时能看见零星的玩家在地图上乱跑，一会儿用一个发光的珠子在地上乱按，一会儿又掏出一个铲子刨地。挖宝吗？王川州知道这种玩法，但没试过。天刀有很多副职业，如镖师、文士、恶灵、杀手、游侠、商人、厨师。挖宝、莲花宝藏都是游侠的玩法，也可以看成是天刀中的盗墓一派，挺有意思的一个玩法。王川州打开副职业界面，60级只能解锁一个副职业，他的是捕快，一个只能抓捕红名玩家或是缉拿的职业代练搞的。就在这时，那名挖宝的玩家好像出了祸，几个身穿黑衣的怪物从地底跳了出来。王川州看得眼皮直跳。好吧，游戏别那么较真，也许人是守墓一族的呢，是吧？大佬手下留情，别抢。当前频道飘过一句话，末尾还有一个楚楚可怜的小表情。王川州莞尔一笑，挖宝还能抢？小盖妹心中一愣，坏了，我这不是此地无银百两。王川州策马上，这才发现是个小盖妹啊，酸奶有毒会醉，这 ID 有点东西。见那人一副警惕的模样，王川州笑了笑，直接策马越过。江湖没那么多讲究，有的玩家玩游戏图的就是个随心所欲，压标有截标，试一试，看见有人挖宝也不管能不能出好东西，抢一下玩玩，什么对错？玩游戏我还遵守那么多，那我玩的是什么？那叫一个百无禁忌。其实我可以帮你打。王川州勒马而立，笑道：别，就不劳烦大佬了。小盖妹连忙婉拒，开玩笑，挖宝玩家最怕的就是有人说帮你，别看眼前这人穿的人模狗样，那亮闪闪的时装一看就不便宜，还有发言时那自带的小翅膀。但大佬也是玩家，也是人，是人就有坏的，可能他也不是坏，只是当时手贱，
又或是想试一试当坏人的感觉。小盖妹酸奶对比了一下自己的小身板，再瞅了瞅眼前策马的白衣大佬，没有胜算，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要不大佬你来，我去重新啦。你打吧，我在旁边给你看着，不抢你的。小盖妹将信将疑，试探性的朝着挖宝小怪冲去，一顿丐帮13连环脚，手脚麻利的将怪物的血条清空，紧接着尸体中蹦出3个箱子。酸奶抬头看了下，见那人还是没动静，一个箭步上前拾取，完事直接跑路。谢谢大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有缘江湖再见。王川州看着直接轻功逃离的小盖妹，一阵哑然。不是，你就算不认识哥的 ID， 也不关注排行榜，但是瞅瞅哥这时装，是抢你那几斤、几十斤的人吗？王川州摇摇头，心情莫名大好。没溜达几米，音响不断传出叮咚叮咚的声音，烟雨江南的帮派群正在刷屏，各种表情包和大佬666刷屏根本看不清。紧接着，王川州看到青山还有一堆不认识的 ID， 总共10名新成员。烟雨江南富贵神教，青山群主全体成员欢迎新成员，大家以后就是一个帮的兄弟。迎新红包，叶藏，卧槽，狗帮主竟然舍得出血了。省省，帮主我爱你，感谢老板。李哥，感谢老板。红包不多，也就是10块钱，红包数20个，平均下来1人5毛钱。王川州不屑为之，好吧，他手速慢了，没抢到。操！第052章起兵造反，拥立新皇。见状，新加入烟雨江南的那10名玩家好像也 get 到了秘籍，一个个也开始发起了红包。阡陌云，大佬们多关照。3寸钉，大佬们多关照。一连10个红包，3秒不到，红包就被抢光了。王川州抢到了一个2块钱，是那个3寸钉发的大红包，20块的总红包不算黑。青山，谢谢老板。磕头。半醉，谢谢老板。磕头。执剑人，谢谢老板。磕头。富贵，谢谢老板。磕头。见富贵哥冒泡，甚至还抢了红包，黎哥发来一个搞怪表情包，妖兽了。青山，富贵哥你的牌面呢？这种红包你都抢，还当复制怪？执剑人，岂可休！我竟然只比富贵多6块钱。紧接着，一堆人开始控告富贵哥抢平民的救济粮。王川州哈哈大笑，开什么玩笑？白捡的钱谁不爱？2块钱那也能买一瓶矿泉水了。一边溜溜达达走，一边看群消息。新加入的那10个新成员也很快修改群名片，改成游戏内的 ID。看名字好像是2个固定队，职业五花八门，应该是青山为了下周总舵战拉来的高战。红包热潮过后，青山也说起了正事。帮派分帮烟雨小筑已经创建，有要去的兄弟吗？安家费每人200金，还是咱帮的兄弟，有事群里 YY 直接叫，或者等帮派升级后有位置再回来。王川州前面就知道这事，并不觉奇怪。烟雨江南现在帮派5级，最高容纳上限是140人，现在就是满编状态。备战前青山对帮派的定位是个半战斗、半休闲的养老型帮派。什么一盟？那时候能混个2盟就不错了，所以对帮派成员也没什么要求，什么氪金，什么休闲，那是来者不拒。好处帮派氛围不错，坏处也很明显，因为喜欢的玩法不同，加之氪金的差距，烟雨江南帮派的全员平均功力很低，远远达不到总舵联盟帮的水平。下周总舵战，大灰灰老早就提过这事，要么抓紧提功力，要么招其他功力高的玩家进来。前者要氪金，但要是能氪，玩游戏的谁会吝啬？不就是因为不能氪，才选择当咸鱼的吗？后者也很不好处理，要腾位置，那么谁走就是问题了。大多数工会的做法很简单，打开帮派功力排行榜，从低到高依次踢了。什么解释？不存在的，功力低就是原罪。青山和浮生等人商量了下，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管理开小号去外面创了一个新帮派，给这些功力低的玩家提供一个容身之地。虽然不在一个帮派，但大家 YY 频道和帮派群都在一起，依旧挂烟雨江南的马甲，江湖有事也好随时招呼。本来说的是功力低于4000家的全去分帮，但看群消息，青山还是心软了，不强制，自主选择。另外还有200金的安家费。一个帮的玩家许多都是备战前就在一起了，开区现在第7天，时间虽然短，但彼此的交情却绝对不浅。现在来这么一遭，很多烟雨江南的玩家都有些不知所措。帮派神秘的大佬富贵哥平时沙雕，但关键可靠的帮主，喜欢八卦的帮派管理，还有一起吃瓜、一起打本、一同起哄的沙雕好友。很多人对天刀的印象基底都有一个烟雨江南的印记。你现在让他们走，200金是不少，但谁他妈在乎啊？赶我走，那祝你们玩得开心，
从现在开始，我富贵自立门户，愿意跟我走的兄弟报名。王川州打出一行字，完事又发了一个黄天已死，苍天当立的表情包。没过一会儿，死寂的帮派群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离哥，大老板我跟你走，沙比帮主我早看他不爽了。叶藏初见富贵哥发的消息，心都凉了半截，但一琢磨便明白富贵哥的心思，心中的敬仰宛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叶藏、马德起兵造反，拥立新皇，半醉。嗨，这场合我不走好像不太合群，那我也走。执剑人富贵给我帮主，我其实也可以走。经过这么一闹，分帮的事也算初步确定。伤感有，也必然有人要离开，不然就烟雨江南现在这战斗力，打野战没问题，执行力拉满，干架嗷嗷冲。但守总舵靠的可不光是执行力和热血，总舵战有人数限制，每名玩家还有复活次数、死亡、阵亡一定次数，系统直接强制退出作战位面。一个联盟4个帮数百名玩家努力了1周的成果，不可能因为心软就放弃。一个工会的立业基石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班而放弃。青山分帮那边，执剑人会过去当帮主，我保证帮派升级后随时欢迎兄弟们回来。总舵事关重大，我也没办法，兄弟们体谅。执剑人以后请称呼我为帮主，谢谢。李哥，我先过去吧，我功力现在3500多一点，再提1个星期也达不到要求，就不占位置了。离殇，我也去吧，200金一京都不能少。狗帮主锦鲤超现在第1梯队的功力是4500加，4000加算是第2梯队，低于4000要么是不会玩的萌新玩家，要么是不追求功力的闲鱼玩家，又或是囊中羞涩的普通玩家。离哥有自知之明，别看他认识富贵哥这么个大佬，但大佬的朋友可不全是大佬。他就一普通大学生，1个月生活费就1000把大洋，买套喜欢的时装都要考虑好几天，充钱提功力，那真是为难他了。眼见富贵哥的2个亲友都去了，离哥这可是大佬以前的游戏搭子，大佬玩天刀都是人带的，而离殇是离哥的室友，4舍5入，富贵大佬的2亲友可不就是都去了。见状，烟雨江南帮派一些功力低的玩家也纷纷开始临走前的狂欢。其实仔细一想，分帮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起玩也不一定要在一个帮派。游戏的好友，游戏外的帮派群，帮派 YY 频道，干什么？拉个组队就行。只是一开始大家都没心理准备，冷不丁的要分帮，换谁来了都接受不了，气氛是会感染人的。要是让一众沉浸在伤感中的玩家一直脑补的话，估计青山族谱现在已经在天上飘着了。所以王川州那一嗓子很至关重要。第053章，这钱啊，你可让我怎么花呀？3分钟后，锦鲤超水龙吟阵营一个名为月下独酌的新帮派正式创建。原先的帮派名字被集体吐槽名字太难听，经过商议就成了现在这样。水龙吟随时都有新的帮派成立解散，月下独酌的创立没什么波澜，默默无闻，就宛如他的名字月下独酌透出个孤独感。随后执剑人退帮前去担任帮主，烟雨江南帮派也迎来创立以来的第一波退帮潮。玩家离哥已退出帮派，江湖路远，有缘再会。玩家离殇已退出帮派。王川州瞅了一眼帮派界面的帮派人数，帮派人数100、140，直接去了近1/3的玩家，可谓是元气大伤。普通帮派要是有这么一遭，估计离解散也不远了。从这方面来看，青山等人还算一个好帮主，稳得住人心。帮派结盟了吗？要2级帮派才能发起结盟，慢慢来吧。不过现在也没谁会在意我们这么一个小帮派，就是日常玩法可能要恶心点。天刀的帮派是可以结盟的，不同于联盟玩法，结盟可以共享帮派精武红纹，也就是帮派技能的层数。遭遇帮战也可以邀请结盟帮派助战。执剑人继续道，到时候你们记得助战啊。马德，我现在小胳膊小腿的，谁来都可以欺负一下我。浮生大大咧咧道，安心，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我保你。执剑人想了想，又叮嘱道，对了，招人可别谁都招，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的事可不少见。一个帮派的成分主要看玩家成分，普通玩家多的帮派战斗力是不太行，但氛围基本都很友好，毕竟咸鱼多也没那么多闹腾事。但反之，氪老多的帮派就很看管理的能力了。安心，谁闹腾直接踢。青山底气十足道，很多帮派之所以管不住那些玩家，不是因为管理不行，而是管理舍不得踢，只能一忍再忍。帮派万氪高战就几个，踢了帮派也算垮的差不多了。这种情况，你说踢还是不踢？但烟雨江南可不是那些臭鱼烂虾，万氪敢闹事直接踢10万氪，看我富贵哥的态度，富贵哥说踢，那你谁来也不好使。没看新来那2个万氪固定队就很安分，
一方面是人不是那种闹事的玩家，另一方面也闹不起来。头顶有尊大神镇着呢，只要有富贵哥、青山底气足的可怕，大灰灰他都敢刚，还怕你几个小万客？是了，我富贵哥在这。执剑人也恍然笑道。王川舟笑而不语，他可不敢做这种保证。游戏不是现实，比的不是 money， 你就是首富之子王公子，玩家都敢干你。再说他的 money 也不是最多的。王川舟打了哈欠，顺势瞄了眼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显示10点55。这么晚了吗？睡觉睡觉，再不睡，他怕皇后娘娘提着擀面杖冲进来，小命要紧。差点忘了。王川舟找到青湖的好友，点券我充了，你们上吧。完事，呼出系统充值，充值成功，无债一身轻啊！狗哥你也给点力，争取早日让我实现财富自由。你看我好歹也是能日充4万的小土豪，还用点券买金，这不是打狗哥你的脸？狗哥没搭理他。王川舟也不气馁，朝青山等人打了个招呼：你们聊吧，我先撤了。7月8日，星期一，天气晴朗。系统，新的一天从唤醒系统开始。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值22500 20万，狗托金额度40000天，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可用狗托金65000，狗托币350，每天问候一下狗哥，这是王川舟最新养成的习惯，也是对狗哥的尊重。经验几乎没变化，狗托币更是原封不动，倒是可用狗托金纳兰，昨天花了6万，今天又涨到65000，这钱啊，你可让我怎么花啊？花不完，真的花不完。王川舟嘴里叼着牙刷，哼着自编自导的小曲，正快乐。客厅传来一声怒吼：你在狗嚎什么？一天天的不是打游戏就是睡觉，我看你再这样下去，谁要你？快滚出来吃饭！王川舟刚想反驳，但一走进客厅，就见老王同志一直打眼神，小豆丁也正襟危坐，乖巧的吃饭。危机感知启动，启动失败，启动备用计划，乖乖吃饭。一顿气氛诡异的早餐后，老王同志出门准备开昨天新提的小汽车送小豆丁去上学。王川舟提车没跟着去，主要是他不懂，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款。老王同志是这方面的行家，一眼就相中了辆黑色的大众 SVU， 购置税加保险，全套下来花了32万，没全款，首付12万，剩的分期5年还清。王川舟知道梁老的打算，要留钱备用。2个孩子，他9月份要去外地读大学，小豆丁也马上上高中，哪都需要钱。临走之前，王川舟倚在门边，又瞅了眼客厅的方向，低声朝老王同志打探军情：我妈这是怎么了？老王同志一脸的耐人寻味，也低声道：你小姑家儿子下个月结婚。靠！王川舟一个大无语，他小姑家的儿子叫王川行，比他大4岁，今年22岁。他小姑人也不坏，但怎么说呢，就是喜欢比较。可这是能比的？至于结婚，人家孩子都打酱油了好吧，之所以现在结，那是因为才到法定年龄，这都能殃及池鱼。云安是个小地方，不发达，说穷也算不上，具体原因也不可考。王川舟也不懂，但这种早婚的情况不说普遍，也不算少，他身边就有几例。那也不至于吧？老王同志见怪不怪，很是熟络道：就是被你小姑气的，放心，过一会儿就好了。说完又盯着王川舟叮嘱道：咱家虽然不兴那一套，但你小子可别给我胡来，你现在是读书的时候，谈恋爱可以，你要是像王川行那样，老子打断你的腿。安了安了，不用老王同志叮嘱，他是这种人吗？自己都养不起的年纪，懂个毛线的爱啊！一家3口去网吧，一个能上网的身份证都拿不出来，想想都觉得恐怖。第054章，只要有钱，你就是欧皇。老王同志的经验还是老道。王川舟看了下手机的时间，也就半个小时。皇后娘娘直接阴转晴，临走还打赏小王100大洋的洗碗费。女人心，海底针啊！还是游戏好懂。登上游戏，只见昨天还是100的帮派人数，此时已经是135人，恐怖如斯。帮派也多了许多陌生的 ID。王川舟大致扫了一眼，就算完事。他对这些不太关注，时间久了，性格相投的都能玩在一起，反之都是扯淡。富贵来了。青山一如既往的热情，你们是真牛逼。王川舟听青山那有气无力的声音，就知道昨晚肯定是通宵。没办法，晚上人多，青山也无奈。成果如何？说到这，青山那可就不困了。万客不少，公立4500家的20多个，公立4800家的也有几个，算是丰收。王川舟对公立最熟悉，这个战绩的确不错。4500家在锦鲤超算第一梯队，4800家说一句高战也不为过。再往上，
那就不是普通氪佬能达到的境界了。不是说他们没那个实力，而是不划算。锦鲤超限阶段，功力达到4800以后，每提升100功力，所需的费用最少也要万数。这个价格高吗？不高，但没性价比。咱一不冲榜，二没追求极限的能力，砸这冤枉钱干嘛？耐心等一段时间，等级突破后再砸个18000的，轻轻松松破5000功力，这不比现在香？对了，昨天凌晨出了个新活动，我估计待会青虎他们就下来了。说曹操到，青山话音刚落，江月就跳了下来。老板，出活动了？什么活动？王传舟很好奇，他刚在游戏也没见着呀。江月笑了笑，解释道，一个网页充值活动，昨天凌晨出的。我和青湖研究了下，觉得可以搞，活动奖励有一套新时装，还有不少游戏道具和材料。完事又补充了一句，具体费用我们算过，大概6000就能拉满。链接发来我看看。王传舟不关心费用，只关心狗托币能不能用。以往都是直接在游戏充，所以根本不担心。但现在冷不丁来个网页的充值活动，鬼知道狗哥认不认账。江月很快发来一串网页代码，青龙密宝夏季大回馈。2016年7月8日活动开启后，2016年7月18日24时截止。5Q 币购买，碎银60金加50天赏积分，赠送1枚天字令。点击购买。王传舟大致看了下，一共4个档次，最低5块，最高50。另外2个不需要充钱，一个靠游戏的活跃度就可以领取，限制3次；一个靠好友赠送元天字令，也是限制3次。鼠标往下拉，还有一个青龙会特别回馈。青龙会他知道天刀背景故事中的反派组织，帅的一批。特别回馈。王传舟不确定的又看了眼，靠，这不就是夜游的累计充值奖励？1000点券，天字令 X2，20000点券，天字令 X4。后续还有3个档次，分别是5万点券、10万点券、20万点券。奖励除了常规的天字令外，还有江月所说的新时装，最高档奖励可以领取时装江月下场，还有展示视频。王传舟研究了一会儿，价格倒是不贵，最高档的20万点券也就是2000，比夜游差多了。他玩九梦仙域累充最高都是2万，叨还是太含蓄。玩法也很简单，充值和累充获得天字令，这是活动的核心道具，可以用于奖池抽奖。奖池分为4个档次 A、B、C、D， 每个档次可以选择3个道具加入奖池，凑齐12个道具，再消耗天字令抽奖，100%必中12个道具之一。理论上抽满12次就能清空奖池，但王传舟粗略算了下，第一轮抽奖消耗1个天字令，看似简单，但充值加上累充获得的天字令足足有120个，也就是说后续轮数需要的天字令是叠加的。牛逼！鼠标继续往下拉，轮次达成奖励。第2轮碎银1200金，第4轮被试浮光卡罗拉，第12轮练武残叶 X50。活动看完，王传舟心中有了数，奖励说不上好，但也不算差。最好的奖励是练武心法残叶，对于没练武心法的玩家来说，这个活动很划算，买练武的同时还能白嫖许多奖励。但对他这种双练武在身的大佬来说，就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钱修，我可去你的吧！王传舟钱修杯回风心法花了多少？5个钱修属性到现在也就点满2个，这还是紫色心法。金色的练武心法不用想都知道更离谱，一轮活动全部拉满也就100张练武心法残叶，这点数量塞牙缝都不够。那现在冲不冲看狗哥？狗哥看你了。王传舟选择最低档次的 5Q 币，鼠标滑到充值确认按钮上，先来个简单难度的，让狗哥适应。系统提示：是否消耗5狗托金进行相关游戏充值？狗哥给力，狗哥牛逼！王传舟心中大呼，旋即滑动鼠标来到了50Q 币那一栏。什么 5Q 币？狗哥这有人埋汰你？系统提示：是否消耗50狗托金进行相关游戏充值？帮我拉满，谢谢。王狗子喝了口可乐，语气潇洒道：充值成功，您已获得相关游戏道具碎银600金，天赏积分500，赠送道具11枚天字令。一个活动才多少钱？狗哥出手，分分钟拿下。一连几次充值提示后，王传舟刷新了下活动页面，累充那一栏全亮。而在奖池旁边显示当前拥有的天字令数量为天字令120枚。王传舟放下盛有16年可乐的玻璃杯，准备抽奖。奖励他没问江月，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练武心法残叶肯定是要的，赵信丹不需要这玩意。他没玩女号的想法，紫色瓷坠洗练令牌加上改名符。
算了，加你一个凑数。很快，12个奖池道具选择完毕，直接开抽。有钱玩游戏就一个好处，那就是完全不需要看概率，只要有钱，你就是欧皇。12轮后，网页弹出一个提示：恭喜您抽中练武心法残叶 X50，王欧皇川州淡定，点击确定。嘿，不存在的，没看系统都恭喜我吗？你还说我黑？眼睛不需要，请捐给需要的人。富贵，你抽完了？抽完了，运气不错。王川州还是很倔强。青山闻言一喜，还剩几个天字令。紧接着又道：大哥义父，咱们这关系，送我几个不过分吧？天字令不贵，活动页面明码标价5块钱一个，一次性充50，还额外多送一枚。青山不是充不起，只是白嫖更有性价比。王川州瞄了一眼奖池旁边的数字，天字令0，默默道：狗哥，帮我再充一次50的。充值成功，您已获得相关游戏道具：碎银600斤，天赏积分500，赠送道具11枚天字令。又在原著界面找到青山的游戏 ID， 直接送了3个天字令过去。好了，归安吧。以2人的关系，这种玩笑无伤大雅。青山也很懂事，马上狗腿道：臣告退。完事喜滋滋的抽奖去了。第055章花钱，那属于自带的被动技能。青狐刚跳下来，就见到江月，心情可想而知，缓了一会儿，才明知故问道：江月你也在啊？江月给了他一个大白眼。2人的关系说敌视吧，谈不上；说争宠吧，又显得过于激情。究其原因，不外乎钱。2人虽然在一个公会，但可不是一家人。王川州的号是2人共同管理，但那是大灰灰拉偏架，不然纳兰这么大一个商会，还吃不下一个顶级账号。代练费2人均分，其他游戏费用可就各凭本事了。虽然王川州一直都是一碗水端平，可这也不影响2人竞争。见江月不搭话，青狐也放下心思，说起了正事。老板，今天星期一，商城周限购礼包刷新。天刀礼包分为永久限购、周限购和时装等不限量购买的道具。对王川州这种玩家来说，只要是能花钱提升的，那都要拉满。听到这话，江月更是无语。一件小事，你也要来当现眼包？不说老板现在已经不是萌新，就算是萌新，花钱对这种老板来说，哪属于出生就自带的被动技能，还用得着你来说？好的，谢了。王川州不知道2人的内心想法，依旧热情回应。青山在一旁默默吃瓜，当我不存在就好。这种争宠大戏，他能磕一辈子。王川州切回游戏，先是将青龙秘宝的奖励邮箱全部领取，获得练武心法残叶 X100， 获得时装江月下场，获得改名符 X1， 练武心法残叶什么的直接使用，加了点功力，但很少。改名卡放进仓库。富贵这 ID 他挺喜欢的，人生富贵嘛。至于如新时装这些，瞅了眼又是穿了下，直接放进衣柜吃灰，不好不坏。不过一堆天赏他都来不及翻牌子，小小活动时装就更不用说了，配饰什么的也一同放进去。王川州是个极简主义，不喜欢在身上带那些花里胡哨的，特别好看的除外。完事一通点点点，功力加了65点。又打开天刀商城，青狐不说，他还真忘了有周限购礼包这回事。每周特惠，高级诸神令，洗炼专用道具，消耗本道具可以修改第1条词缀属性，售价1680点券，个人限购，每周350个，上班族每周减复礼，开启必得。碎银550斤，修为100万。高级诸神令1，诸神令5，有概率获得以下物品之一：小流年心头墨，非绑定；星王携手从方，非绑定；灵书花叶叶，非绑定。售价9800点券，个人限购，每周15个，特惠周享礼，开启可获得以下物品：碎银100斤，修为30万，帮贡1000，售价1280点券，个人限购，每周100个，不需要特意寻找。天刀商城分界面就有专门的周限购礼包专栏。王川州很喜欢这种人性化的设计。商城的周限购礼包大致分为2种，一种是面向功利玩家，礼包大多是碎银、修为或是如诸神令等现在还暂时用不上的道具；另一种则是面向暖暖玩家，礼包大多都是各种坐骑马匹、马具、配饰、备饰，还有少量的碎银和修为。当然也有赌狗喜欢买这种礼包的产出是非绑定，真运气来了那就是血赚。王川州成年了，所以2种礼包都要。操作鼠标在礼包上悬浮，查看每周限购的数量，然后输入相关数字，最后点进购物车。
手法之流畅，让人望而叹服。一番操作后，购物车又被塞得满满当当。购物车界面，购买道具：特惠周享礼 X100，上班族每周减负礼 X15，高级助神令 X350。购买所需点券30万零2000，返还3万零200天赏积分，还行，也就3000多一点。小钱。王川州正准备点击结算，忽然瞥到自己的商城点券为1000，干，差点闹笑话。这几天的点券都用来还账，剩的这1000点券，估计还是青湖等人给他留着看家的。王川州心中呼唤狗哥，本想充5000，狗托金不用可以累计。以往那是不知道天刀会出网页活动这种东西，想着要玩的高兴就得砸钱，早充晚充都一样，所以那阵子基本都是一刷新就梭哈。谁知道端游也有这种玩意，梭哈肯定不能全梭哈，要留点备用金，免得天刀下次又出什么网页充值活动。钱只有在自己兜里，那才是真的，但也不能太小家子气，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狗哥充不起。系统，帮我充值1万，充值成功，您已获得100万充值点券。狗哥出手，效率杠杠的。你别说，习惯了这种几十上百万的数字，再看原先那1000的点券，还真有点不习惯。点击购买，完事后王川州就没再管，加起来差不多1000多个礼包，自己来，怕是手要费，留着给代练点吧。主要是现在没那兴致，都不是什么重要玩意，要么是碎银，要么是修为的，这些东西他现在都不缺，没必要费那事。好吧，他就是懒。叮铃，群消息：烟雨江南富贵神教。王川州每次看见这个群名字都是一阵胃疼。富贵神教，这是个什么玩意？我成邪神了？但没辙，反抗无效。烟雨江南富贵神教，执剑人有大哥有多的天字令没，送几个就救急，就差几个了。浮生富贵教主，支援一下你虔诚的信徒吧。叶藏富贵教主，支援一下你虔诚的信徒吧。完犊子，一群复制怪。富贵没了，我就剩11个，青山拿了3个，剩的要给离哥和离商，最后2个留着下载。送是不可能送的，倒不是舍不得，一个天字令才几个钱。帮派和他关系好且能开这种口的，如叶藏、青龙秘宝拉满也就6000，人砸得起。青山这种帮派管理，据他所知，大灰灰可是开工资的，所以这就是一群单纯的白嫖怪。他自己都白嫖的狗哥，还想白嫖他？不可能的事。这话一出，有人欢喜，有人哀嚎。离哥，卧槽，谢谢大老板。离商，卧槽，谢谢大老板。浮生，青山那狗东西呢？我要杀了他。叶藏，嗨嗨，我这还有5个多的，谁要？执剑人，一个天字令换一个副帮主的位置。叶藏，汉，你这话大可不必，他得多有毛病才去要那个副帮主。吐槽归吐槽，叶藏还是送了3个天字令给执剑人。他固定队的亲友在活动出的第一时间就都拉满了，用不着他。剩的2个转手又给浮生送了过去。游戏嘛，白嫖最快乐，他懂。第056章，乖乖，幸好我现在是捕快。王川州也在送人，离哥、离商，一人3个拉满，剩的2个随即在群里抽了2个幸运。浮生，执剑人，白嫖怪那必不可能让他爽。没错，就是双标。王川州先是在群里打一句话，说随机抽2个兄弟送1枚天字令，群管理不算，谁先复制那就是幸运儿，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很快幸运儿就诞生了。花落，富贵教主，文成武德，一统江湖。周东东，富贵教主，文成武德，一统江湖。富贵再刷就取消啊。花落，情不自禁，情不自禁，谢谢大佬。浮生，所以爱会消失是吗？见状，王川州眉眼一笑，爱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再说好友不就是拿来坑的吗？夏日浮空，江湖也逐渐变得热闹了起来。只不过满世界都是在求送天字令，帮派好友那是能白嫖一个算一个。相比较而言，烟雨江南帮派的玩家无疑是幸福的，新入帮的氪老不少。青龙秘宝虽然王川州觉得不咋地，但对很多玩家来说，这活动还是很划算的。有实力的氪老都会拉满，抽奖消耗的天字令也不是一成不变，看脸，只要不是太黑，基本都会剩一点。只要嘴甜一点，都能混几个天字令。王川州送完就把群聊关了，充那50是不想落个飞球的名声，太多不可能。频道里，叶藏兴致勃勃道：“接下来干什么？”新的一周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无疑是忙碌的。副本次数刷新，战场名望奖励次数重置。但江湖嘛，总不能一直干，偶尔也要去看看山，玩玩水，认识认识新的朋友或是仇人也行。王川州问道：“
你副职业选的什么？他的副职业是捕快。昨天看那个小盖妹挖宝挖的不亦乐乎，他也想去试一试捕快的副职业玩法。镖师，那没辙，我捕快。镖师没人权啊。叶藏仰天一叹，王川州倒是能理解叶藏的苦处。有固定队或是亲友的玩家，职业不说，副职业选什么，那要看亲友缺什么，而不是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本有一颗劫富济贫的心，结果却往往是被劫的那个。杭州百里荡锦里，最烦恼的2条押镖路线之一，沿途高山密林、断壁残垣，极易隐藏和逃窜，也因此滋养了无数腥风血雨的江湖恩怨。王川州传送到目的地后，先是在当前频道打字：富贵，捕快小队来人，没功力要求，随便来。大弟子金灿灿的小翅膀一出现，那就是江湖最靓的仔，想不引人瞩目都难。当前对话：这世间的繁华，捕快不捕快的无所谓，我主要是想主持正义，大佬求带，抱一抱空气。卧槽，别退队啊！不趁现在有大佬护镖，赶紧压，你去当鸡毛捕快。神明未归，抱歉队长，我手痒了，大佬拉我，无敌小旋风，嘎嘎猛。抱一抱空气，操，我也退，大佬带一个。着装，大佬奶麻药吗？富贵，满了，兄弟们别加了，我申请炸了。来之前，王川州专门研究了一下，捕快的副职业玩法有2个，一就是捕快玩法，换上副职业专属的丹心明镜时装后，即可对身穿劫道风尘时装的劫匪玩家进行抓捕。如果劫匪最近刚刚参与过一场劫镖，其头顶还会有一个长达15分钟的劫字，捕快击杀后可将其抓入天牢。2就是缉拿玩法，抓捕 NPC 劫匪、大盗、杀手。申请界面，王川州正仔细挑选接下来的队友。他本身是个神威，虽然是个肉弹，但在超能力的加持下，伤害绝对冠绝当代，所以神威真不要。真武，来一个。真武自带一个群体控制技能离渊，那叫一个霸道。太白狗，这也来一个。要不是新属神威，王川州的职业估计就是太白，要么是神刀。下不下水道的无所谓，帅就行。神刀也来一个，还差个天香加血。一番挑挑拣拣后，王川州的5人小队集结完毕，队伍配置如下：富贵、神威，这世间的繁华，太白，抱一抱空气，神刀，神明未归，真武，着装，天香。要肉有肉，要输出有4个，奶妈也有，标准的万金油阵容。队伍频道，富贵都是捕快吧？这世界的繁华，丹心明镜，很好，都是实诚人。富贵 OK， 换时装，找劫匪，找到发队伍坐标，直接干。神明未归，这么粗暴，我喜欢。交代完具体行动方针后，王川州也换上丹心明镜，丑是丑了点，但能杀人，这还挑什么？大佬富贵下线，捕快富贵正式上线。只要不在聊天频道发言，基本没什么人会注意到他，毕竟大多数玩家可不关心排行榜。杭州劫匪很多，但不好找。劫匪也不是傻子，没劫镖目标之前，喜欢什么穿什么，就是不穿劫道风尘，不然随便来个捕快。好家伙，有红名，隐藏在血脉里的 DNA 直接启动。王川州沿着押镖路线溜达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劫匪。同行的捕快玩家倒是遇见好几个，都在找人，更有甚者，一个团的捕快搜山索海，小队满编5人，团满编40人，差距不是一般大。那阵势，乌泱泱的几十名玩家策马而过，知道的是在抓劫匪，不知道的还以为干仗。乖乖，幸好我现在是捕快。忽然，王川州瞥见队伍里的神明未归，血条变残，直接打字：坐标。队伍频道，神明未归，杭州2159、2488。这世界的繁华，马上到。王川州没回，直接策马赶去。百里荡右上方的一处山间密林，队友图标在繁茂的树叶中若隐若现。王川州离得比较远，等他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爆发。江湖厮杀没那么多讲究，见面就是干，嘴嗨，那是打输或是战死才干的事。王川州见对面3个人近乎大残，没有丝毫犹豫，直接磕下加攻击力的 buff 药，完事直接绝招起手。神威杀意技星河倒卷，金铁铸就的长枪横贯长空，以势不可挡之势卷入战场中央，刀光剑影交织成一幅壮观的画卷，点点墨染青出天穹，溅射出血与火。最后，一袭黑衣的少年手持长枪击射长天，一贯而下，饮血而终。帅是帅了，但王川州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一个猴子手持长枪拔地而起，升入长天，最后朝着敌酋俯冲而下。那画面要多喜感有多喜感。
不怪神威有个窜天猴的别称，实在是太形象了。卧槽，这什么逼伤害？倒地的劫匪太白望着屏幕中央重伤界面那溢出的伤害数值，人都懵了。不是，合着我还欠他几千血了？第057章多充钱。靠，5200的功力。听到这个功力，不单是倒地的太白愣住，神明未央和其他队友都有点懵。我得个乖乖，知道是个大佬，但没想到这么大。你要让他们说出井里超8个大弟子的玩家 ID， 那抱歉，真不知道。咱就一普通玩家，谁会关心功力榜上的大佬都有谁啊？但功力这个他们熟啊。副本来多少功力，压标来多少功力。劫匪太白最先反应过来，直接点开功力榜，又瞅了瞅对面那个小神威的 ID， 再一望功力榜上名列第一的那个 ID， 完犊子，不是高仿，你流币，复活，换位置。冷不丁的一句话顿时让紧张的气氛宣布告破，着装几人更是发出一阵爆笑。不是，你这么硬气，我们还以为你要等复活 CD 结束再战一场呢。靠，怎么不打了？劫匪频道也是懵了，打个毛线啊，对面一个功力榜第一的大佬，8000血的神威，怎么打？我就说伤害这么高，换位置，马德。王川州没拦人，也拦不住，死亡复活后是可以选择复活地点的。再者，彼此也没什么仇，游戏正常的对抗玩法，大多数人都不会当回事，你杀我，我杀你的，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更别说他们一个官一个匪。王川州看了眼游戏系统频道的提示，您击杀玩家9清明，获得名望9，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关掉提示，继续找人，有事发坐标。江湖很乱，特别是锦鲤超这个阶段，等级上限60级，大提升没有，小提升需要时间慢慢磨。该做的装备都做了，该打的副本也都打了，还是摇人好玩。联盟频道是联盟组建后自带的聊天频道，只有本联盟的玩家能使用。此时联盟频道聊什么的都有，有人叫劫标，有人打副本，有人 CPDD， 还有人打着找师徒的名义找情缘，但那刷了几遍的求助信息就是没人看见。也有零星的回复，打不了，对面人太多了。对面人太多，能有多少？我王富贵在杭州被劫匪追得满山跑，手快脱了捕快符才逃过一劫，嘴里依旧是不过宵小饵之辈，转身就去兄弟多的地方报仇。兄弟们，嘴还是太软。玩笑归玩笑，王川州还是在联盟频道回道：富贵坐标，杭州劫匪窝里进修过的他，无敌。联盟频道，江红英有架打，那有架打。玄城道人九华坐标4326 6733，对面是噬魂的人，有10几个人，兄弟们快来！书山有路，噬魂的人，等我。富贵来了，有队的拉我。九华朝霞峰，王川州传送到距离坐标最近的一个传送节点，又点击坐标，打开地图看了下坐标标记的位置，正准备翻身上马，叮！系统忽然传来提示，检测到稀有情绪，正在收集中。收集成功，稀有情绪，感激。你的出现如一束光，撕裂了阴沉的乌云。获得稀有道具，感激者的馈赠，经验加10000，狗托币加2000。王川州，稀有情绪这就出了，还报了个稀有道具，不是我干了啥？很忙，但又很兴奋。稀有道具，感激者的馈赠，金钱碰撞那一刻，你的资本是多少？这是我对金钱的不甘，希望你不会如此。装配效果，狗托币获取数量正100%。看完稀有道具的介绍后，王川州只有一个词：流币。狗托币以后自动翻倍获得，这简直是小母牛上天，牛逼翻了！天下无双帮派频道，一网吸小窝。看着联盟频道那耀眼的小翅膀发言，原先死气沉沉的几人顿时满血复活。他们从未想到，一个简单的坐标2字竟如此美好。富贵大佬来了！卧槽，复活，复活，别让人跑了，干他妈的！何时一军归看着联盟频道刷屏的坐标信息，内心很是复杂。他们前面在联盟刷了几10遍，也就来了3、4个帮忙的好兄弟，但大佬一句坐标，人甚至还没到就能引起一堆玩家热议。但旋即这些复杂的思绪都化为了感激。黑云密布的苍穹下，几个小人无助但倔强地站在一起。对面一群面容狰狞的怪物提刀缓缓而来，突然路过一个人，他笑着问要帮忙吗？那感受。王川州赶到坐标的时候，就看见一群头顶魂字红色联盟标识的帝王州玩家，正围着几个头顶圣字联盟的玩家。但这些都不重要，最吸引他的是当前频道一连串不行就多充钱的刷屏语录。不是，这么高调，
王川州突然想到刚刚获得的稀有情绪，还有感激者的馈赠道具，破案了。这一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其一是无语，玩游戏以来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以前没遇到狗哥的时候，他玩游戏最多被人喷菜，或是情到深处问候一下。生气归生气，但心里多少还有点数，毕竟自己是真菜。抱上狗哥大腿后，那遇见的人不夸张地说都是好人。其二是兴奋，卧槽，终于有人伸脸给我打了。中二少年谁没幻想过自己是天命之子，命中注定的主角？反派无脑上来，主角在老爷爷的帮助下，夸夸就是一顿大嘴巴子。王川州也不例外，但从业至今还没开过张。夜游认识的都是一群大叔阿姨娘娘，人不嘲讽他就算好的了。玩天刀以来，那也是大灰灰这种好人。最后就是王川州不是天生贵胄，家里也没亿万家才给他继承。要不是狗哥，金钱碰撞那一刻，他兜里也就几十大洋。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他很理解这种感受。还没等感悟完，游戏屏幕突然泛红，回神一看，就见10几个红名玩家朝着他冲来。然后您已重伤，选择复活地点：朝霞峰、宋君廊。好，这么玩是吧？王川州笑了笑，随后身子坐直，扭了扭脖子。当前频道富贵，你们这样我可开始摇人了。王川州的话在当前频道很快就被多充钱给淹没，也不知道对面是不是10年干他一个小目标。浮生偷得半日闲，几人离去。青山和大灰灰聊起了锦鲤超的时局，开区小1周过去，各大公会有什么实力，其中又有多少大佬，那根本没处藏，全都浮出了水面，暴露无遗。两人聊得起劲。至于王川州，其实压根对这些不关心。他承认现在的他，就游戏砸钱能力来说，并不算太厉害，但也不是曾经那个小卡拉米。12级系统，一天刷新4万狗托金，一个月120万，一年就是1460万。好家伙，这还是在狗哥不升级的情况下，1000万氪金大佬什么玩意？谁砸不起似的？一天4万，他能砸到埋进土里那天，然后把号交给孙子。10年干他一个小目标。嗨嗨，说虽然是这样说，但王川州深知自家是正常的1000万氪金大佬，不说多，一次性砸个几十万，那跟玩似的。他不行，除非有准备的情况，不然就得靠时间去攒，这是他的短处。时间长我无敌，但短时间乏力。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王川州对目标很清晰：一是享受游戏，二是攒经验升级，三嘛，那就是现实财富自由了。泥土堆里长大的孩子对金钱的渴望无法磨灭。总之，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剩下的交给努力和时间就好。系统升级经验12250 20万，狗托金4万9千，狗托币2350。客观来说，王川州现在对系统升级的需求并不大，一天4万足够他花了，甚至还花不完。但作为一个资深游戏玩家，或者说挂哥，升级那也是刻在骨子的本能。但20万，你奶奶的20万经验啊！正苦恼，就听大灰灰面露沉思道：我打算花点钱，找几个天刀的大主播挂一下咱们公会的广告，要不少钱吧？青山对这些东西看得不重，以至于很惊讶大灰灰的决定。要不了多少，让他们挂个广告的事，大点的主播1、2万，小一点的1、2千，不是什么大钱。大灰灰的思维和青山不同，他看得很明白。盛世，或者说他的立足点是总舵，有总舵盛世会发展得更好，他也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失去总舵虽然不至于 GG， 但利益绝对会大打折扣，孰轻孰重他分得清。再说了，有付出才有回报。主播大灰灰的话倒是给王川州开了一个思路，但思索没多久便无奈放弃。首先一点，系统经验的获取来源是情绪没错，但前提条件是他在游戏的行为引起的情绪，这就限制他只能当一个游戏主播。而当主播别的困难都不说，首先你得有才艺吧。王川州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艺？文不成武不就的。玩游戏他就会氪金，其他方面什么小提琴、唱歌、书法、舞蹈，欣赏他可以，上台表演那还是别为难他了。想想那个画面，兄弟们给主播点关注，马上给你们表演一个氪金才艺。先来个648，一个能在游戏氪金1000万的游戏大佬，在正常人眼中那起步也得是个首富之子，几线城市的不说，家庭肯定杠杠的。去当个主播，跌份不跌份啊？大灰灰为什么事事照顾他的感受？他现在在天刀的充值连加客服的水平都够不上，但这影响他是大佬吗？不影响，因为大灰灰自己会脑补，能在游戏砸那么多，家里得是什么条件？王川州又不傻，怎么会不明白
这些他真去当主播，玩票还好，大灰灰拉上盛世公会的玩家都得去给大哥捧场。但你要是真干，抱歉，不行，因为幻想破灭。大灰灰会想，你呀原来也是来赚钱的呀。再深究下去，玩家们也会把他氪金的行为当成是一个投资，而不是大佬玩游戏消遣。经验是多了条道，但另一条道也缩了。说白了，一个千金难买爷开心的神秘大佬形象，幻灭成了一个要么追求钱，要么追求名的俗人。不然你丫当主播干嘛？这些都还好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氪金。王传洲氪金靠狗哥，说白了就是开挂，氪的虽然真金白银，游戏公司也能收到他氪的钱，但只能系统来操作。直播那不就是自爆？玩玩还行，靠这个就是一手凉凉。靠！王传洲一想才发现全是坑。得，老老实实当我的游戏大佬算了，慢是慢了点，但没那么多操心事。私聊青湖让他上号，自己转头就登录英雄联盟，准备打把排位玩玩。别问为什么菜还打排位，废话，不上分那还玩什么游戏？你别管是不是掉分，要的就是那个氛围。第一把小输，第二把小输，操！应该是没皮肤的原因，没皮肤没手感。王传洲觉得是这样的。点开充值，先小充9000试水，没别的，有强迫症，狗拖筋多个尾巴，难受。充值成功，你位于服务器黑色玫瑰，用户 ID 小学生你打我丫的账号，已到账点券90万。王传洲瞅了一眼，确定自己没充错，这点券数量总感觉那么熟悉。9000等于90万点券，都是企鹅的，那没事了。服务器黑色玫瑰，召唤师 ID 小学生你打我呀，点券数量90万。打开商城买完皮肤，90万点券只要不抽奖，把现阶段的皮肤买个便不是什么难事。完事，王传洲信心满满的进入对局。聊天频道，小学生你打我呀，3L 打野，平平无奇某同学，安心辅助，这把我带你躺。小学生你打我呀，果真？平平无奇某同学，我一区黄金打你们个小青铜，那不是随便乱杀。小学生你打我呀，行，不过赢不了，你可别怪我嘴臭。平平无奇某同学，安心，包 C， 有包 C 哥，王传洲也没抢位置，能赢就行，不能再说。轮到他，直接秒锁锤石，皮肤选了一个 SSW 的皮肤，蹭蹭欧气。然后对局前信心满满，开始跃跃欲试，中间满头大汗。队伍，小学生你打我呀，你在玩勾吧？队伍，平平无奇某同学，对面豹女小戴，我估计最少也是个王者。所有人，小学生你打我啊，豹女大哥什么段位？所有人，安可心小可爱，黄金，怎么要下局带你吗？队伍，小学生你打我啊，朋友，你最好屏蔽一下我，我待会的攻击可能有点暴躁。第061章，你们炸鱼，那就不要怪我了。呼，王传洲爽了，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喷完是爽了，但再输一局就掉段，靠，都怪那个彩笔，还有那个豹女，黄金你来鸡毛炸鱼呀！王传洲越想越气，你们炸我，那就不要怪我了。频道广播，发言人盛世富贵，咸鱼本尊。有玩撸啊撸的兄弟没？来几个高手，保断局，赢一把送一个皮肤，时装也行。发送完，王传洲静静等待高手的降临。我大盛世还找不出几个黄金高手，白金半神。叮咚，频道进入提示声不断。副总可以折现吗？副总你也玩英雄联盟？副总，我钻石、白金以下乱杀，钻石也敢口出狂言。我艾欧尼亚王者现在虽然不行了，但打钻石仔如杀鸡屠狗。王传洲心中大定，瞅瞅，我大盛世果然人才济济，钻石天尊，王者战神。副总什么段？黑色玫瑰，青铜3。频道的10几个盛世好兄弟齐齐瞪大眼睛，不是，副总你这么豪的一个大佬，段位这么低的吗？就没找个代练上王者？有没有搞错啊？难道我以前杀的那些彩笔中还有副总你这种大哥？阿弥陀佛，那可是太爽了。王传洲婉拒了一众钻石天尊的大哥，独留那位 ID 为心伤意寒的王者默契战神。兄弟有号吗？有倒是有，不过我黑色的号段位钻石和副总你排不了，心伤意寒为难道？对于他这种人来说，黄金白银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也就刚接触游戏的时候玩过这种段，后面上手后一路无瓶颈突破到王者。打青铜，没事，等我。王传洲当即拿起手机给好蛋发消息，号给我，免费给你上段。有大哥。驴狗不给，你他妈肯定是见不得我上了白银，你他妈小小白银可笑可笑。一句话，给不给？驴狗发你了，操，
我真是欠你的，别给我掉断了，我好不容易打上去的。这一天对新商一涵来说是新奇的。你听，卧槽，大哥猛啊，要拿5杀，牛逼，5杀了，诸如此类的话。新商一涵以前虽然也经常听，但感受却完全不同。毕竟这样称呼他的人可是盛世会长大灰灰也得殷勤对待的真大哥，说身份地位可能有点扯淡，但爽感绝对翻倍。天刀，垃圾天刀，狗都不玩。碾压式的结束一局对战后，新商一涵还是没飘飘然，知道谁是真大哥。副总这把想玩什么？我能赢就行。副总随便玩，这种局没压力，什么小袋都没用。新商一涵豪横道。那亚索，行，我玩瞎子。两人一直战斗在深夜，王川周爽的飞起。除此之外，还额外赚了点小经验，经验加35。经验虽少，但其中的怨念可不少。叮铃，好有消息，驴狗，驴狗，卧槽，真有大哥，不是你花钱找代练了？吕少林本来还有点不放心，但一查战绩，那一夜的 MVP 差点没亮瞎他的钛合金狗眼。分虽然没加了多少，但战绩豪华呀。这明天要是打游戏，进去直接来一句 EL 打野，战绩可查。卧槽，爽歪歪。驴狗，好兄弟，以后要号随时说，我睡着你把我摇醒都行，可懂？王川州对这种小人嘴脸那是嗤之以鼻。关机，睡觉。7月9日，阴云冷风。一大早，盛世频道会议正在举行一场管理内部整顿会议。大灰灰语气严肃道：近期我们有不少管理滥用权限，私自拉人，还有一丁点屁事就发频道广播，咋地？当工会是自己家了？现在我再说一句，再有这种情况，发现一个下一个，谁来都没用。楚哥，楚哥听到大灰灰点他，人都傻了。不是，整个盛世就我一个人啊，你他妈点我？我不就是在接待频道拉了几次人吗？再严重点，不也就是发了几个频道广播叫人打架？合着麦序上的大哥你是真一点都没看见啊？我那好歹也是和天刀相关，大哥那直接。内心戏还没吐槽完，紧接着就听大灰灰继续道：另外通知一下，咱们工会决定搞个为期4天的活动，活动截止总作战前，也就是本周六下午4点。活动期间每提升100功力，奖励1万金，外加200的游戏点券。仅限一盟的4个帮派，其他管理想要可以自己拿一个地盘。最后感谢副总赞助的500万金和2万的商城点券。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顿时一惊。倒不是说这些赞助很多，虽然也的确很多。锦鲤超现在金价1比100，500万金也要小5万，外加2万的点券，这就是7万，快小10万了。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好像是大哥第一次赞助吧？感谢副总，副总大气。一堆彩虹屁后，楚哥率先道：我坚决认同会长的一切决定，咱们盛世是一个正规工会，不是什么草台班子，谁再乱用权限，坚决下了。我本人也会注意，大家放心。对于这话，一众管理齐齐白眼。听君一席话，10年白读书。你说你怎么就不敢点麦序上那大哥呢？你不点他，我们怎么表现，怎么进步？王川州老神自在。赞助的是今天清晨的时候，他看青山和大灰灰在管理群讨论时突发奇想出来的玩意，主要还是想看看能不能开辟出一个新的经验获取方式。白嫖是世上最快乐的事，他深感认同。夜游也有过成功的例子，但在天刀这还是第一次，能成最好，不成也没事。500万金他号上就有，不需要花钱。至于2万的点券，那也不算什么事。最主要的是人大灰灰从开区到现在一直勤勤恳恳，富贵哥也得给点表示不是，索性还人情和实验一起搞。距离会议结束已经过去几个小时，青山等一盟管理发群公告的发公告，频道宣传的宣传，能知道的人都知道了。王川州也一直盯着系统界面，经验+1，经验+1，经验+1，得，效果有，但不大。王川州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失败说不上。当初在夜游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是因为系统等级低，升级所需的经验少。一样的量，不同的池子，那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靠，搞得我都想去研究心理学了。现在换专业还来得及吗？王川州大学还没上，但专业什么的早早就定下了。他就读的是江南大学，专业嘛，电竞，全称是游戏策划与电子竞技管理人才。当初选择的原因也很简单，一是感兴趣，二是新增专业。那时候还没遇到狗哥，满脑子都是钱。其他专业好归好，但竞争太大，不像电竞，新兴行业，人才缺口大，加上王川州也喜欢玩游戏，脑子一热就选了第062章，这该死的仪式感。王川州一边嘀咕，
一边将昨天那个好兄弟的报酬发过去。好兄弟坚持不要皮肤，也不要什么报酬，说是单纯手痒，顺便无聊就来陪富贵哥玩玩。这话能信？估计好兄弟面子薄，皮肤不要，天刀的时装也不要。得，出血就出血吧。王川州虽然不情愿花狗托币，但人好兄弟昨天真挺给力，把照顾他不说，技术还帮硬，让他好好狐假虎威了一番。拿起手机找到好兄弟好友，最后的消息显示：意涵，副总晚安。点开红包界面，直接输入最大的200红包数，并附言：王者战神恐怖如斯，好兄弟下次继续。随后，王川州准备兑换200狗托币放进微信。大马和小马竟然不互通，就很麻烦。这两人难道500年前不是一家？我的第一次竟然败在一个男人手中，妈卖批！这要是被人知道，不得笑掉大牙。幸好没人知道。王川州嘴里碎碎念，心中满是酸爽。200大洋啊，这可不是狗托金，花了次日会刷新。这都是他辛辛苦苦、兢兢业业积攒的狗托币，花了就没了。这钱能买多少可乐，能吃几顿 KFC？ 就在他准备兑换支付时，狗哥忽然窜了出来：是否消耗200狗托金，使用游戏另类支付功能进行游戏相关支付？卧槽！狗托金！狗哥这操作精的王川州都有点不敢相信，当即呼出系统：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12285 20万，狗托金8万，狗托币2350，没变化。紧接着又迅速打开光幕最下方的系统商城，瞬间一道新的系统光幕分裂呈现在他的视线一端。系统商城可根据宿主拥有的稀有情绪刷新系统道具： 1. 兑换红超基础功能， 2. 游戏另类支付功能，来源感激稀有情绪。兑换功能不用说，系统商城常驻 VIP 也是王川州的快乐源泉。但游戏另类支付功能，不是狗哥，你自己说的刷新系统道具，我以为感激者的馈赠就没了，结果你还藏着这么个玩意，不地道了呀！明明是吐槽，但王川州的嘴角却忍不住上翘。游戏另类支付功能使用说明：另类支付功能，你可以使用狗托金对游戏之外但仍属于游戏范畴的付费内容进行支付，具体支付范畴由系统判定。要不是在家，王川州高低的来一句高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不然不足以诉说他心中的兴奋与激动。不容易啊！虽然新功能照样不能用于现实，但却极大的拓展了他的游戏潇洒范围。以往王川州虽然也很潇洒，但憋屈的地方也不少。堂堂日氪上万的大佬，收个金竟然还得靠卖时装，寒碜啊！代练费这些就不用说了，要不是有大灰灰，他估计代练都舍不得请。王川州兴奋了一阵，这才想起来好兄弟的陪玩费还没给，直接输入500，没别的，高兴。然后系统提示他红包最高金额为200，干，有点得意忘形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都给忘了，好兄弟，别怪我，不是我不想给多，实在是条件不允许。是否消耗200狗托金，使用游戏另类支付功能进行游戏相关支付？支付吧。确定后，王川州眼睛盯着狗托金和狗托币。狗托金200。看到这里，王川州只感觉视野都宽阔了不少。好兄弟没回复。天刀玩家或者说游戏玩家夜猫子都很正常，像富贵哥这种作息良好的好少年那是绝对的奇葩。想了想，王川州又找到他的代练小群。代练群人数13，点开红包，输入200，支付。是否消耗200狗托金，使用游戏另类支付功能进行游戏相关支付？代练群富贵200红包。青湖老板，你这是？代练群的组成很简单，10个代练，2个代练老板，还有王川州这个大老板。因为富贵哥的号是2个代练团管理，所以需要协商时间，还有分配任务，比如今天需要提升什么，谁上号。王川州一般都是屏蔽的，他最常说的话就是我下了，你们上。这番发红包主要是试一试新功能的支付范畴。狗哥对系统功能介绍的很详细，但系统商城的道具和功能就给一个大致介绍就完事，能不能掌握看个人悟性，突出一个敷衍。见青湖说话，王川州略微思索一番后胡扯道：马上开心等级了，给兄弟们加鸡腿，1人1个。然后又连续发了11个。雨露均沾，鸡腿钱2200大洋就这样没了。王川州莫名觉得脑瓜子疼，不过好在花的是狗托金，不然心都要滴血。他自己都没吃过这么贵的鸡腿，我他妈还真是勤俭持家。青湖也没客气，在他心里200块红包对富贵哥这种老板来说，那能算个事？12个红包也才2000多点，
富贵哥不论是在游戏还是现实，随手买点什么，估计都不止这个数。代练群，青湖已领取红包，谢谢老板。江月有红包，谢谢老板。代练众人，谢谢老板。经验加1，经验加1，经验加1。王川州听着系统的提示，心中还算平衡，不算太恰柠檬。话说，如果有人不领，这钱是给我退回到账户上，还是直接退成狗托金？还有，王川州从没感觉自己的智商如此清晰。试一手，找到小豆丁王雨莲的账号，然后开始催眠自己。他是我代练，他是我代练。发红包，是否消耗200狗托币进行兑换支付？狗托币，不是狗托金。得，狗哥保护呢，支付吧。王川州内心的小九九瞬间烟消云散，但依旧选择支付。前面要不是系统提示，他第一次使用狗托币的对象可就是好兄弟，这有点怪瘆人的。给小豆丁最好，好歹是自家亲妹妹。叮铃，语言消息，小豆丁，你给你妹妹发红包干什么？嗨嗨，靠，忘了，小豆丁还没放学，手机在皇后娘娘那。我这个当哥的给他零花钱不是很正常？王川州一时找不到什么好的理由，只好强行辩证。你那是老娘我的钱。王川州那个汉啊，妈，这真不是你的，是我的呀。我的也是您老的。那没事了，您说的对。话虽然如此，但王川州能从皇后娘娘的语气中听出些许喜悦。行了，你妹妹放学我让她自己领，不抢你的威风。就这样，中午你自己去外面吃，我和你爸等你妹放学回老家一趟。说不领就不领，这该死的仪式感。王川州算是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讲究了，基因遗传，家族作风，天生的。第063章，嘿嘿，狗哥还真是火眼金睛。中午，王川州自己去小区下的苍蝇馆干饭，完事又不死心的试验了下，结果被狗哥强行驳回，并随手使用狗托币进行支付。嘿嘿，狗哥还真是火眼金睛的，彻底死心。狗托系统，等级 LV12，经验12285 20万，狗托金77400，狗托币2130，狗托金少了2600，狗托币少了220，小赚不亏。老板，青湖见王川州上线，热情似火道：“说说70级要准备些什么？”王川州闲着也是闲着，就来问问后续的情况。锦鲤超60级也走了几天，3天后，也就是12号那天，一次性开到75级，那又是一大笔砸钱的地方。不过不同以往，现在他底气从未有过的足。以往虽然别人可能感觉不到，但王川州本人可是深有体会。游戏砸钱，谁怂谁孙子。游戏之外，你留币喽，不然怎么办？阿狗托币和人砸，那也砸不过呀，狗托币才多少？但现在，哼哼，先知颠，傲世间，有我富贵在有天。青湖也正准备找机会和老板说这事，现在富贵哥问，那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等级达到75级后，天刀的玩法算是基本全部解锁，经脉、心法、装备都会一次性全开。经脉没什么好说的，鞭石和修为跟上就行。心法的话，副总你们这种账号主要是前修，还有就是装备。75级会解锁全新的装备品质，近期内是以凑齐 T1 系列精装为主要，远期目标的话就是收集大铁，筹备正派武器和特效的制造。说到这，青湖停顿了下，和富贵哥也认识接触了1周多的时间，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也能很明显的感觉，自家这个老板对游戏内和游戏外两个花销的态度，那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副总，你的耗心法前修慢慢收就行，但 T1 的金土还有大铁这些，主要还是从玩家手中收。青湖说得很委婉，但想来老板应该能明白他的意思。心法残页值不了多少钱，也就是量大才显得花费多，游戏内就可以解决。但 T1 金土、大铁这些顶级装备材料，一个是制作精装的必需品，一个更是制造天刀目前最顶级武器的唯一品，价值低的都要上千，大铁更是高达数万一颗。这么高的价值，导致很多玩家根本不接受游戏交易的方式。多少钱？王川州听懂了青湖的意思，但语气依旧显得很随意。狗哥给力，底气就足。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价格，但老区的价格 T1 金土普遍在1000左右，大铁2至3万一颗。青湖说完也没再继续，这种活一般代练干不来，经手的钱虽然不算太大，但动辄几万的数字也不是个代练能玩的，要么是老板自己来，要么是老板的亲信。他就是个普通小代练，怎么收？一般玩家运气好出了这些东西，都会直接私聊排行榜上的老板，老板只要保持名次就不用操心，有的是玩家会自己找上门。老板嫌麻烦，
玩家也怕被坑，好歹也是价值几千的东西，要是真运气爆炸，出了个大帖，那价值能抵得上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还多，能不怕吗？最保险的就是私聊排行榜上的那些大佬。第一页最有信服力。王传洲恍然点头，随后也没多聊。一天4万的狗托金，3天后就是12万。他号上现在还有7万多的狗托金，这几天也没什么用钱的地方，到时候他估计得有个10几万。收个金谱、大帖什么的，那还真不带虚的。锦鲤超再贵，能贵到10几万？不可能的事。切回游戏，准备去论剑试试手，却发现右上方多了图标问卷调查，最下方还有个问卷福利里。我们诚意邀请您进行一份问卷调查，以便为后续游戏内容进行调整。诚意。王传洲轻笑着点开问卷调查。您的年龄多大？18。这个王传洲没扯谎，也没扯的意义。玩游戏要实名，他用的自己身份证。您当前的工作？家里蹲。连续10个基本问题后，王传洲终于来了兴致。您对于青龙秘宝活动的看法？奖励一般，提不起充值的兴趣。您对于青龙秘宝作为周期性活动的看法？王传洲一愣，天刀这是在调查还是在预告啊？算了，爱咋咋地。您每月在游戏的花费额度？王传洲选择了最高的那一栏，也不多，就5万至100万。这没吹牛吧？您每月的工资水平？没工作，但家里有矿。王传洲想了想，又加了金矿。您对于当前游戏有什么宝贵的提议吗？王传洲开始挥笔泼墨。完事，点击提交，领取问卷的填写奖励：碎银200斤，修为1万，帮贡1000，还算不错。对于这份问卷调查，王传洲没放在心上，就是来了兴致玩玩。要是真玩家提什么，游戏策划就做什么的话，这世上也就没那么多族谱升天的可恨之人了。来到烟雨江南频道，就见青山等人嘴中啧啧称奇，时不时还感叹1、2。你们这是发病了？王传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青山猥琐一笑道：吃瓜，咱盛世自己的瓜。大灰灰帮派的一个高站脚踏2只船，让人妹子给他充点券，结果自己反手就买时装送徒弟。现在人闹到工会，大灰灰正在处理。什么时候的事？细说。王传洲顿时来了兴趣。浮生接茬道：昨天晚上人直接把聊天截图发在工会总群，好家伙，真没看出来那还是个富婆。经过浮生、青山还有叶藏等人的科普，王传洲也算吃到了瓜尾巴。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男的在游戏找了个游戏情缘，那妹子看情况还挺有钱，但人不玩功利，把天刀当奇迹暖暖来玩。那男也不穷，最起码也砸了大几万，但时装、白发、天赏什么的都是富婆送的。然后离谱的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情缘割腻了，人竟然不喜欢富婆，另外找了个女徒弟，还用富婆送的天赏白发去勾搭徒弟，结果爆雷。为什么我就没遇到这种富婆？听到富贵哥的话，频道内的几人齐齐鄙视。富哥家富婆是吧？滚犊子！先不说一般人都凑不到你身前，就是凑来了，没点大心脏，谁会和一个富哥谈情缘？绳绳闻言好奇道：富贵哥，你要是找情缘，会找个什么样的？几人也纷纷起哄。男人之间的话题，要么低俗，要么高大上。说人话就是女人和吹牛2选1，这是天性。岂料王传洲不按套路出牌，不找。直见人明显不信。王传洲耸耸肩，爱信不信。他是真没什么心思在游戏找情缘，朋友可以交，但你和我谈钱都别谈感情，特别是游戏里，谁知道和你聊的是人还是狗？不劲爆，我想听八卦。浮生叫嚣道。王传洲反手就是一个镇压。你丫还3天了不成？小小黄马，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放肆的？直接一个禁言大礼包。公平发言。浮生，权限狗，我不服，不服也憋着，谁叫你权限没我高？青山倒是正经道：富贵不找是好事，不然一出事，大灰灰泪都要哭干。叶藏本也想起哄，但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个道理。盛世拿下总舵后，虽然也招了不少高战玩家进来，10万氪的大佬好像都有好几个，人还全去了初心不负帮派，也就是大灰灰的帮派。但这些人还是无法撼动富贵哥在盛世的地位。钱是一方面，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另一个是信任问题。富贵哥是盛世备战前就来的老人，那时候他还是个萌新，人大哥天刀生涯的起始点就是盛世，有钱不说，事还少。这样的好大哥，要是因为情缘的事不玩，或者被勾搭去其他工会，大灰灰可不得哭死。浮生被解除禁言后，好像没记住教训，惋惜道：可惜我还想着以后吃富贵的瓜，他这种有钱人的瓜吃起来一定很得劲。敬他。青山也急忙表示：
咱帮没这个副帮主，别客气，随便招呼。第064章，那个群，马上拉我。浮生急忙开口辩解，王川州对此视若无睹，直接禁言。想了想又觉得不过瘾，又把禁言时间翻倍。完事，说道：总群谁拉我一下？话音刚落，电脑右下角就弹出提示：叮铃，好友浮生邀请您加入群聊锦鲤超盛世总部。好兄弟，富贵你家总群做什么？青山想了想问道。他前面就说过这事，但奈何大哥不乐意，也就不了了之。打广告。王川州也很纳闷，一个游戏的公会能创那么多群，各帮的帮派群、联盟统战群、联盟高管群、工会高管群，好家伙，算下来得有10几个群聊。他又不是加群狂魔，要不是为了给等级突破75级后打广告，总群他也不想加。行吧，青山也没多问。王川州同意浮生的群邀请，随手也把禁言取消。群聊锦鲤超盛世总部，人数3247。瞅了一眼，人还真多。王川州进群后也开始干正事，点开群红包界面，数量20，金额200。复言，兄弟们12号后有出 T1 金土、紫色瓷坠、大铁的，随时欢迎私聊问价。自家兄弟，价格有优惠。虽然青湖说玩家会自己找上门，但王川州坚信一个道理：酒香也怕巷子深，出名要趁早。大铁不说，但金土、紫色瓷坠这些盛世能吃得下的玩家可不少。完事，读了一遍键，没什么毛病，直接支付。是否消耗200狗托金？使用游戏另类支付功能进行游戏相关支付。王川州本来都准备用狗托币进行支付，第一次没了后，他对狗托币看得也没那么重，该花都得花，无所谓了。男人啊，第一次真的很关键。但现在，狗哥你这也算游戏范畴的吗？富贵哥很是唏嘘，他想花的地方，狗哥不同意；他没想花的地方，狗哥却不带犹豫。干，算你狠，狗系统。狗哥您来。骂归骂，王川州心里还是很有数。支付成功，狗托金77400。锦鲤超盛世总部，顾商啊，天下无双，新人爆照。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还是个高冷范。我喜欢，小子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类群管理 @出秋虎，新人群名片记得改一下，加上自己帮派的后缀。出秋虎红包，出秋虎欢迎兄弟们随时私聊。顾商啊，天下无双，卧槽，谢谢老板。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卧槽，谢谢老板。类群管理@出秋虎，别在总群打广告，第一次警告，3次不听就踢了，进群看一下群公告。王川州莫名想到备战前那个天赏哥，好像就是因为打广告被执剑人直接给踢了，也不知道人现在在哪，可还好。思绪发散，但不影响富贵哥办事。点开群名片，修改。富贵，烟雨江南。至于累，人干自己职责内的事。王川州很理解，更赞同。几千人的大群，说牛鬼蛇神齐全也不为过，没点规矩，早乱套了。富贵，烟雨江南，我的，下次注意。累，群管理。顾商啊，天下无双。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兄弟你有点勇啊，没看群公告，本群禁止用富贵这个 ID， 我现在对你更感兴趣了。累，群管理，副总本人。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嗨嗨，副帮主你别吓我。王川州没什么人前装逼的想法，给类私聊解释一下打广告的事，然后直接闭群。类看着私聊的消息，人都无语了。不是，副总你不是不加群的吗？我了个槽，我还以为是谁恶搞。总群前面没少发生这种事，不少玩家不知是单纯为了好玩，还是什么，反正那个时间总群的富贵哥不在少数，就是富贵的亲戚也不少。后来还是大灰灰出面，这才好转，连忙私聊大灰灰。不一会儿的功夫，总群直接响起一连串的群提示。群提示：群主大灰灰已将富贵、烟雨江南提升至群管理。群提升：群主大灰灰已将富贵、烟雨江南的群名片修改成富贵收金土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顾商啊，天下无双苍海一小粒，兄弟你真勇，佩服。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我慌了吗？丝毫不慌的好吧。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不是说副总部加群的吗？顾商啊，天下无双，进来收材料的，过几天开75。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类，老大就一救。类看着这群活宝，也配合道：别慌，安心等死。王川州退出总群后，又在烟雨江南帮派发了一个，就2个群。烟雨江南还是想着是自己帮派，不然单独发总群就行，也没发多。
一个群一个200的红包，然后就没了，经验一点都没有。王川州不由感叹，现在的人啊，还真是，要不是要留钱收大铁什么的，他还真想封一次，试试大几万的红包砸下去，能不能给这帮铁公鸡拔下几根毛来。咦，等等，好像真可以搞。狗托金又不是狗托币，花着不心疼，全发红包肯定不至于，但花个小几万的，那还是可行的。再说了，这好像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吧。王传洲有些拿不准，当即打开度娘，准备问问万能的网友，如果我在一个群里发几万的红包，会不会很离谱？网友一，如果那个群里没我，我会觉得很离谱，但如果有我，那义父爹什么时候发，需要我做什么？网友二，小见多怪，我玩帅土就有大佬发了2万多的红包。网友三，帅土算什么？我玩一个网页游戏，大哥直接砸了10万。网友楼越来越偏，10万还算能接受，100万，大哥你确定你没做梦？那个群马上拉我，我也可以喊老板666。第065章，我要去为副总摇大旗。某乎的回答直接爆炸，沙雕网友比起了曾经的峥嵘岁月，更忆起了往昔大哥的豪横程度。王川洲这个题主反而无人在意，不过无所谓了，沙雕网友已经失去他们的作用，是我前面见识浅了。王川洲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沙雕玩家的话虽然有吹牛的成分在其中，但空穴不会来风，那就干。王川洲算是个有决断的人，思维打开后直接准备行动，用狗托金换经验，这买卖有多少他干多少。系统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12285 20万，狗托金77200，每日额度4万，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2130。打开盛世总群，点开群红包界面，红包金额拉到最大，复言懒得打字，数量随便乱输，然后点击确认是否消耗200狗托金，使用游戏另类支付功能进行游戏相关支付。确认。锦鲤超盛世总部，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类群管理副总顾商啊，天下无双，谢谢老板。沧海一小粒，初心不负，谢谢副总。没什么波澜，王传洲也不气馁，且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继续发。他就想看看这群铁公鸡能拔出多少毛。狗托金花哪不是花？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你说你虎杀，以战止战，卧槽！红包雨，青玉白汤，烟雨江南，卧槽卧槽！副总这是要发多少？顾商啊，天下无双，大佬牛逼！王传洲瞅了一眼系统，经验+1，经验+1，经验+1，小量。狗哥没用大量，那就是小量。继续冒头发红包，随着红包数量的增多，经验的跳动频率明显变快，狗托币也时不时开始跳动。王传洲心中一喜，干活更来劲了。盛世频道，大灰灰本来和一众管理正开小会，结果类第一次开麦，说富贵哥加了总群，大灰灰也没多想，核实身份后直接上管理。但没过一会儿，类又再次开麦，副总在群里发红包，应该说红包雨。大灰灰倒还算淡定，只是淡淡道发了多少？大哥发红包，这不是常用的事？没细数，不过总群已经炸了。卧槽，副总这是干什么？楚哥闻言打开总群，平时没事，他们这些帮派管理很少在总群说话，都有自己的事忙，索性屏蔽。但现在这是闹啥？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富贵收金普紫色瓷坠大铁，欢迎私聊群管理红包。好家伙，一打开群，密密麻麻的都是红包。你说你虎杀，以战止战，副总慢点，孩子抢不赢。青玉白汤，烟雨江南，呜呜，妈妈，我没做梦吧？顾商啊，天下无双，还打鸡毛字，赶紧抢啊！楚哥见状，急忙点开天下无双的帮派群。天下无双，楚哥，群主全体成员，副总正在总群发红包，没加的速度加，群公告有群号，速度，别说我这个帮主有好事没想着你们。卧槽，没人！楚哥脑瓜子懵懵的，但紧接着便回过神来，翻开群聊天记录，果不其然，顾商啊，天下无双，卧槽，兄弟们快来！没加的总群的速度，副总在发红包。我不喝胡辣汤，天下无双，真的。好兄弟拉我，我要为副总摇大旗。你真是个刁毛，天下无双，总群红包与截图，
抢了快200了，美滋滋。我干，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尼玛，我有好事想着你们，你们就忘了我这个帮主。过了一会儿，以战止战的副帮主忽然开麦道：“会长，我去拉炮屎。”说完也不等大灰灰同意，直接光速闭麦。对，我昨天吃坏肚子，一帮怂炮。会长，我要去为副总摇大旗，你继续开会，我听着呢。对，会长你继续，我们都听着呢。我开你们个泡泡茶壶！大灰灰气急而笑，没好气道：“都滚蛋！”然后还是无人鸟他，一个个的频道不退，但就是不说话，全体化身死人。累，会长，有事待会说。敷衍完，累紧接着破骂道：“操，你们开科技了吧？这尼玛什么手速？有没有抢红包软件的？来一个！铜球，俺也一样。”大灰灰哈哈一笑，宛如疯魔。会长，劈长，累了，毁灭吧！这一瞬间，整个盛世公会仿佛被人按下了晋升键。正在打本的玩家，眼睛瞥见帮派频道、联盟频道的消息，顿时被污染，疯魔的冲向 BOSS 自杀躺尸。操，嬷嬷你他妈有毒吧！别闹，我抢红包，待会再打。压标的正好，截标！来大哥，手速快点，我反抗算我输。王川州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无需知晓，狗哥的反应便证明了一切。检查到有大量情绪产生，正在收集中。检查到有大量强烈情绪产生，正在收集中。大量！王川州乐得龇牙咧嘴。当金钱发挥的时候，铁公鸡自己就拔毛了，都不用动手。不过有一说一，发红包不累，但费手。靠，就没什么自动发红包的软件吗？马总，你这格局得打开。又发了一个红包后，群红包界面突然弹出一个提示：你已经累计发放100个红包，金额累计2万，无法继续发放红包，具体内容请联系客服。王川州直接一个黑人问号。群红包还有限制？第066章13级系统就在今日。王川州发嗨了，狗哥也收集嗨了。这一转眼就发了100个红包了吗？真没注意，只感觉手有点酸，经验涨得有点多。没等他有所行动，群红包界面紧接着又弹出一个公告：关于群红包的限制，普通用户每天最多可发放100个群红包，金额上限根据不同区域和身份有所不同，企业用户和认证账号可能享有更高限额。红包限制不要紧，但你限制我涨经验了。系统，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85214 20万，狗托金57200，每日额度4万，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2130， 2万狗托金涨了将近7万的经验，这个比例得继续干啊！王川州虽然花狗托金没个数，但也明白一个道理：什么事那都是第一次稀奇。盛世总群经过他今天这波小小的震撼，第二次相同的操作，那不用猜，收益肯定是腰斩的。人的情绪是有阈值的。盛世总群，你不要和我哇哇叫，没了！卧槽，我刚来啊！累，群管理，卧槽，咱们群什么时候这么多人了？谁乱同一人进群的？顾商啊，天下无双，副总，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王川州没搭理这帮经验宝宝，但当看到盛世总群的现有人数，还是没绷住。锦鲤超盛世总部人数4239，这是7大姑8大姨都来了，好事啊，说明影响在扩散，但奈何这操蛋的群红包有限制。等等，王川州脑海中闪过一丝灵光，紧接着看向群红包限制后的公告：金额上限根据不同区域和身份有所不同，企业用户和认证账号可能享有更高限额。当即拿起手机，找到备注为顾安的号码，电话很快接通：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电话那头的顾安好像正在忙，话筒中明显听到其他人讨论的声音，但很快便消失。我发群红包被限额了，你们能解决吗？王川州可能没见过世面，但在狗哥的熏陶培养下，那自信绝对是杠杠的。请问您用的是 QQ 还是微信？顾安微笑着说道。QQ， 好的，我马上帮您解决。麻烦了。王川州心中一喜，顾安笑着说道：您客气了，为您排忧解难也在我的工作范畴。顾安怎么干的不知道，但效率没话说。王川州看了下右下角的时间，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群红包界面的限制公告仿佛就没出现过似的。叮铃，联系人消息：顾安。消息内容：您的账户限制已经解除，现在最高单红包限额2000，单日红包金额限额10万。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联系我。最后祝您生活愉快。高效啊！王川州回来的道谢消息。回过头再看群红包界面，原先红色的红包封面已经变成黑金色，颜色不说，其内在含义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群红包，红包个数50，总金额2000。红包封面
大丰金穗黑金专属封面。王川州本以为中断了几分钟，情绪会回落，但第一个2000的大红包刚发出，群里准备抢红包的玩家懵逼了。红包封面不用说，一眼就觉得不似凡物，点完后更是震惊我乃100年。盛世总部，顾商啊，天下无双！你不要和我哇哇叫！卧槽，2000的红包，红包不是最高200吗？累，群管理，我就说这次怎么抢这么多？叶藏，烟雨江南，卧槽，富哥你这是用了你爹的卡吧？青玉白汤，烟雨江南，也快来看，黑色的红包！系统更是传来一连串的密集提示，检查到有海量情绪产生，正在收集中。检查到有海量强烈情绪产生，正在收集中。王川州只感觉满肚子的槽，不知道往哪吐，懵逼好半天。我前面花了小2万，还不比上现在这一个2000的红包，真是好生奇妙。好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红包可以发2000，大家都是第一次，那就没事了，我也是土包子。趁着盛世总部一众玩家懵逼的时间，王川州又连续发了9个2000的大红包，凑个整。完事，甩了甩手，准备去客厅接杯水喝。过犹不及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群红包最多200这个事，经常玩的人都知道，但能发2000这个事，一般人还真不知道。懵逼、好奇、震惊，那是五味杂陈。这种挑战固有认知的事，他发的再多，也很难打破这个阈值。客厅沙发上，王川州慵懒地躺着，顺便观察系统的变化。狗托系统，等级 LV12， 经验115214 20万，狗托金37200，每日额度4万，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4000，感激者的馈赠加持中。这还没完，系统经验乃至狗托币都在不断增长，能让狗哥用上海量这个词，其蕴含的情绪之丰富可想而知。几次经验涨幅，王川州也算摸清了狗哥的脾气。普通增长，狗哥就是正常提示，一旦用上大量，那基本就是万数经验起步。以前王川州也不知道大量的上限，但经过这遭，他也搞明白了，大量的上限就是10万。换而言之，一旦狗哥用上海量这个词，那起步就是10万经验。上限未知，大丰收啊！王川州靠在沙发上大喜而叹。狗托币也是，感激者的馈赠效果直接翻倍，1枚狗托币直接变2枚，这简直是他走向财富自由的作弊器。量少还不觉得，但现在你再瞅。总的来说，这波血赚，花费4万狗托金，换来最少10几万经验，外加现在还没统计好的狗托币。啧，生财有道。王挂哥，你啥时候13级？王川州答曰：就在今日。第067章，我和兄弟心连心，兄弟们都和我玩脑筋。大灰灰现在是既喜悦又忧愁。喜的是，大哥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什么才叫真大哥。往昔富贵哥的乘马，没人惦记，但盛世拿下总舵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不少新来的大佬明里暗里都在问：副总赞助工会了吗？赞助了多少？咱工会还有乘马的空缺吗？我手里也有点闲钱。诸如此类的话，大灰灰听了不下百遍，动心肯定动心，这不用掩饰。对于他们这些工会高层来说，有钱的大哥多了去，只有自己人的大哥那才是真大哥。这其中要是能捞点好处，那更不用说。说当亲爹供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待遇无疑是拉满的。富贵哥那时候只顾往游戏里砸钱，算是自己人的大哥，大灰灰做人做事也没含糊。现在终于等到了呀！从现在开始，盛世不垮台，富贵哥就是独一份待遇。我大灰灰说的，谁来也不好使。副总这是发了多少？王卷卷啧称奇道：红包雨的时候他不知道，后面知道了也不好抢。一个工会高管，那说出去也是不差钱的主，下场和底下玩家抢那么几百的红包，跌份肯定不跌。赚钱嘛，不寒碜就是族谱得被问候。前面2万，后面2万，大灰灰没算，群里有红包统计，点开一看就知道。王卷卷对总金额达到4万的红包数并不感到惊讶，相比较之下，他对后面那几个黑色大红包更感兴趣。2000的红包，会长，你见过没有？大灰灰沉吟了下道：以前在征途的时候，有大哥也发过这种超大额红包，后面玩其他游戏，陆续也见过几次，好像要官方那边认证个人信息。王卷卷惊讶一番后，也没太大的波动。创建盛世，他也砸了不少钱，几万并不算多，最起码对他来说是这样，只是不由感叹有钱人的世界真好，几万块就砸个红包玩。大哥至今也没出面说个1、2、3，是有了什么高兴的事，还是咋地？搞得大家都很猛。那现在群里那些人怎么办？大灰灰闻言眼皮直抽，这就是忧了。总群也就备战前有用，禁区后的帮派群、工会频道、
都在一定程度上取缔了总群创建的意义，不然不会就一个类在管理。但现在，锦鲤超盛世总部人数5204，尼玛的！他没记错的话，前面人数好像也就3000多一点，甚至还在随时间减少。现在怎么回事？我大盛世何时多了2000多的玩家？这是把游戏里的七大姑八姨乃至隔壁三姨妈家的侄女都拉进群了？是肯定是管理干的，不是管理没审批的权限，头疼啊！踢吧，得罪人；不踢吧，大灰灰心不甘。我盛世的大哥发福利，那也是我们盛世的事，你们还掺和什么？咋？你们没大哥？让你们工会的大哥也发呀？妈卖批！待会你把总群的管理全下了，副总也下。王卷卷有心打趣。大灰灰闻言没好气的看向好友，挑了挑眉道：你不怕的话，随便下，我后面给副总解释。我大灰灰会怂，是你下，又不是我下，我怂个啥？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你下他群主都没事，但你要下富贵哥的，总群直接螺旋升天。哈哈，开个玩笑。王卷卷顿感菊花一紧，连忙打岔。盛世总部群提示：大灰灰开启群禁言。大灰灰，欢迎各位新加群的兄弟，我们盛世欢迎任何有意跳槽的兄弟，战斗帮、休闲帮，24个帮总有一个你喜欢的，有意的兄弟可以上 YY 联系接待。另外，由于管理整顿，总群所有管理全部下权限。最后给我们工会的高管副总打个广告，新等级解锁后出货的兄弟可以随时私聊盛世的任何一名管理，欢迎咨询问价，价格绝对有保障。注意是咨询问价，最终交易请认准富贵或工会任何一名成码，谨防江湖受骗。群提示：大灰灰解除群禁言。不爽归不爽，但大灰灰情商没那么低，人来是客，作为一个游戏工会把玩家拒之门外，那是纯傻逼行为。王传洲不知道总群的事，正静静等待狗哥结算。收集完毕，系统提示：经验满足，系统已自动升级，当前系统等级 LV13。终于结算完了，狗哥辛苦。王传洲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直，心中呼唤：系统，狗托系统，等级 LV13，经验 1.2 万每30万，狗托金37200，每日狗托金额度6万，每日凌晨刷新可累计。狗托币22000，经验不单是升级，还多出 1.2 万。兄弟们给力啊！13级系统每日刷新狗托金6万，这个数字王传洲并不惊讶。系统每10级一个大提升，10级前以1000为递增，10级后以2万为递增。20级没解锁不知道，但王传洲估计以狗哥的脾气，那最少也是以10万为递增，仍需努力啊。狗托币暴涨到2万2，虽然也很多，但王传洲一想到这是在感激者的馈赠加持下才达到的数字，喜悦瞬间少一半。也就是说，涨了10几万的经验，强烈情绪只有1万多。剩的人呢？你们的心在大润发鲨鱼铺进修过。王传洲起身回卧室，准备看看风波后的余温。刚回到电脑前，就见电脑右下方的消息图标闪个不停。盛世管理群，楚哥，天下无双帮主，我抗议。南柯一梦，以战止战帮主，我也抗议。我的群管理呢？青山，烟雨江南帮主，造反，带我一个。大灰灰，慈父，抗议无效。一众管理骂骂咧咧的在管理群输出。他们能不知道乱拉人进总群不好吗？那肯定知道啊，但谁在江湖还没3无好友，人一个个求大哥拉，他们这些大哥能拒绝吗？那肯定不能。输出完，楚哥将聊天记录截个图，转手就发给好友。兄弟，没办法，我管理被下了，大灰灰死活不给，真不是我不拉。完事在管理群打字道 OK， 我好了。卧槽，楚哥你傻逼啊，我还没截图，赶紧撤回。我的。王传洲瞅见这一幕，顿感人生如戏，默默打字。刘毕，你们城里人是真会玩。见富贵哥出现，一众管理也纷纷出声。楚哥，副总今儿是有什么高兴事？青山，富贵，咱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下，别搞突然袭击，干，我一个都没抢到。楚哥，你没抢到，我就抢到了。楚哥，我和兄弟新联系，兄弟们都和我玩脑筋，我还想着通知一下帮派的好兄弟，但帮派的好兄弟没一个通知我。南柯一梦，看见你们都这样，我心里顿时舒服多了，谢了好兄弟。